女人本是心计高贵的雌性，拥有5根绝美兽肤，却不好好的撸，反而以折磨他们为乐。金龙皇子被挖掉鳞片丢进黑市，墨色长蛇被躲去双鲲囚禁于地下监狱，娇贵人鱼更是被拔去鱼鳍逃回母星，杳无音信。然而石梨因被系统错误绑定，穿书成只会和闺蜜攀比的恶毒怨妇。为了补偿，系统为她开通了超强抚慰能力后，便丢下烂摊子溜之大吉，只留下石梨面对一个个恨不得宰了她的兽妇。接收完记忆的石梨对原主十分不耻，拥有5根帅哥兽肤竟然还不知道享受，非得作死的什么都要和自己的闺蜜和白比。回过神来的石梨连忙让卫兵放开了那些人，快停下，放开他们，全部都放开！瞧着黑格那张帅得惨绝人寰的脸，石梨恨不得当场扇自己一巴掌，怒骂原主暴殄天物，这样角色的帅哥竟然不好好享受，折磨他干什么？谁知道那帮卫兵都像人机似的，处在那一脸震惊就是一动不动。石梨焦急的连忙夺了钥匙，将束缚在黑格身上的锁链全部给打开了，给我滚！结果黑格被放开后，并没有表达出感谢，反而直接幻化成半兽形态，一把推倒了石梨。望着眼前兽化的黑格，石梨的口水都险些流下来，他爱帅哥如命啊！随后连忙解释，我之前就是脑子被驴踢了，我现在想通了，之前那样做是我不对，我道歉，甚至都顾不上摔倒的疼痛，立马开始求原谅。离婚，你那套花言巧语对我没有用，今天就离婚。但是黑格已经再也无法忍耐石梨的蛮横了，甚至这次拿他的家人威胁折磨他。身为族群的统领者白狼王血统，保护家人是他的天生职责。原主这样的做法无疑是彻底杀死了黑格的心。可是离婚后你是要受刑的。石梨有些懵，甚至离婚过的雄性无法再从事任何工作，根本没有办法生存下去。呵呵，难道跟你生活在一起还不算受刑吗？谁料黑格冷哼一声，满眼尽是悲凉，我会改的。石梨满眼真诚，他觉得系统错把他当成是宿主搞来这个世界，就是来拯救这些人的。你改，世界末日到了你都不可能改。黑格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怒火，快步走到石梨跟前，一把握住他的手腕，便将人整个提了起来。然而下一秒，石梨直接在黑格的脸颊上亲了一口，周围的卫兵都傻眼了，黑格的家人也纷纷避开了目光，黑格更是从刚才还要炸毛发狂的状态，一下子就爆红了起来，整个人都石化了。妻主竟然亲了他一口，明明从结婚到现在，被他碰一下手都会觉得自己脏了一样去疯狂洗手。你这家伙！黑格愣神地松开了手，还想要骂些什么来宣泄，却发现自己的脑子已经宕机了。原来雌性的嘴唇这么柔软的吗？而且刚刚石梨的突然凑近，黑格好像还嗅到了他身上那似有若无的香气，这些都是之前从未感受到的，竟然如此让人上头。我对天发誓，我真的会改，而且同意你回军队复职，可以吗？只要你能在有空的时候回家看看我就好。黑格觉得自己好像在做梦，冷静了下来，非常认真地看着石梨。他们雄性除了底层的奴隶，到年纪都是会被匹配结婚的。如果石梨可以让他回军队，好像这个婚也不是必须离，我会跟军队申请上可以每天回家的班的。见石梨真的没有反悔的意思，黑格也做出了妥协。送走黑格之后，石梨又送走了黑格的家人。然而石梨现在却一刻也不能停歇，想着到底是先去黑市拍卖会救那只龙，还是先去地下监狱救那条蛇。感觉这俩无论是哪个，晚一步都可能会很麻烦。思来想去，石梨还是决定先去拍卖会救那只龙，毕竟蛇在监狱不会乱跑，但是那只龙要是晚一会，说不定真的会被别人买走。石梨到了黑市门口，直到见到延森高大的身躯被困在狭小的铁笼内时，他的后悔达到顶峰。既然他注定要来到这里，为什么不让他早一点来？现在留下了原主的一堆烂摊子等着他收拾，真的是头疼啊！这么多男人他怎么活？甚至石梨距离这么远都能看到延森半兽化模样的尾巴上，那斑斑血迹之下是被原主拔掉的鳞片。再迎上延森那满含恨意的眼神，石梨只觉得灵魂都在颤抖，那眼神实在是太幽怨了。走吧，我们。还没等石梨把回家2个字说出口，就被延森扑倒在了地上，周围一阵惊呼，侍从们也都纷纷四散喊人。有胆子大的则是过来拉扯延森，不用，你们都出去，我们的确有些话需要单独聊聊。看着眼前突然放大的帅脸，石梨咽了口水。如果说黑格是朝阳般的少年气，那眼前的延森就多了几分来自经历的阴郁，很明显受到了原主更多的折磨。黑格还是个让他出门就能开心的孩子，眼前的延森这样的眼神，只让石梨倒吸一口凉气。石梨猜这家伙会直接化形受态，将他生吞活剥了都不为过。周围的侍从都是一脸惊愕，合着他们这帮人都成了你们夫妻 play 的一环了。回家吧，给我个机会补偿你。石梨毫不避讳曾经原主的过错，他来这里的使命估计就是拯救者和些可怜的人了。回家，我回你。延森也没有客气，直接掐着石梨的脖颈就是一顿输出。这就是你当初承诺的会对我好？老子放弃皇室身份，你就跟我玩这个？延森的呼吸因为激动变得粗重，不耐烦地甩了甩血迹斑斑的尾巴。石梨感觉自己像是个被控诉的渣男。身为金龙的延森原本是皇室的王子，嫁给原主更是带来了巨多的嫁妆，就算他在家里躺一辈子也挥霍不完。石梨有的时候觉得原主真的脑子有点问题。我会改的，可能是龙爪的威慑力实在是太大了。石梨感觉有些喘不上气，双手吃力地握住了他的手腕，试图将他的手拿开。再这样下去，感觉就要被掐死了。突然间，延森的瞳孔以肉眼可见变得更加猩红了起来，赫然是眼前的延森要说话暴走了。然而这时石梨手腕处的终端发出了红色警报，这是雌性保护协会为了保护特瑞西星球雌性安全安装的特制警报器，在每个雌性刚出生时就植入进他们的终端内。既然你还一心想着那个家伙，那大家都不要过日子了，和我一起下地狱吧，小猫。见石梨没有什么反应，只是眼神逐渐涣散，延森突然露出了有些诡异的笑意。原主总是拿他跟白月光做比较，延森不明白自己已经很努力了，为什么原主的眼里还是只有那个白月光？他延森得不到的东西那就毁掉好了，快些松手，再这样我们就要向你射击了。这时军队迅速地包围了两人，面对对方的威胁，延森不屑地嗤笑了一声，婚后的日子简直要将他折磨得疯掉了，这样痛快的死掉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别！
你们别过来！虚弱的气音从身下传出。严森突然感觉眼前一黑，全身都被笼罩进了一层温暖的柔光之中。石离盯着眼前漆黑的视海中，那杂乱如猫玩过的毛线团一般的神经丝陷入了沉思。这应该就是那个系统消失之前说的那个超强抚慰能力吧？原来抚慰就是只拆视海里的毛线团，这么简单。石离端详着这个毛线团，决定先上手拆了再说。结果手指才刚触碰到丝线，这丝线就像是活的一样，顺着他的手指缠遍全身，一直把石离整个人蹭了一遍，才依依不舍地消失在黑色视海中。而石离却觉得丝线带走了他全部的力气，眼皮沉重地开始打架。可是他还不能睡，刚才那么大的阵仗，自己要是睡过去了，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严森的。不能关他！石离猛地睁眼，只感觉出了一身的冷汗，但是眼前的场景却让他格外陌生。这里不是拍卖场，倒好像是医院。离离，你可算醒了！保护协会来找到我，说你受伤了，在医院，可把我给吓死了。眼前的女人穿着一条纯白色的纱裙，侧边的麻花辫上点缀着星星点点的小花，一副温柔知性的感觉，正是夺走石离白月光的好闺蜜何白白。严森呢？石离现在没有心情管何白白什么事情，他只担心有没有被关起来。哎呀，你还说他呢，简直要吓死个人了！我还第一次见半兽化的兽人呢，太吓人了。何白白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一脸惊恐的模样，捂嘴吃惊。但是这做作的绿茶语气，石离实在是要听吐了。原主是怎么跟这样的一个人完成好闺蜜的？要我说，离离一生一世一双人不好吗？你看你这么多个受妇，最后闹成了什么样子？见石离没搭腔，何白白有些奇怪。要是平时石离一定会非常担心的安慰他的，毕竟石离平时对于他说的话那是言听计从，几乎就像个傻子。像我跟我们家阿曼相处的多和谐，最起码阿曼从来不会动手打我，甚至我都没有见过他受化的样子。何白白说的洋洋得意，正说得起进病房的门，就被一个陌生的男人推开了。直到男人抬起头，石离才认出来这人是谁，这不正是原主的那个白月光吗？阿曼，你怎么来了？你不是说母后今天召你入宫有事吗？何白白的注意力瞬间就被费尔德曼吸引，石离则是淡淡的打量了一下费尔德曼，对于原主的执念有些费解。费尔德曼也不能说长得磕碜，一样有不错的面庞，甚至和严森有几分的相像，毕竟是兄弟俩，虽然同母异父，但是身边已经有一个严森了，为什么又要执着于已经成家的费尔德曼呢？况且严森是更为祥瑞的金龙，费尔德曼是龙族常见的墨龙血统，原主真是揣着宝当垃圾用，没什么别的事情，只是问问咱们打算什么时候要个孩子。费尔德曼一副温柔的模样，揉了揉何白白的脑袋，眼睛却直勾勾地盯着病床上的石离，而何白白则是沉浸在温柔乡中，依偎在费尔德曼怀里，并没有注意到费尔德曼的眼神压根不在他的身上。石离有些懵，他对于原主的记忆继承有限，并不明白费尔德曼为什么要这样盯着他。见石离没有什么反应，费尔德曼露出了疑惑的表情。哎呀，什么孩子不孩子的，当着离离的面说这种话不知羞啊！何白白红着脸，娇嗔着捶了捶费尔德曼的胸口。离离都有5个受妇了，这种话在他面前说，估计连菜都算不上吧。费尔德曼的语气有些阴阳怪气，似乎在讽刺石离荒淫无度。对啊，离离，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要个宝宝啊？说不定你们有了爱的结晶，他们的心思就在家庭上了呢。你不会一直在做错事，心里其实还是一直想着我家阿曼吧？何白白突然收起了刚才那副较弱的模样，望向石离的眼神中带着一丝威胁。可是石离实在是冤枉啊！从记忆来看，似乎这5根受夫没有一个是真的碰过的。何来错失这一说？他还真是担了好色这个罪名，却一点实际的福利都没有享受到啊！委屈，石离觉得非常委屈。你自己都说了是你家的了，还这样看着我做什么？怎么好像何白白也没有嘴上说的那么放心费尔德曼？而费尔德曼似乎非常希望吸引住他的注意。白白，你去问下护士，咱们需要观察到什么时候？我刚一路有点累了，想坐一会。费尔德曼温柔地捧住了何白白的脸庞，一副深爱到死的样子，简直杀风景到不行，看得石离有些生理不适。行，那你坐下休息吧，我去问问护士。何白白愣是醉在了温柔乡中，就被这样拙劣的借口给骗出了病房。病房里只剩下他们2人时，石离只觉得十分尴尬。不得不说，这个费尔德曼是有些油腻在身上的。石离忍不住别开脸望向了窗外，有些担心严森到底被送到了哪里。我不就有3天没有去看你吗？怎么就跟我闹脾气了？床垫一沉，费尔德曼竟然直接单膝压上了病床。石离瞪大了双眼，希望眼前的场景是幻觉，还跟我装，是又在哪里学到的欲擒故纵的小把戏？真是调皮。费尔德曼将石离的举动理解为是在和他玩，直接压低了嗓音，伸手就想去摸石离的脸。石离直接跳下了病床，躲开了这只咸猪手。所以现在的情况到底是费尔德曼婚内出轨了，还是原主婚内出轨了？不是，这剧情和记忆对不上号啊！你神经吧？按辈分你还得喊我声嫂子。石离整个人都要炸了，这白月光怎么没有一点该属于白月光的清高？严森呢？我要去找他。跟眼前的人没什么好说的，他又不是原主，于情于理他都不可能跟眼前的费尔德曼厮混在一起。而且在石离的审美里，他倒是觉得严森比费尔德曼更帅气几分。你是被他给打傻了吗？你什么时候和我弟弟这么恩爱了？要闹脾气也要有限度，只是冷落你几天没有找你而已。这种激将法玩过头了，对我没用。费尔德曼却并没有意识到石离的怒气，反而还以为石离在闹小情绪。毕竟从前石离对他那可是言听计从。费尔德曼当时不会怀疑自己的魅力，别的雄性都费尽心思的讨好雌主，甚至还要和别的雄性竞争。他不一样，他能吊着2个雌性为他争抢，换谁不自信？住嘴！我不管之前我们有过什么，那都是过去式了。现在各自过好各自的日子，不要来我跟前说这种不着调的话。石离沉下了脸，面露不悦。费尔德曼眯了眯眼眸，他突然有些看不懂眼前的石离了。什么不着调的话？那不都是我们曾经互相许诺的情话吗？费尔德曼步步紧逼，他不相信人能一夜之间变化这么大。你我之间吵架闹脾气，我承认与和白白成婚是有比较的成分，谁让他家的爵位比你家高呢？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之间再续情缘，不是吗？这可是你亲口说的话。指骨轻轻蹭过石离娇嫩的脸颊，费尔德曼看得有些出神。他承认比起寡淡的何白白，眼前光是看模样就风情万种的石离更吸引他。我哥哥
有什么好？不过是个不学无术的废物罢了。结婚前就担任不起任何职位，婚后更是只会在家里闹事，甚至连自己的词主都敢打。你现在老是念着他做什么？不如看看眼前的我。然而迎接他的是清脆的巴掌声。费尔德曼一脸震惊地捂住了自己的脸颊，把你的脏手拿开，背着自己的妻主随便勾搭别的雌性，你还真是不要脸。就今天你做的这些事情，我就能把你送进大牢。石离终于忍不了了，只觉得眼前的人恶心。他还以为原主的白月光是个多么圣洁的存在呢，原来只是一个被嫉妒心理控制的疯子。石离用手背擦了擦刚才被费尔德曼蹭过的脸颊，只觉得晦气，直接拉开病房门，却直接撞进了一个结实的胸膛。石离有些疑惑地抬起头，看到了黑格那有些阴沉的脸色，里面的人是谁？这才结婚几天，妻主就打算再娶第6个了。黑格一身军装还没有来得及换下，刚得到消息就急忙地赶了过来，结果刚到病房门口，就听到了病房里面竟然还有别的男人的声音，瞬间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被玩弄了的小丑。他还以为石离有多需要他呢，原来他的妻主是个连住院都不忘沾花惹草的家伙。这一切让黑格莫名的烦躁。你怎么来了？石离还不在状态中，压根没有意识到眼前的黑格已经是生气的状态了。下班了，路过来看看你死透了没？黑格的语气冷冷的，身体却处着不动，一副非要看一看里面那个奸夫是谁的架势。下班了，石离有点懵，伸手打开了终端，发现已经是晚上了，还真是下班了。我竟然睡了那么久。你知道严森被带到哪去了吗？石离一把抓住了黑格的胳膊，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黑格一把扣住了石离的后腰，把他往自己的身上靠了靠，还以为是谁呢？上将好久不见。石离正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屋子里的人，费尔德曼这家伙竟然自己不要脸的打开了门，两人直接中门对狙上了。是啊，大法官，上次见还是在审判星际罪犯的时候吧？黑格皮笑肉不笑的表情让石离有些头皮发麻，总觉得今天出门没看黄历。是的，今天要是有空，不妨小聚一下。费尔德曼自然看出了黑格的不爽，只是压根没有放在眼里。一个毛头小子，仗着血性立了军功才升得这么快，如何能跟他这样的家世背景做比较？更不要说如今两人中间还夹着个石离。大法官难道不需要陪着自己的词主吗？我家词主病了，我得带他回家好好休养，可没有空跟您在外面乱逛。刚才那些话黑格没有听完全，但是多少能听出来点费尔德曼对石离有别的心思。刚才来的时候问医生，医生说可以回家休养，你的好朋友估计对那个医生有什么别的想法，聊得很开心，就让我们先回家。说完黑格就一个弯腰，将石离直接拦腰抱起，只留下费尔德曼独自凌乱，直到看不见两人的背影，才反应过来何白白在医生办公室是想干什么，慌忙的朝着医生办公室跑去。所以严森到底去哪了？他不是故意攻击我。石离话还没说完，整个人就被扔到了副驾上。石离吃痛的揉了揉后腰，刚才这狼崽子可真狠，真扔他呀，他死不了，但是你再念叨他，那就不好说了。黑格简直不爽的要炸掉了，明明是他焦急的赶过来看石离，但是这个木头却总是在念叨另外一个男人，丝毫不管他是怎样着急的赶过来看他的。果然越是主动，越是不值钱吗？越想越气，整个车内都是低气压，吓得石离一句话都不敢说了。毕竟黑格的工作属于军方，对监狱是有管辖权的，说不定现在严森真的被关起来了，要是把黑格给惹毛了，严森可能真的会死。车内没有开灯，黑格无意间瞥了一眼身旁的那个小白团，不禁开始回味刚才石离撞进他胸膛的感觉，雌性真的好软。刚才抱着石离的时候，黑格甚至担心自己带着剪子的双手会不会搓疼石离的皮肤，软得不像样，好像能随便把石离给搓成了圆团子。不用抱了，我可以自己下车。到了家门口，见黑格弯腰探进副驾，伸手要抱他，石离连忙拒绝，不，你用。黑格没有理睬石离的拒绝，直到抱着石离进到卧室时，石离才想起来挣扎，我有手有脚的，不用你一直抱着，你该忙什么就去忙好了，我要去找严森。趁着黑格愣神，石离自己跳上了床，该忙什么忙什么，妻主难道不知道晚上自己的受夫最该忙的是什么事吗？黑格一个用力就将石离完全压倒，居高临下的望着他，明明之前一起相处的时候就知道石离的其他受夫了，甚至他只和严森相处过，两人一直关系还可以，结果现在听到石离说严森就烦躁，石离被闹了个大脸红，一把推上了黑格的胸膛，谁知道这男人跟个铁筷子似的，压根推不动。你别闹，我不是需要休养吗？石离感觉自己的心脏快要自己蹦出来了，这哥们啥车速啊，超速了吧？黑格才不管，好像要吸人一般，狠狠地埋进了石离的颈窝，传来的温热触感直接让石离忍不住叫出了声，完了！石离的脑子里只有这个声音。叮咚，说来也巧，门铃恰巧在这个时候被按响了，你快起来，家里来客人了。石离嘟嘟囔囔地推搡着黑格，黑格这才有些不爽地放开石离，瞧着他那落荒而逃的背影，不满足地舔了舔嘴唇，真是好香的味道。雄性兽人除了超强的战斗力，各项欲望也是超乎普通人类的高，甚至长期不能满足的情况下，还会引发精神力的暴走。再加上雄性精神力本身就有不稳定成分，对于雌性独有的安抚能力就更加渴望了。结果打开门就看到一群穿警服的人处在门口，阵仗之大直接吓到了石离。我没犯法呀。石离捏紧了门把，打算直接关上房门。没有，尊贵的女士，我们是雌性保护协会的工作人员，因为今天上午您的终端检测到您遇到了危险，并且报警了，我们将您送入了医院，后面医院通知我们您醒了，结果我们赶到医院时，医院又说您已经回家了，所以只好冒昧的到您家里打扰您了，还请您不要投诉我们。没有的事。石离谢谢他们都来不及呢，怎么会想投诉他们呢？感谢您的理解，我们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下您现在的情况，以及您对这样攻击
姬您的受俘打算做什么样的处理？还是跟之前那位受俘一样，关到地下监狱里吗？见石离没有怪罪，几人都松了一口气。之前那位，石离的心记忆还有点跟不上脑子，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是啊，您之前的那位受俘白青野，就是因为攻击您，现在已经在地下监狱了。工作人员调出来了终端，将白青野的照片放出来给石离看。好一个斯文败类！在看到这张脸时，石离觉得只有这一个词能形容这个白青野。白净的脸上配着凌厉成熟的五官，看起来应该比他大上好几岁。高挺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框眼镜，斯文又禁欲。那我现在有权利让他们俩都回家吗？我想我们之前应该是有些误会。石离试探地提出了自己的需求。要说受到原主搓磨最久的，那就是白青野了。毕竟白青野是第一个和原主结婚的啊！工作人员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呢。我的上帝啊，您真是个美丽又善良的尊贵雌性啊！现在像您这样这么专情的雌性真是少见。我们2小时内就会把他们送来。听到夸奖，石离的脸越来越红。有5个受俘也能被称之为专情吗？好逆天的世界，送走这一大帮人，石离感觉肚子有些咕咕叫了，好像从来到这个世界开始到现在都没有吃一口东西，真是差点饿死。结果打开冰箱的大门，那才更是要饿死了，满满当当全是各种颜色的营养液，看着那些瓶瓶罐罐，映照出石离懵逼又想死的表情。难道没有什么正经食物能吃的吗？石离感觉自己的声音都有气无力的，好像快死了一样。这难道不算正经食物吗？从房间里出来的黑格有点疑惑，营养液难道不是这个世界上最正经的食物了吗？这怎么能算正经食物？没有蔬菜没有肉吗？天天光喝这些瓶瓶罐罐不会想死吗？石离表示震撼到他了，他不要喝营养液，看着就超级难喝啊！为什么？黑格有点摸不到头脑。随着科技的进步，很多人都选择喝营养液，这东西喝下去味蕾压根不会满足的。作为一个吃货的石离，无法接受每天的食物都是这样毫无饱腹感的液体，有味道啊！这个是草莓味的，这几天见你喝的最多的就是它了，你难道不喜欢？黑格迟疑地从石离的身后伸出手，在冰箱里捞出来了一瓶粉色的液体，放到了石离的手上。石离立马摇头，又把瓶子塞进了冰箱里。又想到过一会还会有2个人来到家里，虽说是从牢里出来的，但是好歹也算是回家了，难道配不上一顿接风宴吗？不喝这些，今天弄点不一样的，有没有卖蔬菜和肉还有调料的地方？石离亮着眼睛转头看向了黑格，白嫩的小手紧紧抓着他胸口处的衣料，有，就是会比较贵。黑格不习惯地别开了脸，耳尖处泛着可疑的红色。黑格总感觉石离好像突然间就变了个人似的，曾经的石离才不会和他贴那么紧，更不会那么好相处，只会让他一直陷入各种被逼迫的处境。像现在这样轻松的说话，黑格从来不敢想。贵，那你可不可以先借我点钱，等我有了工作会还你的。钱不都在你终端里吗？今天被吓傻了，黑格都快要怀疑石离是不是被换人了，没忍住笑了出来。雄性成婚后是没有权利再继续支配财产的，不然雌性无法工作，只能活活饿死。为了防止这种情况，成婚后雄性的资产账户会自动和雌主的终端绑定在一起。石离这才反应过来，打开终端，看着那数不清几位数的数字，差点惊掉下巴。他能猜测出5个受俘所带来的嫁妆以及他们的工资应该不是小数目，但是这么多，属实有些吓人了。所以你到底打算搞什么？黑格识趣的弯腰帮石离在终端上打开了配送界面，宽大的胸膛直接将石离整个人都笼罩在身下。小雌性身上永远是香香的，不同于普通洗发水什么的味道，香得很特别，当然是给岩森还有白青野做接风宴了。小雌性兴奋地盯着眼前的屏幕，手指戳开上面的链接说明，一项一项认真地把需要的物品加进购物车，时不时还会因为努力思考而撅起粉嫩如花苞般的嘴唇。在黑格的眼里，怀里的人简直像一只小仓鼠一样可爱，又小只又软糯，好想一口吞了它。我觉得他俩要是能选，接风宴最好是能把你放餐桌上。如愿看到石离那惊慌失措的小表情，黑格露出了玩味的笑意，别开这种黑色玩笑好吗？石离表示汗颜，他可不想成桌子上的一盘餐。果然是雄性兽人，本性还是凶残的杀戮啊！想到这，石离突然意识到2人的距离似乎有些太近了，下意识地往前走了几步，在终端上确认了订单。黑格的眼神随着石离的脚步看向前去，没了刚才的温柔，小雌性好像并不喜欢跟他亲密接触。传言不是说雌性个个都如狼似虎吗？他的雌主好像过分冷淡了吧？你会做饭？怕不是打算直接毒死他俩吧？不过的确是痛快的死法，比死在牢里要强。见石离真的兴冲冲地奔向厨房，和黑格还是不放心的快步跟了上去。你这说的是什么话？我厨艺可是很好的。说着石离就踮起脚尖夺过来了黑格手中的那瓶营养液，你也不许喝营养液，等着一会一起吃饭，一会给我帮忙，到时候可以提前弄出来点给你先尝尝。小雌性撅着嘴，小小的身躯却试图拿这种软软的强调凶他。黑格没忍住笑了一下，有点被萌到了，但是一想到石离一会做出来的黑暗料理，一会可能要先让他尝尝死活，黑格又笑不出来了。帮忙可以，先尝尝就算了，还是等他们来了再吃吧。黑格突然觉得自己现在一点都不饿了，一顿晚饭而已，不吃也饿不死，这种好东西还是留给那2位前辈吃吧。见黑格拒绝，石离也不生气，他的好手艺还拿不下一只小狼崽吗？真是笑死。食材什么的很快就到了，小机器人都把食材放到了家门口，这种拿菜的体力活自然是黑格代劳。看着一大袋子沉沉的东西被放到了桌子上，石离忍不住兴奋了起来，你去把这个还有这个都给洗了，洗干净放到这些盘子里。石离说干就干，袖子一撸就掏给黑格一大堆绿叶菜，交代他清洗。试想一下，一头狼抱着一堆绿叶菜，真的是脸比菜还要绿。那我现在洗了这些菜，一会开饭了能不吃这些菜吗？黑格表示是真的不爱吃菜，尤其是绿叶菜，这么大人了还挑食吗？石离投过去一个嘲笑的表情，我才不挑食。黑格立马黑了脸，开始冷脸在洗菜池前处理那些讨厌的绿叶菜。小狼崽子炸毛了，石离也适时的闭上嘴，抿唇在案板前处理着生肉，脑子里开始梳理原主跟岩森以及白青野之间的矛盾点。好了，要起锅烧油了，你要不要离远一点？石离见黑格有些欲言又止的样子，好心提醒他，不是，我的意思是
要不还是我来吧。黑格一想到一会热锅内蹦出来的油星要是溅到石梨的手上，那白嫩的小手肯定要被烫出泡来的。你会做饭？石梨护着左手的肉，又护着右手的锅铲，不愿意让黑格碰。黑格很诚实的摇了摇头，那就去外面坐着老实等着。石梨总觉得黑格是个定时炸弹，说不定一会还会突然扑上来把锅给盖上，影响他的发挥，索性赶出去了事。可是黑格在被石梨强硬的推出厨房门时，不免有些懵，这合理吗？让他在外面的沙发上坐着乖乖等着吃饭，而自己的词主则是在厨房里忙碌，这样做确定他不会被雌性保护协会给抓起来吗？可是被关上的厨房门的确是在拒绝他进入。思来想去，黑格还是选择趴在门上偷听一下里面的动静，万一自己的词主真的死在了厨房里，他才是那个有口说不清的倒霉蛋。只是石梨惊慌失措的声音没有听到，饭菜的香味倒是很快飘了出来，好香啊！等到门被再次敲响的时候，是黑格去开的门，还是那些工作人员？大家自然都闻到了香味，眼神有些不自然的往屋内看去，试图找到香味的来源。这香味简直比外面的高级餐厅还要绝，可是这些目光全都被黑格挡在了身前。人送到了就可以走了，词主并未邀请过你们。黑格冷下声音，下达了他的逐客令。本来一想到从今晚开始和小雌性一起相处时还要多2个雄性就烦，难道还要邀请一大群客人围观吗？好的，这是钥匙，要不要打开锁链和制咬器，还是交给他们的词主来决定。本来这东西应该要交到词主手里的，结果黑格在这拦着，几人也不好这么杀风景，只好交由黑格转交。进来吧，他在忙，虽然很不高兴分享，但是人都已经到门口了，总不能干站着吧？我杀了他。白青也还算是淡定，只是脸色不太好。一旁的延森则是一整个暴走起来了，即便手上被捆着锁链，也一个快步就想冲进去宰了石梨，却不想门口的黑格将他猛地拦住。你被灌迷魂药了，你不是从刚结婚的时候就想离婚吗？坏人我来做，他死了你自然能算作是丧偶，也不用承担离婚的惩罚。见黑格拦着自己，延森一脸不可置信，明明黑格刚结婚的时候还一副要死要活的样子，甚至当时的延森还安慰他让他冷静一点，怎么现在黑格反而站在石梨那家伙那边了？你要杀他也挑个我们都不在的时候，你当他的终端是摆设？黑格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下意识的就把延森给拦住了，但是又嘴硬不想表现出自己对石梨很上心的样子，想了想还是拿小雌性的终端当做借口。你在说什么？来客人了为什么不请进来？做了很多菜，咱们2个肯定吃不完。阴郁的氛围中，石梨的小脑袋突然从黑格的身侧钻了出来，忽闪忽闪的大眼睛直接把对面2人给看懵了，不禁开始拿眼前的石梨与记忆中的做对比。之前这小雌性有这么可爱吗？这一钻可不要紧，石梨老后悔了，他还以为是来什么客人了，鬼知道是这2尊大佛被送回来了，他还跟送菜似的把脑袋送得那么近，早知道直接问黑格了，干嘛非得凑这个热闹呀？怎么还锁着？难道不应该给你们把锁都打开再送回来吗？钥匙在这，那边说决定权在你。黑格递过去了钥匙，却不想石梨直接推给了他，你去给他们打开吧，我里面还有个汤，马上就可以关火了。开了锁赶紧进来洗手吃饭吧。石梨又不是傻子，那个延森的表情恨不得把他给吃了，要是他真的离那么近去开锁，估计还真的要担心一下自己的小命了。说着石梨就又飞快的回到厨房去看自己的汤去了。比起这2个人，他此时此刻更关心自己的汤。瞧着石梨纤细的背影，窄窄的腰上挂着围裙的带子，系着有些笨拙的蝴蝶结，3个男人的目光一直循着他，直到厨房的门遮住了背影，只觉得心里什么软软的地方被触碰到了。延森和白青也十分不自然的将坐在沙发上，看着石梨自己一个人一盘接着一盘的把厨房里的菜往桌子上摆。黑格想要帮忙，也被石梨拒绝了，生怕黑格这样粗人会不小心把盘子跌了。石梨索性让3个人全都在沙发上排排坐，乖乖看着他端菜。这是什么新的仿生人技术吗？难道石梨又去追求什么真爱，直接把这个家都扔了？沉默良久的白青也终于说出了今天的第一句话。他进牢里进得早，差不多得在里面待了有快半年，科技发展之快确实也不是没这个可能。白青也说得很认真，瞎说什么呢？难不成你还能在我身上找到充电仓？石梨终于摆好了一桌的菜，正打算解开围裙，就听到白青也来这么一句。石梨有些恼地走到了白青也跟前，有些愤愤地捏住了他的下巴。作为第一个跟我结婚的受夫，我是不是本人，你难道不应该最清楚吗？具体是不是，我还得亲自验一下才知道。白青也说得干脆，做得更干脆，眯了眯镜片下的眼睛，大掌直接就钻入了石梨宽大的衣摆，摸上了纤细的腰身。具体是不是，我还得亲自验一下才知道。白青也说得干脆，但做得更干脆，眯了眯镜片下的眼睛，大掌直接就钻入了石梨宽大的衣摆，摸上了纤细的腰身，激得石梨忍不住尖叫了一声，红着脸往黑格的怀里钻。白青也的兽形态是墨蛇，身上的体温也跟个冷血动物一样，冰的石梨都哆嗦。见石梨这么没有防备的就往黑格的怀里钻，2人都很是不爽。我说怎么转了性，原来是有了新欢。延森的语气有些酸酸的，氛围逐渐僵硬了起来。别说了，菜都要凉了，赶紧上桌吃饭吧。石梨觉得有些尴尬，他的确不太懂跟男生相处，更不要说同时处理那么多男人的关系了。几人看到桌子上那色香味俱全的菜色，不禁都有些吃惊，甚至怀疑这是不是什么新型毒药。毕竟原主是个颜狗，说不定早就厌倦了他们。菜很多，要不黑哥你明天上班的时候带点过去吧，不要每天老是喝那些营养液。美食也是一种精神疗愈。石梨一脸兴奋地夹起一块红烧肉，送到了黑格的嘴边。延森他是不敢动，这家伙动不动就说要杀了他，危险度直接排行第一。至于这个白青也，所谓的青梅竹马少年夫妻，石梨的知觉告诉他，总是眯眯眼的人肯定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更不要说原主还折磨了他那么久，对他的恨意估计不会比延森少，只是这家伙比较会演，估计是个闷骚男。石梨在心里已经把几人的危险程度做了排列，他现在只能去和黑格亲近，去寻求黑格的帮助。可是看这石梨送到嘴边的红烧肉，黑格的内心很是忐忑，这东西真的没毒吗？可是看这小雌性那期待的眼神，扑闪扑闪的大眼睛，而且还是亲自把肉送到他的嘴边了，这是什么高级待遇？你不是不爱吃菜吗？这是肉
肉啊，纯肉啊！石离有些疑惑，忍不住身体又往前探了探，手掌撑在餐桌上，身体前倾，圆领的软糯小黄瓜被胸前的扣子给往下坠了几分，若隐若现的内衣就这样猝不及防地展现在了黑格的眼前，看得黑格猛地向后退了一大步。卧槽，这小雌性在干什么？真喂饭呢还是勾引他呢？燥热逐渐开始蔓延，你们先吃，我去洗个澡，不用等我。黑格就这样落荒而逃了。石离不死心，转头就把筷子递向了白青野，视角转换了一下，白青野瞬间就明白了刚才黑格为什么一副落荒而逃的样子，内心忍不住嗤笑一声，到底还是个小狼崽子，这种事情不把握住，难道还要逃吗？那我吃了。此主今晚会给我进行精神安抚吗？白青也没有躲，反而开始跟石离提条件。可是在石离的视角，精神安抚不就是他给严森做过的理毛线团吗？很容易的事情，只是做完之后他会有些疲惫而已，这有什么难的？当然可以。石离回答的十分干脆。这下轮到白青也有些懵了，在他进牢里之前，石离是非常不屑于给他的受夫做精神安抚的，甚至所有的雌性都不喜欢给自己的受夫做精神安抚，非常消耗身体不说，还有可能身体吃不消。真的？白青也再次确认，真的。这有什么？石离更摸不到头脑了，好像除了需要他多睡一段时间，也不需要他做什么额外的付出吧。白青也干脆地吞下了那块红烧肉，被味道惊艳之余，眼神中更是磨灭不掉的侵略感，好像此时虽然穿得严严实实的石离，在他的目光下已经不着寸缕一般，看得石离浑身不自在。很好吃，比天骄院的厨子做的还要好吃10000倍。想不该想的东西是一回事，但是这菜真的好吃也是不容忽视的。听到白青野的答复，严森更是嗤之以鼻，一个两个都在这跪舔，他就不信石离能会做菜。想完，严森直接夹起了一块鸡肉，肉质鲜嫩，汁水充裕，外皮却酥脆上头。严森愣愣地看向了石离，可是夸奖的话就是怎么都说不出口。好了，能干的小孩要有奖励，我喂你吃吧。听白青野这么说，石离总感觉刚才白青野还冰凉的身体突然开始热了起来，难道蛇还可以自己调节温度吗？还没等石离拒绝，白青野就已经夹了块肉送到了石离的嘴边，香喷喷的。石离感觉自己的肚子已经开始咕咕叫了，刚才忙了那么久都还没来得及吃一口，他是真的有点馋了。于是两人就这样诡异的达成了一种共识，谁都没有去提之前的恩怨。石离就这样一口一口的被白青野给喂饱了，甚至最后白青野还不忘给石离盛了一碗汤喂进去。从小到大，石离就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身前是美味的佳肴，身后是男人结实有弹性的肌肉，什么神仙日子啊！更别提还有人喂他吃了全程的饭。再次跟白青野对视上的时候，石离不免红了脸，这人现在看着好温柔啊。他承认刚才是自己好脏，看什么都脏，这分明是个超会照顾人的男妈妈呀。你真好，你还喂我吃饭，从来没有人喂我吃过饭。看着石离这真诚的眼神，反倒是白青野对自己那有些不清白的想法有些惭愧，不应该呀，小雌性都是被捧着长大的。但是白青野并没有信石离说的话，石离一噎，转头拒绝继续聊下去，伸手拿了张餐巾纸擦了擦嘴，就打算收拾盘子进厨房了。严森也吃得很快，见石离主动开始收拾东西，更像是见了鬼一般。会做饭就算了，又懒又喜怒无常的石离怎么会主动去干家务？算了吧，这么重的东西一会全砸了可就完了。严森不光嘴上说着，手里的动作也很迅速。这时白青野歪头盯着石离，那我们回房间做精神安抚吧，是你先洗还是我先洗？精神安抚还需要洗澡吗？石离有点没反应过来，之前他给严森做安抚的时候也没洗澡啊，甚至当时两人的状态都很糟糕，一个一身血，一个因为赶路非常凌乱，不洗也行。白青野挑了下眉，一个用力就将石离单手抱了起来，正要往卧室的方向去，却在进门前犹豫了一下，也就是趁着这一个犹豫，被从卫生间出来的黑格给拦住了。喂，也不能这样哄骗人家小雌性吧？黑格挡在了卧室门前，不肯让白青野带着石离进去。我怎么哄骗了？这是我吃完饭的奖励，他自己答应的。白青野不肯退让，原本也没有那么想进石离的卧室的，结果现在又黑格这么一拦着，他今天晚上还非要进去不可。都是男人，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真觉得石离知道你想干的究竟是什么吗？石离有点猛地夹在两个男人中间，黑格的表情非常不友好，姿势也是难得的强势，试图伸手将他从白青野的怀里抱出去，但是两个人说话又好像是在打哑谜一样，让石离听不懂。这关你什么事？怎么才结婚几天啊？你这颗不值钱的心就被他给收买了？白青野嘴上怼着，手也不忘多用几分力气，大战一触即发。眨眼间，黑格已经握住了白青野的胳膊，试图动用武力将石离救下来。石离感觉自己坐在白青野的胳膊上有些摇摇欲坠，不是，这有什么好抢的？一人一天不就好了？石离能感受到白青野胳膊上长出的鳞片，有些硌到他的大腿，而黑格相处下来，完完全全还是人类的形态。如果说精神失海混乱会让兽人进入兽化状态，那么现在比较紧急的应该是白青野和严森才对。一人一天，你想的倒是很好啊，就是我估计以你这小身板，遭不住。刚才还在收拾厨房的严森突然就闪现过来了，石离也想不明白一个人怎么能刷碗刷得这么快，果然潜力都是需要靠激发的吗？我给你做完精神抚慰之后，不也只是睡到晚上而已吗？感觉也没有很难，甚至一天都能做2个。石离有些得意，听这些兽人的语气，似乎做精神抚慰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看来那个跑路的系统也不是完全的废物，给他留下了一个相当有用的技能，是你给我做的精神安抚。听到这话，严森非常的震惊，忍不住一把握住了石离的手腕。他还以为是自己运气好，即便是半兽化的形态，情绪波动过后也能靠自己稳定住情绪，才没有干真的把此主杀死的傻事。原来精
竟然是石离给他在那个危急时刻做了精神安抚。严森简直不敢相信，一直高傲的石离会愿意屈尊降贵，用自己的身体给他们这些受俘做安抚。因为精神安抚是一件又费体力又费精神力的事情，即便有些词主为了省事只进行身体的安抚，那以雌性较弱的身板也是一件很不容易消化的体力劳动。更不要说石离的那一次安抚，竟然能把他从即将完全兽化的暴走状态给拉回半兽人的状态，并且逐渐朝着兽人的人形发展。这样的安抚能力，他们这个星球甚至整个星际联邦都不一定能找出来几个。什么？你给他做了精神安抚？这下轮到黑格震惊了，火力直接从白青野的身上转移到严森身上了。你竟然先给他做了精神安抚？白青野的火力也转移到了严森的身上。我是你第一个受俘，你第一次不应该是和我吗？你怎么能先给他做精神安抚？原本还卡着斯文面具的白青野，在这一刻终于是绷不住了。什么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那都是假的，只是这一场闹剧从头到尾只有他一个人认真了而已。可是即便实力不喜欢他，还是娶了他，成为了他的词主。当时白青野只觉得能结婚就好，最起码有个名分，别的事情都可以再慢慢培养。现在看来，什么慢慢培养都是哄傻子的屁话。什么时候有的这样的规矩？这东西不是谁有本事就是谁的吗？真当小雌性是什么货色都收的？黑哥不乐意了。那要是这么说，他作为目前实力最后一个受俘，岂不是什么都要等到最后一个？在雌性稀少的如今，能被指婚给雌性的受俘又有几个是等闲之辈？他凭什么要处处矮这些前辈们一头？分明就是他们没本事拿捏住词主的心，还要让他等着不成？擦嚓，很清脆的一声，好像有什么东西裂了。石离顺着声音望去，捂住了自己的嘴巴。他看到了什么？白青野刚才打算开卧室门的手，竟然将门把手给捏碎了，并且连带着门旁边的墙也出现了裂纹。见白青野发力了，黑格也不甘示弱，伸手也捶到了墙上。怎么不就比力气？他黑格有的是力气。见两个雄性都莫名其妙的开始展示自己的力气了，即便严森觉得这有些傻，但是争强好胜的天性也让他加入了比赛。轰的一声，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房子终于不堪重负，吊顶吊在了几人站着的位置。得亏石离此时是被白青野抱着躲开的，要是以他自己的本事，大概率躲不开这么个袭击。隔壁又吵起来了，隔壁别墅内的何白白与受俘费尔德曼正在你侬我侬，被这么大的动静直接扰了兴致。何白白不禁有些烦躁，怎么隔壁总是闹事来打扰他的正常生活？可能毛头小子太多了，血气方刚，为了词主打一架也很正常。费尔德曼则没有很在意，他正在兴头上，等着何白白好不容易的一次安抚呢，怎么能因为这点小事就被打断呢？真是搞不懂石离这个傻子，要那么多受俘干什么？而何白白是真的没了兴致。说实在的，看到石离那5个各有千秋的受俘，有时何白白也会有些羡慕。谁不喜欢美男环绕，还不重样？现在倒好了，难受的人变成他自己了，那也不能这样扰民吧？住在他隔壁还真是倒霉。何白白有些烦躁地推开了正要凑近的费尔德曼，搞得费尔德曼也不得不强行进入了贤者模式。那咱们休息吧，明天还要出去旅行。见何白白没有继续精神安抚的意思，费尔德曼也兴致全无，搂着何白白就打算睡觉。结果门铃却在这个时候被摁响了，从终端看去，是石离那张稚嫩的脸以及周围其他3个男人的胳膊，视觉效果炸裂。要不是何白白拦着，费尔德曼真想直接把这几个人给关在外面，坏了他的好事不说，还打扰到家里来了。那个白白，我家塌了，保修那边说得明天才能动工，能让我们在你家借宿一宿吗？石离不好意思的脸红了起来，裹紧了身上的被子。原本他是打算在已经破了的家里凑合一夜的，但是转念一想，他不上班可以凑合，黑哥可是要上班的呀，不休息好怎么能集中精神上班？而且2个半兽人也正是脆弱的状态，现在抓紧找个安全舒适的地方，给2人做精神安抚才是最重要的。只能硬着头皮去敲了何白白的门。何白白与费尔德曼各怀鬼胎的对视了一眼，最终费尔德曼下床去开门让几人进来，几人倒也没有打算太麻烦他们，都是自带了被子枕头。太谢谢了，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就在这个客厅凑合一晚就行了。石离非常小心的跟费尔德曼保持距离，他不清楚原主跟费尔德曼到底有过什么样的过往，才让费尔德曼即便是当着他3个受俘的面也要跟他黏在一起。但是石离很清楚，如果这个事实不保持距离，事情只会更糟糕。这没有什么，枕头我帮你拿着吧，客房还有很多，一人一间也不是问题，我带你们去。费尔德曼装作看不到石离的疏远，伸手就抢下来了石离的专用小枕头。一旁的黑格毫不客气地扣下了那个小枕头，不用麻烦客房，我们在客厅就好，正好大家都在一块，互相看着也更安全，省得有些人心术不正。只是黑格并没有将费尔德曼划入竞争对手的范畴，毕竟还没有哪个受俘敢这么大胆，不忠于自己的词主。黑格的主要矛盾还是在严森和白青野的身上，这2人可是跟他一样，实打实拥有正规名分的，那怎么能？你们这帮臭男人睡沙发就睡了，我家李李可必须得睡床。正尴尬着，何白白也从卧室里走了出来，那穿着直接让3人都别开了眼，石离直接眼睛都看直了，蕾丝吊带，春光无限，看来好像是耽误你跟受俘干大事了。只是这样美丽的身体，石离也忍不住咽了口水。他也爱看美女啊，而且看起来很好摸的样子。客房的床铺都太粗糙了，李李你跟我睡吧，咱们姐妹俩也好久没有聊聊天了。何白白并没有在意这些人的眼神，反而朝着石离的胳膊就是一贴，直接给石离贴麻了。好软，当然可不可以？还没等石离答应，黑格就拉住了石离的胳膊。李李啊，你的受俘们可真是对你上心啊。见黑格这样霸道，何白白自然不高兴，他才没什么兴趣让石离跟他睡一张床呢，他只是不想石离的这几个受俘这么围着石离。我可真是羡慕，听说上将还在继续工作，真是不容易，又上班又要照顾家里，要是我也能有一个这样的受俘，那就太好了。何白白说着就往黑格的方向凑了过去，那2个半兽化的，何白白不敢招惹，生怕人家一个暴走就解决了他的性命。其实一般家里出现半兽化的受俘，词主都会选择送到地下监狱永久监禁，毕竟半兽化目前是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恢复的。不知道石离怎么脑子短路了，非要把2个半兽化的受俘留在身边，真不怕哪天一个暴走小命呜呼。而黑格则是直接躲到了石离
的身后，避开了和白白的进一步身体接触。这点小九九石离当然都看在眼里，但是在看到黑格这样有妇德，也不免有些欣慰。此主愿意让我去上班实现自我价值，即便是躲开了，黑格还不忘讽刺和白白一句：也是，那黎黎还是最宠你了，剩下2位，我看黎黎也没有让他们出去继续工作的意思。和白白不吃这套，他就是看石离跟这几个受夫现在关系有些缓和，非常不爽。分明之前石离和受夫关系不好的时候，经常找他诉苦，和白白都可以趁机在石离受夫的众多陪嫁库中挑选宝贝。现在石离不找他了，好多奇珍异宝他都没有渠道得到了。你看我这脑子，半兽人压根是没有机会出现在公共场合的，都成这样了，又怎么能工作呢？黎黎能收留他们在家，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和白白笑得有些得意，甚至已经开始期待这3个男人掐起来的模样了。我哪有这个意思？石离一脸震惊地看着和白白，说好的好闺蜜呢？谁家闺蜜这么看不得对方好？我没有这个意思。严森，你和白青爷我都会尽力给你们做精神安抚，等你们脱离半兽人形态的时候，我也会让你们选择是出去工作还是在家里待着的，我不会一直把你们关在家里的。不要听白白跟你们说的玩笑话。石离真的害怕这2人把和白白的话信以为真，连忙解释，一脸的真诚，所以精神安抚只有他俩的事情，没有我的份。小雌性你这么偏心呢？这边还没有给反应，黑格就已经开始上头了，忍不住开始阴阳怪气起来。没有，只是你没有他们那么严重而已，有时间的话大家我是都会照顾到的。石离求生欲极强，恨不得自己有3只手，1只手拉住一个人，精神安抚我都会做的。石离感觉自己都要结巴了，这个和白白果然不能小觑，一句话就搞得他们这些人乱成一锅粥。所以呢，今晚给谁做安抚？黑格才不管那些，谁先吃到嘴里才是谁的。石离被黑格往他的方向拉了一下，一个踉跄栽进了宽厚的胸肌之中。怎么办？石离表示有点晕奶，虽然有些粗鲁，但是黑格说的也有道理，你总没有本事一晚上3个吧？严森带着调侃的意味，双手抱臂，好奇石离的选择。如果石离今晚选了别人，那他还真不介意找个合适的时机，半夜把石离偷走，找个地方掐死，反正早晚都得死在他手里，不然都对不起他受的折磨。黑格，你现在情况还好，还是白青野的情况更严重一点？今天晚上还是他先吧。趴在黑格怀里却说别的男人的名字，的确让石离有些心虚，但是他是拿定主意要好好补偿这些受夫的，一定要将这种半兽化的状态改变。只是严森这家伙，他暂时还不敢招惹，给严森做精神安抚，还是等有第3人在场的时候再进行吧。他可不想那么早就嘎掉。你这家伙，黑格欲言又止，本能让他想独占石离，可是石离自己的选择又让他不得不听从，不然就这样一个违逆的罪名，都足以让石离去雌性保护协会告他一状，完全可以让他失去好不容易才恢复的工作。只是结婚前，他已经做了精神力测试，精神力的高强度使用以及平时高强度的身体开发，他的精神力暴动程度已经贴近红线了。这也是他为什么会同意结婚的原因，他不想自己变成一个暴虐的疯子。痛！石离感到自己被黑格捏住的胳膊猛地一疼，忍不住轻哼了一声。黑格这才反应过来，他的身体正下意识地占有石离，试图用武力将石离牢牢控制住。对不起，我没有别的意思。战场上开着机甲杀敌4方的上将，此时面对娇小的雌性，露出了自己无措的一面。黑格这才意识到雌雄之间身体的差异巨大，他明明也没有用多大的力气，那看来今天只能麻烦和小姐借我们一间客房了。白青也有些不悦地皱了下眉，伸手从黑格怀里揽过来，态度强硬到黑格压根没有回还的机会，与白青也卡着眼镜一副斯文的模样大相径庭。黑格这才意识到，以小雌性的容貌和贵族家世，石离的受夫都不可能是什么普通人，光是相处过的严森都已经是他们星球的王子，其他3个受夫难道能比严森的身份差很多吗？甚至黑格都在脑补自己是不是石离受夫中最没用的那个。房间很多，随便挑，无所谓，只一个，别拆我的家，不然就算是黎黎的面子也不好使。何白白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来的，结果不光没看到这帮受夫对石离的厌恶，反而看到这帮人各种抢，真的是让人心烦的场面。一旁的费尔德曼脸色也不好，他真的以为石离跟这些受夫是已经各过各的决裂状态，因为这是之前石离亲口跟他说的，结果现在这状态，这叫决裂？谁家决裂后还这么腻歪，甚至还说出什么一晚上3个这种虎狼之词。白青也没有多说废话，顺着和白白指的方向，直接把石离公主抱起来，朝着其中一个房间走去。感受着怀中小雌性那一点点重量，白青也不自觉的又松了几分力气，生怕弄疼她。为什么选我？我这样不吓人吗？把石离放到床上后，白青也忍不住问出了自己的疑问。好像这几个受夫，只有他是所谓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要不是家里长辈极力撮合，大概率石离是不会跟他这种无趣的人结婚的。白青也扯开了自己的领口，露出了里面几块肌肤上长出的墨色鳞片，伸手撑在石离身体两边，罩住了他。小雌性仰视着他，一双大眼睛看着好不可怜，总是让人忍不住产生欺负他的想法。你除了比较凉之外，其实也没那么吓人。只是面对一个受夫的话，石离还是放松了很多，伸手轻轻抚摸着那触感特别的鳞片，简直不敢想要是大夏天抱着白青也睡觉的有多凉快。只是面对一个受夫的话，石离还是放松了很多，伸手轻轻抚摸着那触感特别的鳞片，简直不敢想要是大夏天抱着白青也睡觉的有多凉快，而且又不是长在脸上，我有什么好怕的？对于颜值及正义理念者石离来说，脸帅就行，至于为什么选你很重要吗？我并不觉得我当时有别的选择。石离把问题又丢了回去，不是还有他们
俩吗？你之前说最讨厌我了，说要不是长辈们的情谊，你根本不可能和我这样满脑子只想着做实验的无趣家伙结婚。你之前说我简直是你见到过最恶心的兽人，你说你很讨厌蛇，我要是晚上不小心兽性大发，直接完全兽化变成一条蛇怎么办？白青也轻轻用食指勾起了石离的下巴，他嗅到了小雌性身上那独有的香气，那么的诱人可口，好想完完整整的吃掉它。黑格暂时正常，严森的话，我怕他杀了我。石离倒也没有撒谎，眼前的白青也和原主应该也算得上老夫老妻的关系了，以两人之间互相了解的程度，他应该也瞒不住什么，倒不如说真话。而且我觉得你不会杀我。石离的笃定让白青也忍不住自嘲的笑了笑，天真，我比他们多活的这几年可不是白活的，我才不会像严森那么幼稚，用这么蠢笨的方法杀掉你。我会把你关起来，拿你做实验，在你身上注射我自己都不清楚药效的各种药剂，让你生不如死。冰冷的体温配上冰冷的语气，让石离仿佛坠入冰窖。他怎么觉得进贼船了？那等你完全恢复好了，就再回实验室上班怎么样？我等你研发出来你说的那种药剂。白青也直接愣住了，有些不敢相信的看着石离。之前也是石离不让他继续工作的，甚至很多雌性都不愿意让自己的受夫出去工作，尤其是这种对自己有威胁的工作。你不是不喜欢我出去工作吗？你到底是谁？白青也伸手扣住了石离的腰，有些试探的意味。我突然醒悟了，不行吗？黑格的工作也在，我觉得他出去工作挺好的，不愧是第一任，相处的时间够长，能发现一些端倪。石离非常心虚的垂下了眼眸，他是真觉得一帮男人成天没事干，全都被关在家里，不出问题也要被关出问题了。你会有这种觉悟？不怕我回了实验室第一个拿毒液搞你？白青也说得认真，好像他已经等这一天等很久了。你不怕家人被连累吗？石离有些被吓到了，瑟缩着往后退，却被白青也一把抓住脚踝扯了回来。不是都被你们家杀掉了吗？你是真跟我装傻还是真忘了？白青也用力的把石离往自己身前带，低头又见石离那副蔫蔫的可怜样，只能深吸一口气，低头压住了石离。不说这些没用的了，我需要摆脱这副样子，开始安抚吧。其实白青也很紧张，这还是第一次有雌性愿意给他做精神安抚，甚至曾经的石离也是不愿意的。可是该如何做，他也一无所知，甚至每个雌性的精神安抚都不一定一样，因为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出现任何相关资料和教程，似乎这一套流程只流传在各个雌性之间，兽夫们也只有经历过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此时的白青也在等待石离的动作，脑海中闪过了无数种画面。一般做安抚都会选择在卧室这种私密的地方，这很难不让雄性们浮想联翩。可是预计的亲密动作都没有，石离只是慢慢的把他抱住，两人就陷入了沉睡中，躺在这柔软的床上。比起严森，白青也的更加混乱，而且精神丝似乎还具有了攻击性。石离每触碰一根，手指都会传来针刺般的痛感，但是手指上却看不到任何伤口，只是梳理了几根，石离就忍不住跌坐在尸海中喘息，手臂酸痛的不行，眼皮重的要打架了，又困又疼。可是看着那一大团混乱，石离又不得不咬牙继续，最后也不知道是累晕的还是疼晕的了。石离只知道自己在醒来的时候，人又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石离试探性的活动了一下，得到的是胳膊的酸痛。你醒了。守在床旁的是黑格，见石离有了动作，立马凑近查看石离的情况，还顺手摁铃喊了医生。这次又睡了多久？石离能预想到给雄性做精神安抚会消耗本身的体力，但是他没有想到给白青也做安抚会消耗他这么多。已经1天1夜了，我们都吓死了。黑格的眼眶都是红的，里面肉眼可见的血丝与疲惫。他们几个第二天一早就想回自己家的，结果左等右等都等不到两人出卧室，甚至何白白都招呼他们吃早饭了，但是吃过昨天石离亲手做的美味，也没人想喝那些营养液。最后还是黑格破门而入，才发现两人双双躺倒在床上不省人事，喊都喊不醒。现在感觉怎么样？黑格一直只是想跟石离离婚而已，没有到石离其他受夫那种必须让石离死的地步。但是在那一刻，黑格真的害怕石离再也醒不过来。没啥，就是感觉没啥力气。白青野呢？见是单人病房，石离不免有些担心，白青野可没有伤害他的意思，总不会又因为这个事被那什么保护协会给关起来了吧？那岂不是白费这次的精神安抚？还想着他呢，在隔壁病房呢。一听石离开口又是别的男人的名字，黑格觉得这日子真憋屈，也不关心他这个守在这里的，怎么还去管别的男人？他难道不值得关心？要醋了？石离也没有想到年轻的少将也会有吃醋的时候，他还以为这种成功人士都比较情绪平淡呢。想到这，石离忍不住笑了起来，好像感觉跟这些陌生的受夫们拉近了些距离。什么吃醋？我是让你注意身体，省得因为你老是住院，让我被迫丢工作回来照顾你。黑格别扭的别开了脸，耳尖却是红透了。我主要是关心他安抚后的情况，毕竟我也想对比一下他和严森的区别，以后也好总结经验给你做安抚啊。石离当然不会因为他的别扭而赌气，伸手摸了摸他的下巴，想让他放松一下精神。那我不知道，你别乱摸，反正还没醒，但是医生说你俩啥都是好好的，就是不醒而已。黑格觉得下巴酥酥麻麻的，没有任何威慑力的让石离收手。那你带我去看看吧。石离也有些后怕，一次都难受成这样，要是效果甚微，石离甚至要觉得这是对他的刑罚了。他也是人，也怕疼的。不行，你先管好自己，医生马上来给你做检查。他皮糙肉厚的死不了。黑格强势的又把石离摁回了床上，命令般的语气让石离老实待着。咕噜噜，肚子叫的声音就这样不合时宜的传到了两人的耳朵中。石离不好意思的红透了脸，睡1天了，确实是有点饿哈，在医院也只能喝营养液吗？我不想喝。石离有些可怜巴巴的望着黑格，我去做点给你吃。黑格也只好无奈的答应自己动手做了，因为医院也只有营养液啊，那些入口的食物吸收哪里有营养液好？可是石离这人就是怪得很，黑格搞不懂为什么他那么偏爱那些不是那么容易吸收且尽是麻烦的食物，但是又不敢自己把石离留在这出去买，生怕这家伙自己又去折腾些什么鬼点子。单独病房是有配备基本的生活环境的，基本上跟在家里差不多，厨房也有，只是更简易一点。黑格咬了咬牙，你在床上躺好，我去弄好给你端来，别下地乱跑。一番嘱咐后，看着石离乖
乖巧点头。黑格这才点了食材，急速送达往隔壁厨房走去。只是看着那些东西，黑格又犯难了。没有多少人还愿意做饭，所以厨具没有其他那些仪器有什么语音智能操作，简直是落后的可怕。对着眼前这些铁疙瘩琢磨半天，黑格只能凭借昨天看石梨做饭那会的记忆，试图复原石梨做的菜。思来想去，只有那个汤还有个青菜能复刻一下。那些肉，黑格生怕自己弄不熟再给小雌性吃坏肚子，最起码青菜就算是生的也能吃。只听厨房一阵噼里啪啦，跟有2个人在里面豁没有什么区别，把正看天空发呆的石梨给吓了一跳。你没事吧，老天奶？石梨第一次见有人做饭能做出这么个动静。没事，你别管。黑格正在厨房与厨具做激烈斗争，没多大会，黑格就端着个托盘出来了。你尝一尝。黑格有些期待地放出来了床桌板，用勺子把煮的汤吹凉，送到了石梨的嘴边。这时石梨才看到黑格的手指上有一些细小的划痕。你这些划痕是怎么来的？石梨忍不住伸手抓住了黑格的手腕，仔细看去，倒也不像是菜刀。你该不会拿那个水果刀切的菜吧？这么细小的划痕，菜刀肯定划不出来。石梨在看向黑格的眼神中多了几分哭笑不得。不都是刀吗？能把东西搞碎不就行了？黑格倒是没有在意这些划痕，这种小伤比起平时的训练根本不算什么，他只是有些不爽石梨眼里的那几分嘲笑意味。一向优秀的黑格第一次体会到了被人全方面碾压的感觉。当然不能一样，但是其实也差不多，只是菜刀配上案板更顺手。水果刀你不觉得太小了吗？石梨笑着擒住了勺子，把勺子里的汤一饮而尽，表情瞬间变得古怪起来。但是想到这是黑格第一次下厨做饭，石梨还是强装淡定，管理住了自己的表情。还不错，你很有天分吗？碗给我自己喝就好。石梨露出了小脸，小酒窝淡淡的挂在脸颊上，好不可爱。是吗？我还有这种天赋？一听到夸奖，黑格大喜过望。他还以最开始石梨的表情是觉得他做的汤很难喝的意思，忍不住激动的直接用碗喝了一口，结果给他的味蕾来了波大的刺激。黑格直接把汤吐到了垃圾桶里。我的天，你怎么喝下去的？黑格欲哭无泪，这汤呛人不说，甚至还有点奇怪的味道，反正就是怎么都不对味。明明他放的东西都是昨天石梨放过的呀，难道这些调料还有先后顺序的要求？其实还好，是你一口喝得多，可能是胡椒粉放多了，再加上你把白糖当成盐给放错了。石梨有些哭笑不得，伸手摸了摸黑格垂下去的脑袋，太失败了，这个你不能喝，我去倒掉。黑格被顺了毛，但是还是觉得对不起石梨，让石梨喝到了这么奇怪的东西，端着碗就要往垃圾桶倒，被石梨眼疾手快的拦住了。别啊，某人第一次下厨，我当然要捧捧场，不喝多，这一碗我要喝完。石梨噙着笑意夺过来了碗，也没用勺子，倒是像喝中药一般，捏着鼻子直接灌了下去，因为真的难喝呀。但是石梨懂这种第一次做饭之后的激动，他必须要给足黑格面子，而且好感度要刷呀，这一个两个都想弄死他，他只能先从黑格这个好攻略的下手，找个能保护他的人啊。看到石梨在自己跟前咳嗽，黑格忍不住捧住他的脸，你是脑袋坏了吗？怎么变化那么大？你是真的石梨吗？黑格说的认真，给石梨说的都心虚了，可是脸被这样捧着，让他没有任何办法移开视线。黑格炙热的目光仿佛烧到了石梨的灵魂，你知道吗？从来没有人这么夸过我，我的长官，我的父母亲人都没有，好像我无论再怎么做都是不够完美的。等你好了教我做饭吧，教我做你喜欢吃的。黑格轻轻地用额头抵住了石梨的额头，虔诚地闭上了眼。啧，好像我来的不是时候。阴阳怪气的声音伴随着门被打开的声音响起，两人连忙分开。石梨有些不好意思地扭头看向了窗外，黑格则是欲盖弥彰地咳了一下，你来干什么？白青也醒了。黑格有些不爽地瞥了一眼门口的严森，这家伙还真是来的不是时候。黑格都有些怀疑他是不是在门外偷听好久了，掐着点进来的。切，都成年人还在我面前欲盖弥彰吗？他醒不醒关你什么事？不都说兄弟吗？你兄弟病床上躺着，你在这撩妹。严森语气中非常不屑，不爽到了极点，真想把黑格约出去打一架，我也就跟你论兄弟。我之前又没见过白青野，你不是在这站得好好的，被严森这么一说，黑格坐不住了，这都哪跟哪？他嫁进来的时候白青野早在牢里蹲着了，两人压根没打过照面，他就跟小雌性贴一下又不会怎么样，怎么搞得好像他是干了什么偷鸡摸狗的事似的？要搞就搞，最讨厌你们这种腻腻歪歪，直接来2盒上就完了，别来那套恶心人。见黑格竟然对了自己，严森更来气了，他一想刚才那个场景他就来气，两人干啥呢？贴那么近，什么2盒？2盒你看不起谁呢？黑格也彻底炸了，严森一定是在内涵他不行，什么2盒？这能够吗？石梨表示有点听不懂这两人在说什么。对，就说你了，怎么了？严森气不过，直接不走了，迈进病房，一副两人要在病房里干架的意思。好了，真把医院给拆了，咱家赔得起吗？黑格的战斗力石梨不清楚，但是严森的破坏力他还没有见识过吗？拆医院不好说，保不准他还会被误伤再住2天院呢。装疯卖傻，也不知道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别说算上琼安的嫁妆了，光是我的都够你买个小星球自己住了。一说起钱来，小龙好像就有无穷的自信。身为皇子，出嫁的陪嫁自然丰厚，而严森口中说的琼安，石梨也对接上了记忆，是他的第3个受夫，比严森还要早一些，是海蓝星人鱼族的小王子。2个王子的嫁妆的确是够石梨一个人躺平1万辈子，只可惜琼安因为和原主实在无法相处，在被逼疯前，被海蓝星以给人鱼王后过生日为借口接回去住了。结果这一走就是好几个月，原主都又娶俩了，他还没有回来。想到这些，石梨就头皮发麻，原主造的孽还是多的还不完啊！走，去看白青野去，不许吵，不然我就跟那个不吵架的离婚，跟吵架的那个锁死一辈子。石梨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只好拿出了威胁大法，提起离婚的处罚，和石梨锁死一辈子，简直是更可怕的存在。严森立马就老实了，冷哼一声，自顾自地走在了前面，但是还不忘进门后给后面来的石梨留门。见白青野坐在病床上，脸色还不错的样子，石梨就放心了。只是白青野在看到石梨又是被黑格抱着进来的时候，黑了脸。你是没长腿吗，亲爱的？白青野语气温柔，笑容和善，岁月静好的看着
着自己的病历，但是石离被他盯得不寒而栗。原主不怕这款，准确来说，这种环境成长下，原主什么款的男人都不会怕，但是石离不一样，他老出这种款了，因为白青也总是给他一种教导主任的既视感，简直让人汗毛直立。给你安抚完，我浑身都没力气，得亏是有黑格，不然我都不能来看你。石离表示委屈，他虽然能走路，但是很容易觉得累也是真的。结果这个白青也在意的点，竟然是他让黑格抱着，而不是他现在的身体情况。想到这，石离忍不住搂住了黑格的脖颈，更加亲密了几分。人家黑格见我醒了都知道先问我的情况，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表面平静的白青也实际上已经悄悄地攥紧了手里的病历，心烦地深吸了一口气。但是病历上自己的身体状态的确比之前好了太多，甚至精神平定都从原本逼近完全兽化的 S 级危险程度降到了 A 级。虽然只是降低了1级，但是他好像是整个星际的第一例，一般到这种程度只能孤独地在地下监狱痛苦地等待完全兽化，然后被处死。当时石离能把他放回来就已经够让他震惊了，现在只是一次安抚就到了这种程度，实在是让他忍不住觉得石离就是个活的宝贝。看你精神气很足的样子，可不像是有事。白青也挑眉，我有事？我怎么没事？给你做安抚都疼死了，延森都没有那么难弄。石离气得撅起嘴，那你好好休息，不要再继续给我做安抚了。我现在这个状态，再加上不工作，大概在我死之前都不会完全兽化，以后也不要随便来医院。现在咱们马上出院回家。见石离不肯看他，白青也以为石离生他的气，也就不再说那些有的没的。现在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两人的病历和检查结果，他已经联系了医院里他之前的同事朋友帮忙扣住，这2份病历不能入终端档案。为啥？不光石离有点懵，延森和黑格也有点没有反应过来，忍不住异口同声地问了出来。回答他们的只有白青也一副看傻子的表情。要说石离不知道就算了，一个刚成年没多久的小姑娘指望他知道什么？怎么这2个家伙也不知道？傻子，回家说。面对无语的白青也，4人在车上的时候愣是一句话都没有说一句。白青也是不想说话，一直在副驾闭目养神，其他3人是不敢说话。匆匆回到终端重新分配的房子中，白青也才和缓了语气，我的精神评定现在只有1级了，如果被联邦知道了，估计石离会被抓去做实验的吧？啊，可是如果真的去联邦，我也可以帮助更多雄性啊，半兽化其实也很难受的吧？石离一下子就想到了雄性难受的样子，总是有些于心不忍。你是真傻子吗？这下就连一向看石离不爽的延森都忍不住开口了，就算是单让你去给别的雄性做安抚，那也肯定都是即将兽化非常危险的雄性，你给白青也这样意识清楚，还能配合你的半兽人做安抚，都昏睡了1天1夜，给那些呢？而且也未必是抓你去给人做安抚。延森从小就生活在人心复杂的皇室，母亲的受夫之间的各种手段他也是见过，各个星球之间为了利益的交易与斗争，联邦为了平衡各方势力对其他势力的打压，那些手段可不算干净。延森每想到这些都觉得窒息，真的不想再回到那样的环境内。大概率是人体实验，有一个这样的雌性，联邦肯定想量产。黑格说的更加现实，因为他在军方的确听到过长官有讨论过精神安抚什么时候可以由仪器来做，因为雌性的身体太过娇弱，军人又是精神力失控的高发人群，根本扛不住，真是想象都头大了。石离哪里能想到那么多，他刚到这个世界，真的以为雌性的地位就高不可攀呢，怎么可能想到还会有人想害自己，吓得脸都白了。见小雌性一副被吓到的样子，3人互相使了眼色，都默契的不再继续这个话题了。那今天要不就只给黑格做安抚吧，他也没有兽化，应该会非常容易。但是石离却没有放弃安抚这个话题，他是想把这几个受夫的精神问题都给弄好的，而且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他愿意为大家做些贡献。不用，你好好休息，最近都不要提精神安抚的事情了，我暂时还不需要。黑格认真的拒绝了，他现在的情况其实还好，可是见石离还想说些什么，白青也直接伸手扣住了石离的脑袋，几个呼吸的功夫，石离就只觉得眼皮一沉，跌到了白青也怀里。喂，也不用这么粗鲁吧？黑格不满地夺过来了已经睡着的石离，那怎样？你有更好的法子治这个倔驴？白青也现在简直也想让这个脑子不太好的上将好好睡一觉，他还不够为这个家操碎心吗？就算是在讨厌石离，他心底也总有童年时柔软的部分，实在是不敢想象石离那么娇气的小丫头，要是不明不白的被那帮联邦军带走，会是怎样的地狱？他需要好好休息，我去拿点东西给何白白他们家送去。昨天借宿还昏迷了，估计吓得不轻。何白白是他朋友，我们还是得客气一点。白青也的确是人情世故的一把好手，黑格没有意见，他最讨厌这种事情了。现在家里有个人能操持这些事情，他求之不得。那我去一趟，你去给他买点吃的吧，他好像非常喝不惯营养液。白青也这话是对黑格说的。延森性子急，再加上半兽化的状态，白青也怕延森会在外面出事。那你就那么放心让一个想杀了他的人跟他待在一个空间，还是在你我都不在的情况下？黑格反问了回去，他宁可等石离睡醒教他怎么做，也不愿意离开石离半步。白青也沉默了几秒，又看了延森几眼，的确能很明显的看出延森努力压制不适的微表情。现在他们之中精神评级最高的应该就是延森了。白青也知道那种感觉不好受，更不要说延森还很讨厌石离这个渣女。算了，我送完东西去买点来，也不是很远，你们俩照顾好他。嘱咐完一通，白青也就去库房拿东西离开了。延森也没有耽搁1秒，又把自己关进单独房间里面去自生自灭了。这么客气，这可不是离离的风格啊。何白白看着眼前的白青也有些惊讶，从前的石离才不会跟他这么客气，甚至还会想方设法占他的便宜，怎么会这么大方送东西来，而且还都是这种很珍贵的东西，什么深海宝石、岩洞钥匙什么之类的宝石制成的饰品，这东西难得不说，还有很多是其他星球的特产，一般人得不到。想到这，何白白不免也有些嫉妒石离有那么多受夫了，还可以跟人鱼族的王
皇子联姻，当初他怎么就被费尔德曼蛊惑的拒绝联姻了呢？不然这样的好事也不会落到石离的头上。何白白自认为自己从小各方面都是全面碾压石离的，可是现在却发现光受夫这块自己就被石离甩了一大截，更不要说石离的受夫带来的各种奇珍异宝嫁妆他眼馋很久了，现在真的给了他几个，何白白才发现他爱这种东西爱的不行，这不是可不客气，那么多人借住一晚，弄得你们很不方便，这些何小姐就收下吧，不要嫌弃就好。白青也笑得标准，一副皮笑肉不笑的样子，那我当然笑纳了，替我谢谢他的手势，我很喜欢，不过有你这样的受夫替他把关家事人际，离离还真是好命啊。何白白有些不甘地称赞了白青也几句，何小姐这样的条件自然能娶到比我好上千万倍的，只是你们恩爱，我也很羡慕您的受夫，客套话谁不会说。白青也脑子里有成千上万的模板可以流利应答，只是白青也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些怀疑，这两个人真的是什么好朋友吗？他怎么觉得气氛不太对？谁家好朋友收到对方的礼物时说话这么阴阳怪气的？那来都来了，进来坐坐吧。何白白浅笑着露出了他那温柔和煦的笑容，伸出手想要去拉白青野的袖子，不了，还要去清月阁带回家一点吃的。白青也有些吃惊的躲开了何白白的手，心想这何白白和石离之间的关系果然有猫腻，谁家好姐妹会去扒拉人家好姐妹的男人？哎呀，他家人好多的，你一个雄性自己去的话好难排的。说起来我也好久没去吃了，不如我带你去吧，这样的话也不用浪费时间在排队上面了。何白白并没有气馁，他最近也有在考虑要不要跟费尔德曼商量一下再娶个受夫。雌性是没有工作可以做的，生活来源主要是受夫的陪嫁还有受夫的工资，所以一般雌性都不会只有一个受夫，就算是为了保障自己的生活质量，只是娶回家当个工具人让他出去上班，也会多娶几个。像石离这样一下子有2个皇子陪嫁的也是少数，费尔德曼虽然也是皇子，但是他的父亲不得宠，皇后也没有给他多少陪嫁，但是以费尔德曼的性子，估计又要闹好一阵了。可是难道他一个雌性还不能追求更高级的生活了吗？看着眼前的宝石，何白白自己都忘了，自从结婚后没了母亲那几个受夫的补贴，他有多久没有去逛那些高奢店了？不用，我有朋友在那边工作。白青也言辞拒绝，第一次被一个雌性这样黏住不放，还真是有些不适，但是碍于对方是雌性，他还不能说什么。这么小气的，身材这么好，给人观赏一下都不行？石离也没给你做过精神安抚吧？不难受吗？见白青也软硬不吃，何白白也不装了，他现在就是看石离非常不爽，我可以给你做安抚啊，而且你估计也不知道石离跟费尔德曼之前的事情吧？我为什么会只守着费尔德曼？就是因为之前石离非费尔德曼不娶，我要处处比他好，那我就拿下这个男人，并且让这个男人对我死心塌地。何白白越说手铐的越紧，甚至直接扯住了白青野的领带，因为他在白青野的眼神中看到了不敢置信4个字。重新取得全方面的胜利，就先从拿下石离的受夫开始。何白白胜券在握，正打算贴上去，结果被白青野抓住了胳膊，用力量压制，将何白白推远。考虑到你有终端，不然你现在你应该是躺在地上的，而且给我做安抚。你知道我的精神评定是 S 级吗？以你的能力配给我做精神安抚吗？白青野已经彻底黑了脸，本来那个黑格跟石离现在成天黏在一起就让他烦，现在还要再来个费尔德曼占了初恋的身份吗？好烦！白青野甚至觉得好不容易安抚下来的精神波动又开始强烈起来了，好想把眼前这个雌性杀了吃掉。不管之前是怎样，现在费尔德曼是你的受夫，管束好他是你的责任，而石离是我的妻主，他自然也会对我负责。白青野一个眼神都不想再多给何白白了，他觉得今天本着石离的友情来送礼，现在发现了狗屁的友情，压根就是浪费他的时间。他要是再不赶紧走的话，估计真的要在这里大开杀戒了。而何白白也惊呆了，他看白青野就是正常人的样子，传言 S 级的兽人不应该已经是半兽化的状态吗？怎么白青野看着还是这么人模人样的？那石离到底在干什么？把这么危险的半兽人放在家里？后知后觉的何白白突然意识到刚才自己干了件多么危险的事情，黑格也有点懵逼，是谁在外面惹到这个白青野了吗？为什么这人一回来就一身煞气，丢下打包袋就把自己关房间里去了，甚至进去前看到他的目光还瞪了他一眼。黑格寻思着自己好像也没有招惹这大哥吧，一家人各自闭门，一直到夕阳西下，石离才悠悠转醒，看到窗外的夕阳时还有点恍惚，好像忘了什么事情，自己是咋睡着的来着？正打算伸个懒腰，余光瞥到自己的身旁好像躺了个什么大家伙，往旁边看去，直接吓了石离一大跳。我去，你怎么在我床上？石离直接从床上弹起来了，有些慌张的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身上的衣服，还好还是早上穿的那身。黑格悠悠转醒，他熬得有点困了，实在没忍住就在这睡着了。但是在看到石离这样惊慌失措，黑格还是不免有些委屈，怎么都结婚了还不能睡在一张床上吗？甚至黑格都想到，难道石离是要为哪个男人守身如玉吗？各种猜测胡乱的充斥在黑格的大脑中，狗血剧已经开始上演。我不能在这里吗？黑格睡眼惺忪的模样，带着些许沙哑的声音，直接听得石离浑身发麻。这该死的诱惑，不是，是我还不习惯。石离是真的不习惯，他压根没怎么跟男的相处过，现在一下让他相处个这么帅的大帅哥，他不流鼻血都是他自制力强，那就好，以后多习惯一下就好了。见石离没有那么嫌弃的意思，黑格才放下心。说起来这还是两人结婚以来第一次躺在一张床上，想到这黑格也忍不住红了脸，意识到自己这次有点越界了，毕竟当时石离是睡着的状态，醒了就收拾一下吧。白青也从外面买了饭菜，我去热一下。黑格没忍住伸手摸了摸小雌性睡乱了的毛茸茸脑袋，你揉完更乱。他俩呢？石离拍开了他的手，又有点担心其他两人的情况，不知道一个两个都把自己关房间里了，到现在也没有出来。听到黑格这么一说，石离直接警觉了起来，穿上拖鞋就要去开门。
这么着急干什么？两个这么大的人了，难不成还会自己把自己憋死在屋里？黑格表示不理解，主要还是看到石离这么关心他俩很不爽。不一样的，他们的尸骸非常危险，我怕他们自残。石离刚打算推白青野的门，却发现这家伙把门给反锁了。他也不惯着，转头就进了延森的房间，还真跟他想象的差不多。延森的房间里漆黑一片，除了粗重而急促的呼吸声，什么动静都听不到。打开灯后，石离才看到浑身大汗的延森蜷缩在床的一角，裹紧了被子，整个人好像都要碎了。龙尾和龙角又不受控制的出现了，石离甚至可以看到龙尾上那些缺损的鳞片，还有周围鳞片上面的血迹。延森的状态现在简直差到不行。延森睁睁眼，女人每天都要疯狂的撸，即使抽搐精疲力尽也不敢停息。只因女人原本拥有5根绝美兽妇，却每天以折磨他们为乐，导致兽妇们个个都想杀了她。翻书成这个恶毒雌性的石离为了保住狗命，只好利用系统赠予的抚慰能力不停安抚兽妇。此时延森因精神暴乱，龙尾上那些缺损的鳞片赫然已经布满血迹。石离费力的把这个大块头从被子里挖了出来，只觉得心疼。在原主的记忆中，延森在嫁给原主之前明明是那么明媚的一条小龙，怎么现在被折磨成这个样子？甚至如果不是跟原主结婚，以皇后对延森的宠爱，她完全可以过得无忧无虑，甚至可以不嫁人。想到这，石离不禁鼻子一酸，有些哽咽。他心疼眼前这个人，你别怕，我可以救你，你放松，请你相信我。石离正想抱住延森，却被延森猛地推开。跌坐在地毯上的石离被摔懵了，他没有想到延森竟然一点都不信他。明明他已经给延森做过一次安抚了，效果显著。做完之后，延森的龙尾龙角就消失了。为什么这次还要拒绝他？你这样以折磨兽人为乐的恶毒雌性，怎么可能会好心给我们做安抚？我发现你这个人真的很会装，结婚前一套，婚后又一套，现在又给我玩一套，你真是3个套，个个有套路。延森忍不住的怒吼直接镇住了石离。石离坐在地毯上有些无措，这些事情不是他做的，但是他无法解释。我会把你治好的，难道你不想回到从前那样的身体吗？你相信我，这次我说的都是真的。但是这次石离不敢再去碰延森了，实在是有点被震慑住了。治好？我现在只想和你同归于尽，滚出去！延森一转头又用被子罩住了自己，浑身发抖的压制着嗜血的本能，现在已然就是一个随时会爆炸的炸弹。那你呢？还承认之前爱过我吗？石离咬了咬牙，没有办法了，他只能可耻的先冒领原主和延森的记忆了。即便一起经历这些的不是他，发抖的被子包有了几秒的实话。你的承诺又都作数吗？你和我结婚不就是因为费尔德曼吗？当初是怎样的花言巧语，我可真是个笑话。延森自嘲笑了笑，一腔赤诚为了狗。从前是因为他，但是从现在开始，我想把你治好，只是因为你。等你完全恢复了，再来自己找我算旧账吧。我等你。也不顾延森刚才的拒绝了，石离直接打开了终端，就猛地抱住了延森，直接以一个飞扑的状态撞在了延森的胸膛上，好像一只猫扑进了一个巨物的怀中。延森只觉得胸前一软，还没等他再次拒绝，石离已经成功进入了他的精神视海。但是有了白青野的经验，石离这次没有让自己那么力竭，梳理开几根后就休息一会，然后再继续。比起上次，这一次延森的精神丝也会让石离有痛觉。看来之前的猜测是对的，精神暴动越厉害，精神丝的攻击性就越强。再到极限之前，石离就退出了精神视海。他也不能总是给一个人安抚完就昏迷一天，那真是又伤身又让别人担心。看着已经陷入沉睡的延森，倒是看起来乖巧很多，大大的尾巴躺在一侧，看着那些伤口，石离突然有些发怵。原主到底有多狠，能让兽身形态的部位都伤得那么重？可想而知，当时延森的人身受到的伤只会更重。想到这，石离又马不停蹄地翻出来了家用医疗箱，简单的把延森的伤口给处理包扎一下。但是鳞片这件事情又让石离犯难了，龙鳞哪里是那么容易恢复的？听说只有同样也长鳞片的人鱼族才有特殊的海草药制成药膏涂抹，只要坚持，还是有机会可以重新长出鳞片的。只是原主跟琼安的关系当时差到更是传遍2个星球，他如何能舔着脸去问琼安要这样稀有珍贵的药膏？一想到还要为了这个兽夫去攻略其他的兽夫，石离就头大。哄男人这块他的功夫还是太落后了。结果还没等石离思考完到底该对琼安用什么样的法子追付呢，人就被延森摁倒在了床上。石离吃惊的瞪大了眼睛，不对啊，这剧情延森不应该好好的睡一觉吗？难道是因为他这次没有尽全力，所以只能让延森舒服的闭上那么一小会的眼？这前后加起来也没有半小时，好诈骗啊！你既然说结婚前的话还作数，那你是不是应该先给我最重要的一个承诺？说好的先和我睡，你应该没有食言吧？我看你和那几个兽夫的关系也挺差的。石离的大脑直接被问宕机了，这是能过审的吗？我好像没说。还没等到石离拒绝，延森的动作直接强硬的打断了他的话，甚至石离现在连天花板都看不到，只能看到延森的胸膛和肩膀。石离感觉自己的心跳在狂跳，害怕到他根本操控不了自己的身体，整个僵在了床上，甚至都说不出什么话来。他想喊黑格来把他救走，可是张开嘴却是无声的，脖颈处传来一阵剧痛，血腥味蔓延在石离的鼻尖。延森在咬他，哭什么？疼？之前你折磨我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要比你现在疼1000万倍？延森也是在刚才有动作的时候，才感觉到自己的尾巴上被缠了治疗纱布卷，动作又缓和了几分。是你说会爱我的，是你说没我你活不下去，你是不是对每一个人都会说这种话？简直就是最无耻的人。延森越说越低落，忍不住发抖，精神和身体的双重负担真的要把他压垮了。没事，你咬吧，要是你能觉得舒服点，你就咬吧。石离轻轻地把手放到了延森的脑袋上，把他往自己肩膀上压。要是咬几口延森能舒服一点，他的罪恶感也会减轻几分。这下轮到延森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要是之前的石离，肯定会发疯一般的让他滚，并且还要加倍折磨回来。如果是这样的话，延森都已经做好同归于尽的准备了。结果打到了棉花上，眼前的石离非但没有怪他，反而还在安抚他，这倒是让延森原本必死的决心松动了。我对人肉没
没兴趣，无聊。延森慢慢的闭上了眼，死死的抱住了怀里的石梨。不知过了多久，兴许是血腥味又重了起来，延森才反应过来，好像还没有给石梨处理伤口，这才猛地爬起去捞医药箱，给石梨的肩膀包扎上。看那块伤口，延森自己也觉得后怕。这要是石梨在接触他前没有做精神胺，他这一口估计都能把石梨的肩膀咬穿。大概还有7、8天吧。海蓝星要派使臣来访，到时候你带着黑格去吧，估计还能见到琼安。他回家待那么久，也该回来了。这种场合，基本上所有的雌性都会参加，带个男伴更是必须的，甚至有的雌性还会带好多个，以彰显自己的魅力。石梨自然也是会被邀请。什么时候知道的？怎么我一点都没有听说？可是这种事情不应该都提前通知吗？怎么临近几天了还是这么风平浪静？也没有看到城内有大操大办的预兆，在被你关进去之前就知道了，但是不想带你去，想让你没面子，就没告诉你。延森倒也实诚，直接把自己原本的想法全都告诉了石梨。这次不算有什么要事，只是派使臣来一下而已，也没有什么大任务跟着。母后的意思是在皇宫内操办就够了，但延森还是给石梨细细的解释了一下。那你怎么不去？让我带着黑格去，你是皇子，带你去不是更合适？结果延森还笑了起来，伸手指了指自己的尾巴。我怎么去？我这个样子去，估计能被海蓝星的人笑死。嘴毒的琼安更是不会放过他，我再给你继续安抚，肯定可以恢复的。你看白青野现在不就人模人样的吗？说完之后，石梨就开始心虚了。他绝对没有骂白青野的意思，但是怎么害怕被白青野听到呢？谁知道他走的什么狗屎运？延森才不信自己能好，他感觉自己已经逼近 S 级了，这种程度是石梨想象不到的可怕。白青野那人的自控力简直可怕的像个假人。可以的，你要放平心态，来，我们再来一次。石梨说着又要伸手，被延森压了回去。你还是老实点吧，别不拿身体当本钱，就你那小身板，嘎了怎么办？说着延森还恐吓般的捏了一把石梨的小腰，要是真的有精力没地方用，不如先解决一下你受夫的生理需求，而不是什么精神安抚。延森的声音又哑了，吓得石梨直接从床上弹了起来。我其实本意是喊你出来吃饭的，黑格去加热了，你收拾一下就抓紧出来吧。看着石梨那红透了的小脸，延森居然萌生出了一丝恶趣味，他真的很好奇，在那世上石梨会露出怎样的表情，好想欺负他，毕竟看起来就是个只会气鼓鼓的小可怜，毫无威慑力，身上似乎还有石梨遗留下来的气息。延森忍不住深吸了一口气，扯下来了自己的上衣，捂住了口鼻，贪婪地汲取着上面仅存的一点淡淡的香气。在寂静紧闭的房间内，延森只觉得自己整个人被石梨吃得死死的，分明那么想让他死，可是来来回回就是下不去手。闻着脏了的衣服，延森烦躁地将他甩到了一边。不够，一点都不够，好像今天还有个很重要的事情没有做。几人在饭桌前坐着，安安静静地吃饭。突然白青也开了枪，其实他们几人都不怎么饿，习惯性的都是喝营养液，现在坐在这也只是为了陪吃而已。毕竟让石梨一个人吃饭也太孤独了，所以大部分时间其实是石梨在动筷子，只是吃着这个菜，石梨也只能表示熟了能吃而已，连基本的味道都做不到。什么事？石梨喝完杯子里的果汁，才发现几个受夫都盯着自己看，很明显这事他们都知道，就自己不知道。今晚谁跟你睡？白青也开了口，其他2人也看着他。啊，我可以自己睡。石梨紧张的疯狂吞咽口水，但是老是这样，你的终端就要给你提醒了，或者也可能会带着新的雄性来咱们家，试图让新宠来激发雌主的生育想法。白青也说的认真，直接给石梨来了个猝不及防。什么破终端，这种事情也要管？那他一个雌性还有什么隐私可言？我还没有准备好。石梨低下头，用叉子摆弄着餐盘里的菜叶子，他甚至连做那事的心理准备都还没有准备好，更不要说生崽了。但是联邦需要更多的雌性，多生总是会生出一个女孩的。但是我们的终端已经给我们发提醒了，白青也放出来了自己终端的红色提醒信息。黑格和延森也老实的打开了那个红色的警告，雌性保护协会已经给他们下最后通牒，不能吸引住雌主的受夫自然是无用的。那我也不能这么几天就搞出来个孩子吧，我又不是产崽的猪。石梨真是一个头2个大，这个终端他现在觉得不是个好东西，偏偏每个人从出生就被植入了，根本没有选择的机会。生孩子又不强制，终端只要检测你在睡眠状态时1米内距离有雄性终端就可以了。黑格看不下去了，生怕石梨被白青也唬住，其实这也没有那么难完成，因为有这个 bug 可以卡。这样的话可以，那今天就黑格2个字还没说出口，石梨就被白青野的眼神给震慑到了。这人好像非常不希望他选黑格，可是石梨感觉他现在除了跟黑格在一块能睡着觉，跟其他2人在一块可能睡觉都得睁只眼睛。跟我睡吧，就算是要孩子，按照资历来说也该先是我的。更新了。石梨和5个受夫的故事再次继续。此时受夫们都因为想要和小雌性睡觉闹得不可开交。今晚谁跟你睡？白青也率先开口，其他2人也看着他。啊，我可以自己睡。石梨紧张的疯狂吞咽口水，但是老是这样，你的终端就要给你提醒了，或者也可能会带着新的雄性来咱们家，试图让新宠来激发雌主的生育想法。白青也说的认真，直接给石梨来了个猝不及防。什么破终端，这种事情也要管？那他一个雌性还有什么隐私可言？我还没有准备好。石梨低下头，用叉子摆弄着餐盘里的菜叶子，他甚至连做那事的心理准备都还没有准备好，更不要说生崽了。但是联邦需要更多的雌性，多生总是会生出一个女孩的。但是我们的终端已经给我们发提醒了，白青也放出来了自己终端的红色提醒信息。黑格和延森也老实的打开了那个红色的警告，雌性保护协会已经给他们下最后通牒，不能吸引住雌主的受夫自然是无用的。那我也不能这么几天就搞出来个孩子吧，我又不是产崽的猪。石梨真是一个头2个大，这个终端他现在觉得不是个好东西，偏偏每个人从出生就被植入了，根本没有选择的机会。生孩子又不强制，终端只要检测你在睡眠状态时1米之内有雄性终端就可以了。黑格看不下去了，生怕石梨被白青也唬住，其实这也没有那么难完成，因为这个有 bug 可以卡。
这样的话可以，那今天就……黑格2个字还没说出口，石离就被白青野的眼神给震慑到。这人好像非常不希望他选黑格，可是石离感觉他现在除了跟黑格在一块能睡着觉，跟其他2人在一块，可能睡觉都得睁只眼睛。跟我睡吧，就算是要孩子，按照资历来说也该先是我的。白青野话音刚落，黑格和岩森都惊了。这2天的相处，他们还以为白青野就是个很好相处、稳重可靠的大哥，没想到还有占有欲这样强的一面。我不要，我宁可自己睡。白青野白天都可以莫名其妙的把他迷晕，在卧室没有其他人在场，白青野不得把他生吞活剥了。这种男人太可怕了。还有以他对原主的了解程度，自己很容易就能被抓住把柄，总不能真的说自己是穿越来的吧？那估计会先被白青野抓去研究。反正他爱的是原主，不是他实力，他怕你，你难道看不出来吗？你应该先培养一下感情再说这种事情，不要逼他。黑格看不下去了，因为他觉得现在的实力挺好的，即便曾经有过节那也不算什么大事，毕竟没有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黑格可以看在石离年纪还小的份上，原谅一个正在成长期的孩子，培养感情。笑话，他从小都算是我带着玩的，我们俩之间需要培养感情吗？你倒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心疼他然后来指责我。他的家族势力要是把你的家族全给杀了，你能对他这么和颜悦色吗？现在是他想跟我重修就好，难道不应该让我看到付出吗？我这种要求对于正常夫妻来说不是很平常吗？白青野的话虽然是对黑格说的，但是目的都是让石离心里难受。白青野自己其实也很矛盾，他想报仇，却对石离下不了手；他想原谅，却又放不下，一直在对石离温柔和强迫石离来回横跳。行，但是我要是真出事了，你也没有好果子吃。石离最终还是过不去心里那关，点了头，心想这白青野白天和晚上简直像是2个人，他甚至有些怀疑这家伙是不是人格分裂了。无非就是我这条命，毕竟我什么都没有了。白青野满不在意，你有事就点这个地方，这里是警报器，会响得很大声，我会第一时间到。黑格正要收拾碗筷，可是又放心不下，他总觉得白青野真的很会压制石离。石离胆子又小，力气也小，生怕他真的遇到什么危险。见黑格给自己展示这个终端的其他用法，石离这才像打开了新世界大门一般吃惊的张大了嘴。这个报警器不光他不知道，原主的记忆力也没有，难道是隐藏用法？看样子这个终端他还得好好研究一下才行。好，他不会真要我命的。石离说这话的时候也很心虚，但是总不能真的让黑格担心到一直守着他。他还想见证这位年轻的上将走得更远。磨蹭了老半天，石离才套上了奶黄色睡衣，从浴室里蹭了出来。平时他都是穿睡裙的，今天特地掏出来睡裤，就是为了防着白青野。好了，关灯睡觉。石离伸手指了指开关，示意更靠近开关的白青野去关灯，却被利落的压住了。你真的不想和我生孩子？白青野问得认真，石离却巴不得这是玩笑话。可能我比较冷淡吧，我其实对男人没有兴趣的。我有的时候也在想，说不定我也喜欢雌性呢。石离慌得满嘴说胡话，你不是不喜欢男人，你是喜欢的男人这辈子也得不到了吧？费尔德曼已经嫁人了，你也跟着心死了。你说什么呢？石离慌了神，这都是古早的事情了。原主的确还念着费尔德曼，但是他来得很是时候，在原主即将重新和费尔德曼勾搭在一起前穿越来了。现在可以说是压根没有的事，费尔德曼也不敢太过分，因为何白白要是知道了，也不会放过费尔德曼的。毕竟费尔德曼可是他好不容易才抢到手的。你慌了，所以你是压根不喜欢我们，那些所谓的都是借口。这是何白白亲口跟我说的，在石离这里得到了首肯。白青野的眸子又暗了几分，那都是成年老事了，有个初恋不是很正常吗？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了，才没有这种事情，我就是真的没有感觉而已。翻旧账简直就是无解，石离只能强行让白青野把自己和原主的曾经割裂开来，不然这家伙会一直要他证明。可是怎么证明？没事，我可以让你有感觉，然后你证明给我看，证明你对他已经没有心思了。白青野死死地盯着石离，伸手摘下来了鼻梁上的眼镜，墨绿色的眸子像是会释放毒液一般，盯得石离忍不住发怵，撑着身体就要往后撤，却被白青野抓住了脚腕，一把扯了回去。躲什么？要给我做安抚的时候，不是还一副非常心疼我的样子吗？什么要补偿我的话，不都是你说的吗？现在后悔了，我甚至都没有让你现在给我安抚。石离的拒绝让白青野十分难受，他还以为石离愿意给他做安抚，就是打算跟他好好过日子了呢，原来还不是。那何白白会随便给外面的雄性做安抚？石离岂不是也有这种可能？这种事情绝对不可以。见白青野的头顺着自己的身躯往下走，石离浑身发麻。你要干什么？给你找感觉啊，亲爱的。白青野语气温柔，但是看那眼神，石离只觉得这句亲爱的不是在喊他，是在喊他的内脏。睡裤在他眼前如同虚设，一下子就全部被扯烂了。冰冷的触感抵到了温暖的花园，激得石离猛地一颤。你起开，别！石离应激的想要用脚踹开白青野，却被他死死扣住了大腿。石离受不住这样从未有的感觉，洁白的大腿中是白青野乌黑的发丝，视觉触觉的冲击激得他掉了泪珠，只好咬咬牙，狠心的一把扯住了白青野的头发。结果不扯还好，这一扯，白青野不知道从哪掏出来了对手铐，直接把石离的2只手锁在了床头的雕花杆上。不老实。面对白青野，石离只有掉眼泪摇头的份。这该死的终端难道不认为现在这个行为是一种对雌性的攻击吗？为什么没有警告？慢点！
我不行了。这还没真正开始，石离就感觉自己已经要力竭了，更不敢想如果后面来真的，他得成什么惨样。结果白青野此刻还真的听话的停住了，抬头玩味的看着石离，身下巨大的空虚感直逼大脑，让石离忍不住弓起身体。你的身体可不是拒绝我的意思，难受了吗？小可怜。白青野的鼻尖上甚至还可以看到沾到的隐隐水光，他温柔的伸手擦掉了石离眼角的泪痕，就这么静静的看着石离不适的难受着。他计划这一夜已经很久了，终于让他有了机会，哪怕是不能让石离点头答应，他也要让石离永远记住这种感觉。难受。石离感觉自己的声音都有些呜咽，怎么个难受法？意料之内的反应。白青野倒也不急了，你不说我怎么帮你？坏心思的还想再逗逗他，可是紧接着就是石离决堤的眼泪。欺负人，早知道就选黑哥了，最起码他不会这样欺负我。小雌性委屈坏了，抽抽搭搭的吊着小珍珠，明明是舒服的脸颊泛着不正常的红霞，嘴里却喊着别的男人的名字。白青野索性又继续埋头苦干。开始了！白青野又开始在石离身上埋头苦干了。听到小雌性抽噎的声音，白青野莫名的恶念被强烈的满足到了，真想把他关起来锁住，眼里永远只能有他一个。突然一大股蜜液奔涌而出，白青野没有躲，尽数笑纳。石离整个人瘫软了下去，任由白青野带着他去浴室清理。石离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只知道醒来的时候白青野已经不在身边了。哆嗦的穿上衣服，石离才磨磨蹭蹭的走出了卧室。结果刚出门就看到黑格正打算去上班，石离那叫一个热泪盈眶。你要走了吗？什么时候回来？他不想让这个唯一的正常人走啊，他一个人怎么同时面对白青野和严森两个？你醒了，估计这次要1周吧。你要是有什么事可以随时联系我，我会尽快回来的。黑格没有想那么多，只是以为石离有点舍不得他，心里还美滋滋的呢，压根没想到石离这般不舍。有一大部分原因是昨天晚上过分恐怖的白青野，是哪里有战争了吗？一般上将级别都是可以正常上下班的，不需要去驻点，可是这次却说1周之久，石离也不免有些担心，也是尝试了。最近星际不太平，你在家也要小心少出门，出门一定喊他俩陪着你，他们会保护你的。黑格也是不舍，但是没有办法，他也不想丢下他的工作。行，你注意安全，有事也联系我。目送黑格上了车，石离只觉得无助，他有他的使命，自己总不能说因为害怕家里这2个受缚，就把黑格留在家里吧。即便是黑格大概率会同意，石离也无法同意自己做出这样的事情。不行，他必须要找点事情做，天天待在家里和这2个男人大眼瞪小眼，早晚得出事。说干就干，石离立刻打开终端研究起来，果然找到了招聘大厅。只是石离发现这里似乎压根没有招雌性的工作，他不死心，使劲的搜索各种关键词，最后竟然还真的让他找到了个招雌性的工作，但是工作内容写得很隐晦，似乎是为雄性提供精神安抚的工作，没有写具体的工作要求和安抚的对象，但是薪资实在是高的夸张。石离忍不住点开了聊天框。您好，请问具体是什么工作内容？我们这支招雌性，如果您不是就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了，连了解一下的机会都没有吗？是的，我们有保密协议。什么工作还要有保密协议这种东西？石离更加好奇了。我是雌性，现在可以聊聊了吗？那很奇怪啊，您没有受夫可以饲养您吗？怎么会想出来找工作？这可是一份很危险的工作，我想得自己找点事情做，那可能不太适合你。我们属于军方直属特殊组织，如果您真的想了解，那我们见面聊。这可把石离问住了，搞得这么神秘，万一见了面把他卖了咋办？我能带我的受夫一起去吗？约定见面的地点也很偏僻，在郊区的一处小酒馆内，石离更加不敢自己去了。怎么，这才刚走就开始想你的小老公了？一转头就是严森那阴阳怪气的脸。不过今天的严森好像精神状态好了一点，甚至头发好像也打理了一下，直接让石离被惊艳住了。不想，一点都不想。你今天好不一样啊！石离偷摸的咽下去了快流出来的口水。切，有什么不一样的？严森满不在意，但是全身上下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拼命表现。他也是今天早上爬起来才发现，整个脑袋都清醒了许多，这才有精力想起来打理一下自己。就是好帅啊！你以后每天都打扮得这么帅好不好？石离闪着星星眼，毫不吝啬的夸奖。结果严森反而不好意思起来了，轻哼一声就打算走。等等，我有事找你，哪天有空陪我去个地方呗？我自己不敢去。石离一个箭步拉住了严森的袖子，我每天都很有空，如果你不介意我顶着个脚跟你出门的话。严森指了指头上的龙角，那有什么介意的？简直超酷。石离并不知道这个兽是大家对兽族特征的排斥，所有的兽人都不太想露出自己这样的特征啊。好吧，去什么地方？严森在看清楚目的地后突然有些不解，你去这里干什么？在严森的认知中，郊区小酒馆里都是些粗俗分子，那里充斥着暴力和灰色交易，他也没去过那种地方。我跟你讲，你耳朵凑过来点，不知道白青野在不在家，要是让这家伙知道自己又想搞幺蛾子，不知道又会想干啥。我找了个工作。石离神秘兮兮的贴在了严森的耳朵边，严森只觉得耳边一阵阵似有若无的热气，吹得很痒。什么地方不能工作，非得去这？大不了让黑格带你去军队，你天天跟着玩也比去这安全。军队里也会有词主会跟着受夫去，不过那真的非常少，谁家词主去探个班都能当奇闻被传上个1年半载。我才不要，我又不是什么附属品。石离撅了下小嘴，我就是想去，你不陪我，那我自己去。本意上石离只是觉得跟个男人更有安全感而已，有个这样身强力壮的打手站在身后，总是底气更足一点。去，当然陪你。什么时候走？严森最受不了石离撒娇了，真想不明白这么个小萌物怎么之前会是那样一副可憎的嘴脸。现在就去。直到严森驱车开出家门时，石离才想起来个事情，白青
也是不在家吗？不然这家伙怎么到现在都不露面，一大早就走了，精神很不错的样子，看样子昨天睡得不错呀。严森又开始阴阳怪气了，一想到石离这个时间才醒，大早上那个家伙又是那样的精神焕发，严森不用多想都知道咋回事。不过你也厉害，看白青野那体格，我还以为你今天爬不起来了呢。严森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前面的路，没有，我俩是清白的。石离爆红了脸，昨天晚上的种种阶叠钻入脑袋里，强制自己重复回忆，但是两人的确也没有到那一步。白青野最后还是点了头，愿意等到他愿意的那天。难道说是他不行？哈哈，我说呢，原来他是这样的呀。严森好像听到了什么很好笑的笑话，笑个不停。不许笑，压根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不许瞎说，不然我就跟他们离婚，天天跟你这样大眼瞪小眼。石离被他笑毛了，忍不住用力地打了一下他的胳膊。哎呦我的祖宗，这要是把方向盘拍歪了，咱们可就要出车祸了。严森装作被拍得很疼的样子嗷叫。石离之前没发现这家伙是这种贱兮兮的性格，真是让人没有办法。看着车窗外热闹的街市逐渐变得冷清，人烟越来越稀少，树木变得多了起来，虽然不至于是杂草丛生，但是离了轨道都是没有人打理的。不过不远处倒是有很多空置了的大房子，只是材质似乎有些奇怪，不像他们住的那种房子。那些房子我看也都是建好的，为什么都是空着的？石离忍不住好奇了起来。那些不是人住的房子，基本上是放一些实验室买来放实验体的，或者当军火仓库的。严森瞥了一眼那房子，便给出了答案。这样啊，石离盯着那一幢幢房子，突然就想到了白青野那被原主扰乱了的事业，或许他也可以给白青野置办个实验室。兴许这家伙有自己的事情要干了，就不会把眼睛一直粘在他身上了，而且转移一下注意力，可能也会有利于精神安抚。那你知道联系什么人才能买这种房子吗？石离的话刚说完，严森就狐疑地看了他一眼。你要这房子干什么？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觉得好看，难道还不能买吗？现在石离还是打算先保守这个秘密，要是严森知道了，以他咋咋呼呼的性格，都不用得到晚上，白青也就得知道。你在终端上找个中介就行，毕竟给你们这些磁性服务，他们可都上赶着呢。见石离不愿意多说，严森也只好闭上嘴不问，只能希望石离不是想搞事情。如果只是想买个房子玩玩的话，那还是没有问题的。车子停在了一个小酒馆前，才刚下车门就闻到了浓烈的酒精味。石离打开了终端看了一眼时间，不早不晚，和他跟那个约好的时间就早了5分钟。我们到了，直接从正门进去吗？我让侍从去接你们。信息才刚弹出来，就有个穿着执事服的侍从恭敬地走了出来。美丽的小姐，请跟我走吧。石离没有说什么，只是在后面跟着。侍从引他们进入大门后，并没有往前走，反而直接带他们上了电梯。电梯直直地往地下沉去，失重感让石离有些不安地揪住了严森的袖子。被严森发觉后，反手握住了他的小手。再次看到外面的景象时，已经是大变了，哪里有什么熙熙攘攘的酒吧，眼前是一个很有格调的长廊，环境非常的安静。这边就是了，你们要见的人就在这里。侍从说完话头也没回的就离开了，完全没有其他雄性对石离那般殷勤，好像石离在他眼里跟严森没有什么区别。这样的态度让石离更加好奇这个工作究竟是要干什么的。真的要进？我总觉得这里怪怪的，从来没有来过这么故弄玄虚的地方。严森总觉得这里像个诈骗团伙住的地方。当然要进，难道你保护不了我？严森的攻击力他可是见识过的，石离带着他还是有些安心的。想到这，石离直接伸出手推开了房门，一个男人正坐在不远处的椅子上背对着他们。石离看不清他的脸，但是一头银发格外扎眼，看着这个头发，石离总觉得有点眼熟，好像原主的记忆里也有这样的银发。门被一股无名的力量啪的一下关上了，严森伸手一把将石离搂进了怀里，一脸戒备的看着眼前这个银发男缓缓站起，看看这是谁？从哪钻出来的小狸猫？熟悉的声音让石离挣扎着抬起了头。遇见了，遇见了！石离终于遇见想当自己受夫的哥哥了。哥，你怎么在这里？石离这一声，直接给一身煞气时刻准备揍人的严森给喊萎了。眼前这位就是传说中的大舅哥，什么时候开始喊这么亲了？这就是你说的受夫，这是第几个了？石志言却没有石离那般惊喜的表情，石离这才后知后觉，这哪是自己的亲人啊？原主是捡的，而石志言当初因为家里不同意他跟石离结婚，直接发疯屠了全家，以至于石离到现在都不能理解他怎么能这么疯。你不是逃亡去了吗？当初这可是大事，石志言不得已只能开始亡命天涯。可是就算是要去亡命天涯了，也不忘在临走前拉上原主，在缉捕令发布前强迫原主把结婚证给领了。所以很离谱的是，石志言其实是原主的第2个受夫。你都不关心我过得怎么样，可真是伤我的心。石志言也没有想到来的会是石离，直到石离凑近房门，他才嗅到熟悉的气息。我也没有不关心，只是你吓到我了。回忆着脑海中的那些画面，石志言的凶残程度可不比其他几个差。石离不禁打了个寒战，声音越来越小，娇嗔着说吓着他了，直接把石志言的心都给寒软了。原本还想着教训一下这个移情别恋的妹妹，现在也没有这个意思了。是哥哥不好，这1年没见又漂亮了。石志言一步步走近，完全无视了抱着石离的严森，直接强硬的把石离给夺了过来，滚热的大手捧住了石离那张小脸。那你现在还是逃犯吗？但是石志言不知道的是，石离此时慌的一批，白青也都能看出来他的不对劲。那石志言可真的是把他从小带到大的人，岂不是更容易看出来他被换了心？当然不是了，我立了功，联邦已经给我免除了刑罚，只是功劳是保密的，所以一直没有公开宣布。但是你没有看到我的缉捕令已经消失好久了吗？石志言冷冷的笑了一声，他还以为石离会一直关注这件事情呢，没想到缉捕令都消失半年多了，这孩子还不知道这个事，看来还真是难
蓝色雾室，石离的心思现在压根不在他的身上。所以你现在是做什么？拉皮条吗？这么一想，石离竟然忍不住有些想笑。在给联邦做事，一个是招聘雌性给一些兽化的雄性做精神安抚。石志言瞥了一眼严森头上的龙角，这个你就不要考虑了，他都还是兽化状态。还有一个是配合我们军队的雄性，去开拓新的能源星球。石志言话音刚落，就看到石离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但是你都不能做，不管是哪个，对雌性的精神安抚能力都非常高，你还是抓紧回去吧，这里势力很大，不太平。等这次的任务告一段落，我就回家了。石志言虽然很想现在就跟石离一起回家，但是还不是时候。不过如果你真的很想我的话，也可以先让这个碍事的家伙在外面等我们先温存一下。石志言眯起眼睛笑得很是阴森。喂，什么叫碍事的家伙？我怎么碍事了？还有，她是你妹妹，你这个当哥哥的要干什么？我可要报星际警察了。严森那叫一个跳脚，这都什么跟什么？自从嫁给了石离之后才知道，事情没有最离谱，只有更离谱，离原上谱。宝贝儿，你自己跟他说清楚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石志言把怀里的石离给转了过来，让他面对着严森。他是我第二个受夫，你别误会，我们不是亲兄妹，我是他家捡的。在严森不敢置信的目光下，石离很简单的概括了一下两人的关系。严森却像大脑过载了似的，这年头哪里会有人遗弃雌性啊？不对，这人不是大舅哥是前辈啊！啊，这好乱，这小雌性的生活还真是多姿多彩到他有些猝不及防。对，并且我们的感情很好，不是吗，宝贝儿？说完，石志言甚至还扣住了石离的脸颊，亲了一下他的耳垂，直接把石离亲得低下了头。可是又感觉鼻尖突然有一种液体的触感，血，你特么流鼻血了！石离，严森最先看到了石离鼻尖下面挂着的血渍，大步向前按着石离的额头，让他看着天花板。出息，有点出息好不好？他亲你一下你能流鼻血？那昨晚你跟白青也在屋里，我怎么没见你直接在卧室里血流成河？严森简直是恨铁不成钢，但是又嫉妒石志言。怎么着？石离就缠他呗，对他们几个都没感觉。而石志言则是笑得灿烂，不急不慢的拿纸巾给石离擦鼻血。之前的妹妹对他可是爱答不理，估计同意结婚也只是怕他一怒之下把他也给杀掉。现在看来到底还是长大了点，也比之前更好玩了。而石离则是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永远不出来。他怎么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流鼻血？实在是太丢人了。可是石志言好像又捕捉到了什么更关键的东西。你跟白青野昨天晚上干什么了？石志言一直跟白青野不对付，从小他就觉得这个邻居家的小男孩对自己好不容易捡来的妹妹图谋不轨，结果还真是不只是白青野，甚至连白青野家里都觉得两人是天赐良缘。不要脸的来提亲，没干什么，本来想给他做精神安抚的，结果他觉得我最近做的太频繁，就拒绝了。半真半假的话，石离也算是说顺嘴了。只是这样，石志言有些不信，狐疑的看了一眼一旁看戏的严森，刚才这家伙说话那可叫一个义正言辞，看着促进也挺大的，应该不能是假话吧？那我可得验证一下，说谎的小孩是要被惩罚的。还没等石离反应过来，胸前的扣子就开了2颗，无数暧昧的痕迹泛着淡淡的红色印子，就这么暴露在了两人的视线之中。只是2颗纽扣而已，但是石离就是觉得好像身上光溜溜的，小妞玩的还挺花呀。石志言直接气到吹口哨，早知道当初杀人的时候就该连带着白青也一起杀。没有，真的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他最后是尊重我的，我觉得需要多一点时间再相处。石离的辩解有些苍白，没事，不管他尊不尊重你，我都可以先杀了他，然后我们再算账。石志言这人虽然也很偏执，但是他有一个好处让石离很安心，那就是吃醋先杀情夫，而不是直接攻击石离本人。在石离眼里，他的危险程度能排倒数第2，不要没事就打打杀杀的，小心自己受化。难道你在你们组织里还有其他雌性给你安抚？见形势不可控了，石离立马倒打一耙。苍天可见，我可一直是靠着坚韧的毅力，哪有雌性敢给我做安抚？石志言果然慌了神，急于辩解自己的清白。这也都是你说的，人都是会说谎的，我不管，你得给我展示一下你们所谓的新能源探索，不然谁知道你是不是个搞绿色产业的皮条客？这可是个隐蔽的小酒店，做个皮肉生意那也是有可能的。石离越说越觉得顺口，甚至觉得这就是事实，而自己则是被那个渣男抛弃的欺负。如此伶牙俐齿让石志言有点猝不及防。印象中的妹妹总是一副自己什么都知道的骄傲样子，但是实际上呆得可爱。现在这样能说，倒是让他有些陌生，但是好像也更吸引他了。似乎他需要用一些时间重新探索一下石离。可以，但是你要保密。石志言点了点头，又搂紧了石离几分，还是那样香香的软软的。只是可惜妹妹身边跟着的臭男人现在是越来越多了，早晚全给他杀了。严森全程被无视，非常不爽，但是看石志言真的要展示新能源，还是决定耐着性子安静看。他也很好奇所谓的新能源到底是什么。只见石志言伸出手，上面缓缓地浮现出了淡淡的亮光，随后逐渐变成了火苗。哇，好神奇！石离吃惊的想要凑近些看，石志言却很快地收了起来。这可是真火，会烧到你的。见石离惊讶的样子，石志言很是受用。怎么做到的？真火怎么能从你身体里出来？石离一把握住了石志言刚才放出火花的右手，却发现温度没有什么异常，更加的疑惑了。严森也在一旁看得奇怪，但是不敢说话，生怕这种秘密他一开口问，石志言发觉这还多了个人，会立马把他赶出去。你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异能，一种不需要兽化，只要人形状态就可以使用的能力。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寻找这种可以激发体内异能的星核，星核吸收的越多，异能就越强。石志言耐心地解释着，他不介意石离知道他的厉害，只有足够强的雄性才配得到雌性的青睐，他需要多多展现自己的强大，才能死死地吸引住石离。哇，那我能参加？他之前暴走就是我给安抚的，别看现在还有龙角，我才给他做过2次安抚而已。而且家里还没等石离说完，严森就捂住了他的嘴，眼神示意他
他不要说那么多。比起白青野那种降了一级的精神安抚强度，他这种缓解型安抚的能力，联邦还是有个别雌性登记在册的，属于安抚能力非常强，可以安抚半兽人，但是还不至于是逆天的程度。岩森有点担心石梨要是全盘托出，这个所谓的大舅哥会不会有别的私心，说不定会直接把石梨献给联邦，给自己争取晋升机会。人心叵测，岩森不敢拿石梨赌，只做了2次安抚。石智妍没有在意到这2人的小动作，只是被这句话给惊到了。只是2次安抚就可以做到这个程度，那石梨也是很厉害了。你要是想要，我可以拿了星河之后给你。这种事情太危险了，你不能做。石智妍承诺有星河一定会给石梨留，争取也让他能觉醒异能。但是让石梨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情，他做不到。而且这种任务都是雌雄搭配的，一想到过程中石梨还要不断的给其他雄性安抚，石智妍就有点受不了。可是那是你应得的奖励，不用省下来给我，我可以自己去获得，我有这个能力。石梨不悦的撅起嘴，他可不想做被人饲养的娇犬，既然有能力，他还是想自力更生。不行，这不光是对你的考验，对合作的雄性也是个大考验。基本上我们组织的雌性都是人海战术，你难不成又想娶新的受服了？开始了。石梨终于开始给自己的哥哥做安抚了。据我所知，黑哥已经是他的第5个受服了。岩森看热闹不嫌事大，直接刺到了石智妍最大的痛点。什么？石智妍当场脸色就阴沉了下去，他还以为就只多了眼前这个岩森一个，没想到竟然有5个了。果然还是他妹妹的魅力太大了嘛。这才过了多久就又找了3个受服，要说不是那几个受服主动倒贴，石智妍根本不相信石梨能一口气找那么多个，是不是那帮雄性勾引了你？一句话直接给石梨问懵了。你冷静，我们先不聊这个话题，我们先聊聊工作的事情。我想参加这份工作，我也有这个能力，你相信我。石梨胡乱的摆了摆手，打断了石智妍说话。石智妍虽然很是恼怒，但是面对石梨的阻止，还是乖乖收起了力气。不信我证明给你看，说干就干。石梨直接抱住了石智妍的头开始吻，看得一旁的岩森都忍不住笑了一下。不过他也很好奇，石梨到底是怎么给他做安抚的，每次好像都是被抱住后就失去了意识，等再次睁眼的时候，精神失海就已经稳定了很多。看着2人就像尸体一般突然倒在了地上，岩森默默的守在旁边。岩森最后还是决定给石梨放到了床上，但又生怕离得太远达不到安抚的效果，又一脸嫌弃的把大舅哥也给扔到了床上。说起来也奇怪，石梨的这种安抚办法怎么跟他听说的不太一样？石梨来到了石智妍的精神识海中，他的识海不算太暴动，比较安稳，但是也有不少精神丝纠葛在一起。石梨耐着性子坐了下来，一根一根的捋着，却在线团中隐隐绰绰的好像看到了个什么东西。蓬松的尾巴真是好大一个，而且看上去好像还不止一条。想到石智妍的兽体是狐狸，那这里面困着的该不会是一只九尾狐吧？这样想着，石梨加快了手中的速度，却碍于体力的急剧下滑，一会还需要清醒的跟石智妍讨价还价。石梨只能选择收手，反正这也是自己的兽服，以后不愁没有机会继续安抚。再次睁眼就对上了岩森紧盯着他的眼神，吓得石梨一个机灵。这时一旁的石智妍也跟着睁眼了。你是怎么做到的？石智妍很明显的感觉到了自己的舒适，甚至操纵火焰都感觉比之前要强了。似乎石梨的安抚不光能让识海更加清澈，还可以加强异能。看着如同宝藏一般的石梨，石智妍想独占他的心思更强了。兴许是天生的吧，不过我的体力太差了，一次不能做到太多，需要时间休息。石梨那漂亮的小脸蛋上的确布满了疲惫之色，和刚才那兴冲冲的模样大相径庭，看得石智妍一阵心疼。行，那你可以加入我们，不过我就一个要求，你要按照我给你规划的工作来进行，不能逞强或者勉强自己。每一次组队里面都会有我。石智妍心疼地摸了摸石梨，眼底全然遮掩不住欲望。小别胜新婚，他们可不止小别了。想到这时，智妍忍不住了，直接捏住了石梨的下巴吻了下去。石梨看着眼前飞快放大的俊脸，整个人都呆住了，直到嘴唇上一个柔软的触感才反应过来，想要推开他却被抱得更紧了。柔软冲破了嘴唇的阻挠，长驱而入。这里涵盖的不光是石智妍的占有欲，还有他对石梨的思念。旁边的岩森感觉自己的眼睛要瞎了，不是，这家伙什么人啊？上来就抢人，他还没亲过呢，这大舅哥上来就亲，这能忍？还没等石梨从这份炙热中反应过来，就感觉到肩膀从身后一沉，岩森用力的把他从石智妍的手中夺了过来，然后嘴唇顺着他的耳垂脖颈一直继续往下。不是，你们！石梨整个人被亲得昏昏沉沉的，本来刚做完安抚就很虚弱，现在还被2个人抢来抢去的玩这种极限运动，刚刚又流了鼻血，石梨真的遭不住了。石梨感觉自己的呼吸开始变得沉重起来，脑海中甚至还播放着白青野做的事情，身体不禁一紧，他有些害怕了，害怕那种不能由自己掌控的感觉。都停下！石梨终于是忍不住了。2人虽然意犹未尽，但还都算听话。宝贝儿，有了别的兽夫就把哥哥忘了，你比哥哥还混蛋。竞技的兴奋让石智妍真的难熬，他还想再争取一下，白青野都可以，我也是你的兽夫，我们公平竞争。我觉得他活不行。岩森说话更是直白，那我们各退一步好吗？实在是太想你了，宝贝儿。石智妍摸了摸下巴，看向了石梨修长白嫩的双腿，突然伸手扣住了他的膝盖，然后脱下了石梨的底裤。不是你这……石梨用力的挣扎了起来，你这样让我很没有安全感，谁知道你会不会骗我？会不会不管不顾？见石梨这样说，石智妍抿了抿唇，他没有想到石梨会怀疑他们之间的信任，终究是因为时间消散了吗？但是转念一想，石梨对他都这么有防备心，那么其他兽夫估计更多。石梨说的应该都是真的，白青野那臭小子应该是没有得手的。想到这时，智妍又把自己哄好了，伸手捞起来被扔下床的底裤，不由分说的给石梨套上，这下总该放心了吧？这也是石智妍唯一能想到的法子了。
还有我那小慈禧，厚此薄彼这种事你不会干的吧？趁着他俩都不在家，你对待我们3个应该很好端水的。见石离被吓到的那个怂样，严森也没舍得更过分一点，只是和石之言一人用一只手再次坐到浴缸内的时候，石离只觉得荒唐。他努力不去回想刚才的场景，太极限了，换一件衣服给你穿吧，你那件已经可以用报废来形容了。浴室门突然被推开，石离连忙捂住胸口，往浴缸里又沉了一点，警惕地看着进来的石之言。石之言被他这副表现给可爱到了，这有什么好害羞的？你小时候纸尿裤都是我给换的呢。石之言一点都不避讳，放下衣服后甚至还蹲下来看石离。别说了，那小时候能和现在一样吗？石离羞得甚至连身上的皮肤都跟着开始变红，刚才被弄到的皮肤更是格外的疼。哈哈，好了，不逗你了，我还有事，不能和你一块回去了，我尽快处理完，争取早点回家。石之言收起了玩味的模样，一本正经了起来。那我工作的事情，他付出的可太多了，就为了这么个破工作。有任务的话，我终端联系你，到时候带上你的寿服，不然只有我们2个人，你可能会比较危险。虽然很讨厌和这些人共处，但是为了石离，石之言也不是不能忍，总好过让石离去取新的寿服吧。4个对手已经很让他头大了，真的吗？太爱你了。石离激动的猛地亲了石之言的脸颊一口，直接把石之言给亲红温了。刚才还不是这副嘴脸，果然女人变化都很快，这么主动的石离，他还是第一次见呢。石之言深吸了一口气，这才压住了想要再把石离啃一遍的想法，正义凛然的离开了浴室。等到石离换好衣服出来的时候，屋子里只有严森一个人了。至于石之言，应该是已经去忙了，但是让石离奇怪的是，他那条裙子却怎么都找不到了。算了，直接去商场吧，我不太能习惯穿那些复杂的裙子，这条裙子可是他找了好久才找到的孤品，整个衣柜也找不到这么简单的。好，走吧。严森也没有拒绝，只是对于顶着龙角去商场这件事情还是有些心虚的。白青也刚回到家，实在是没有想到能看到成山一样的购物袋，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门。你们这是去打劫了吗？刚还说你人呢，你今天去哪了？石离不禁也有些后悔刚才的冲动消费。我出去见朋友，你有意见？见石离问他的去向，白青也没有说的那么清楚，见他似乎不太愿意说，石离也没有强行逼问，快来帮忙整理一下，实在是太多了。对了，白青野，我刚让严森推荐了个中介给我给你买了个空房子做实验室，不过器材采购方面我不太懂，你自己去买吧，地址我等下发你。石离头都没抬，收拾着突然想到这件事情了，就平淡的交代了出来。啊，这下轮到白青野猛了，给我买实验室干什么？真想让我研究出什么毒来毒死你？白青野苦笑了一下，之前的石离是最讨厌他去实验室的，每次去完实验室都觉得他身上沾了什么脏东西，甚至后来都不让他踏进家门，直接把地下室的房门开了个通道大门口，让他自己一个人住漆黑潮湿的地下室。你要是有这个本事，那也算你厉害，研究出来新型毒药，到时候让黑格给你推到军队去，应用到战争中，你也算是大功臣了。那今晚还选我吗？我想尽快摆脱这种状态。白青野终于鼓起勇气提出了自己的要求，石离都想着怎么安排他了，他还有什么好矫情的？肯定还是尽快脱离兽化的状态才是最好的。身上长的那些鳞片，总是让他在睡梦中折磨的他恨不得自己亲手拔掉那些鳞片，逐渐被带入蛇的低温状态，更是折磨的他无法入眠。当然可以，今天晚上一起。我下午的时候已经让人来把床换成超大款了。石离其实并不觉得之前那个双人床小，但是如果安抚按天算的话，那进度实在是太慢了，因为他家的重病号有点多，一天在2个不同的时间段进行2次，一个是太消耗他了，一个估计他们也会争先后顺序，还不如直接睡觉前一口气搞俩，反正晕过去了就那么一直睡着，第2天啥时候醒全看运气。石离的计划是在宴会前把严森这个脚给收拾了，在黑哥回来前把这2个人都脱离半兽化状态。想到这石离衣服也不想弄了，突然干劲就上来了，我去洗澡，你俩帮我把饭热一下，吃完饭就整，早整早睡觉。开始了。石离准备开始一次性安抚2个兽夫了。在石离哼着小曲走进浴室的时候，2个男人都傻眼了。严森指了指脑子，有些怀疑石离脑子出问题了。白青野则是竖起一根手指，让严森不要说话。这是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在打开冰箱，看到一冰箱摆的满满的已经盖好盖子的饭菜，还有码的整整齐齐的蔬菜水果，白青野突然觉得心里暖暖的，好像这个冰冷的大房子里因为石离的改变变得越来越有家的感觉了，甚至他们都有了自己的房间，之前都是没有的，他们只配睡在客厅，甚至白青野自己连客厅都不能睡。可能一个人真的会变吧，要是他真的变了，日子也不是不能过下去。白青野由衷的发出了感慨，这样就心软了。严森当然知道白青野对石离的怨恨，他就是看不得这人现在也得到了石离的关注，明明之前石离说最喜欢的是他，醋劲又上来了。严森猛地挤开了白青野，自己拿了饭菜去加热了，绝对不给白青野一点献殷勤的机会。我去，你还是3岁小孩吗？白青野一个大无语。经过3人连续好几天的闭门造车，2个兽夫的身体就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白青野已经脱离了低温的控制，逐渐恢复了正常人类的体温，而严森的脚也已经可以自如的收回去了。一想到明天就是宴会了，石离内心那叫一个激动。怎么说，白青野你去不？严森是肯定要带的，但是石离不太清楚白青野会不会抗拒这种场合，所以还是决定先问一下他的想法。那你都这么问了，我去肯定就打扰你俩了呗。不去，白青野说的干脆，直接给石离说懵了。我是怕你不喜欢，他不是那意思啊。石离在内心哀嚎，怎么男人别扭起来也这么难搞？我也没有多想，我觉得家里待着挺好的。白青野继续别扭中，听得石离头疼，直接一脚踹开了白青野的卧室，打开
开了他的衣柜，就捞出来了一身出席大场合的西装，丢到他跟前换，简单粗暴。实力一副你要是不换我帮你换的架势。白青也没有说什么，只是默默地走进了自己的卧室，开始换衣服。这年头老东西也学会拉扯了。严森也很是震惊，之前的白青也可没那么多弯弯绕绕，果然是近实力者黑。你也别说了，把准备好的礼物拿上。实力真的怕严森说话再说多了，白青也又开始别扭。其他几个兽夫他不太清楚，但是比较好哄的，黑格算一个，严森算第二个。一想到黑格，实力突然意识到已经有1周没有见到他了，而且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这期间黑格没有给他的终端发过一条信息，甚至实力给他发信息他也没回。越想越心慌，实力只能寄希望于是战争太过紧张的缘故。三人整装待发来到了皇宫，好几天都不见你了，黎黎你怎么也不约我出去逛街了呀？你这条裙子可真好看，亲爱的。熟悉的声音，熟悉的假笑，实力都不用转头都知道后面站着的是何白白，只是转过头之后，却发现何白白身后站着的不止费尔德曼一个雄性，还有一个，但是他不认识。前几天去逛街皇女殿下送的，实力也没有撒谎，如实就说了，不然传出去，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为了抢风头，故意搞了一条这么华丽的礼服穿呢。不过实力打量了一下何白白的装扮，很明显还是有人是冲着出风头来的。何白白此时一身纯白色的礼服裙，围边做了金边镶嵌，纱幔上缀满了细钻，不说材质贵不贵，就这个颜色已经非常的扎眼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今天是何白白的婚礼呢，真是运气好。你之前逛街都避寒我的，最近是怎么了？难道真的是因为离得远了，要跟我生分了？何白白说的声泪俱下，估计要不是怕装花，现在真的已经掉眼泪了。可是真的好朋友会忍得住连一个终端都不给对方发吗？实力表示不理解，但是不揭穿，毕竟他也没有什么别的朋友了，好歹跟何白白还算能说上话。最近在忙着减肥，倒是白白你身后这位不介绍一下吗？一说起身后另外那个男人，何白白忍不住笑了起来，把实力拉到一边，怎么样，长得还不错吧？何白白一脸骄傲，等待着实力的羡慕。我新找的预备兽夫，最近他还在追我呢，不过我觉得他不错，打算过一段时间就跟他领证。看着何白白洋洋得意的样子，实力有些没有 get 到他的骄傲在哪里。找个兽夫不是很平常的事情吗？这有什么好比较的？而且实力觉得，虽然原主在某些事情的眼光不怎么样，但是在兽夫这块运气真的没得说，家里给塞的、联姻的、自己选的都是极品，应该没有几个人能有原主那般运气，的确很不错。什么工作的呀？何白白问都问了，实力也不想花掉地上，给捡了起来。一般般，家里是军火商，他子承父业。何白白更加得意了，整个联邦最赚钱的就是军火生意了，因为除了雌性居住的内城，其实其他地方战争都是不断的，那也是大富之家了，真好。实力正说着，却注意到费尔德曼的目光正死死地盯着他，目光中满是阴郁，直接吓到了实力。但是你之前不是说要跟费尔德曼一生一世一双人吗？看费尔德曼这幽怨的眼神，实力总感觉何白白马上也要体验后院着火的感觉了。只是何白白现在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种话只有小孩子才会信。我守着他一辈子，那我岂不是连饭都要吃不上了？我现在的生活干什么不需要用钱？他又一直没有工作，陪嫁也就那点，我难不成光用联邦发的那点雌性基金过日子？实力一说一生一世的事，就让何白白烦躁。他都觉得实力是不是早就算好了这笔账，才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连续娶了5个兽夫，然后故意装作对费尔德曼放不下的假象，故意引诱他上钩，让他被费尔德曼的甜言蜜语困住那么久。等到醒悟过来，才发现实力已经过上了奢侈到不行的生活了。也是这个道理，只是费尔德曼不会闹吗？当初我们家好吧，现在其实都还会因为一点小事闹呢。实力也是有些无奈，如果可以让他在更早些的时候替代掉原主，他应该不会选择娶那么多兽夫，遭不住真的是遭不住。可是何白白却把实力的这种困扰给当成了他的炫耀，有些不爽的冷哼一声，就撇下他自己率先进了宫殿。你跑得那么急干什么？着急见你那条好久不见的鱼。刚从卫生间出来的实力迎面就被费尔德曼给掳到了旁边的小路口内。实力也没有想到费尔德曼会这么冷不丁的来找他，你干什么？头不小心被磕到了。实力非常不爽的皱了下眉，即便是那些一直口口声声要杀了他的兽夫，现在都对他非常体贴，最起码不会弄疼他。怎么这个在原主记忆中一直让原主爱而不得的白月光却如此恶劣？我费了那么多的精力跟你联系，你却在这花时间去跟那条鱼重修就好。费尔德曼非常生气，整个人的周身都围绕着一股淡淡的黑气。实力看着总觉得有些不太对劲，这种熟悉的感觉似乎在拍卖场见到严森的时候也在他身上感觉到过。难道是要兽化了？你什么时候联系我了？我也没想跟什么鱼重修就好，你放开我！实力愤愤地瞪着费尔德曼，我怎么没联系你？我还是把信息送到了你现在这个家的老位置。之前我们不都是通过写信来传递信息的吗？你现在这个家格局构造还是跟之前一样的，结果你这么久竟然一次都没有去那个洞口看过信息，你这么久都在干什么？天天跟你那几个兽夫辛勤耕耘吗？琼安不就是条鱼吗？你这套装疯卖傻的招式，是你哪个兽夫对你倾囊相授的？费尔德曼简直极度的要疯了，怎么好像一夜之间实力就像是变了个样子？明明之前都是为他是从，能被他轻松拿捏的，甚至现在连何白白都对他没有从前那样崇拜了。费尔德曼实在是不能忍受自己曾经将2个雌性玩弄在鼓掌中，现在却被双双抛弃的感受，他快要疯了。你是疯了吗？他们是我的兽夫，你是何白白的兽夫，我干什么需要你来过问吗？实力真是想不明白了，当初抛弃原主选择何白白的是他，现在觉得何白白对他不好了，然后又过来继续纠缠他，现在却还觉得是他不对。怎么？难道你觉得自己比其他雄性要金贵，甚至需要我们这些雌性来捧着你，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实力真的觉得这个费尔德曼非常让人不爽，真不知道原主到底喜欢
欢他什么？你之前从来都不会这样说我，你到底是谁？你不是石离。结果费尔德曼却像是发疯了一般，压着石离的肩膀，在那粗重的喘息声中发出了沙哑的声音：我是谁？你睁大眼睛看看我是谁？你这样对我，我完全可以把你送进监狱。你看何白白会不会因为心疼你，去把你保释出来？他现在估计正在发愁，怎么把你给收拾了呢？你在这只会影响他娶更多的受妇。石离嘴上也没有留情，即便现在的他吓得已经有些忍不住发抖。砰！身后的墙面突然就被费尔德曼给锤出了好几道裂纹，石离甚至可以听到墙面咔嚓裂开的声音，手腕上的终端也适时的发出了警报声。可是费尔德曼似乎并不打算放过石离，并没有因为这个警报声而后退，反而因为这个声音显得更加兴奋了。石离甚至可以看到费尔德曼的眼眶肉眼可见的通红了起来。穿得这么好看，难道不是为了那条鱼？毕竟你也就这点手段了。费尔德曼凑到了石离的颈边，嗅到了好闻的香味，反正也那么多人享受过了，我也要被抓走了。临走前让我也享受一下吧。忍不住了。费尔德曼终于忍不住要强迫石离了，反正也那么多人享受过了，我也要被抓走了。临走前让我也享受一下吧。费尔德曼好像疯了一般，甚至都不在意自己此时还是在公共场合了。你放开我！石离甚至已经用高跟鞋去碾压费尔德曼的皮鞋，结果都无济于事。费尔德曼周身的黑气更加明显了，很明显是要进入兽化状态了。其实这个时候石离去给他进行一个精神安抚，就可以顺利解决这场危机。但是石离就是觉得莫名恶心，跟费尔德曼多接触1秒都会让他觉得更加恶心。这样的人不配他做精神安抚。自从意识到自己的精神安抚有多强的能量后，石离就觉得随便安抚是在浪费资源。砰！石离手腕上的重量突然一轻，就在费尔德曼逼近到了极点的时候，费尔德曼突然被人一巴掌拍晕过去，石离瞬间松了一口气。可是等到再次睁眼的时候，石离却看到了一个更加不想看到的身影。身穿人鱼族海神服的男人正冷眼看着他，身上缠满了各种漂亮的珍珠和珊瑚，以及数不清的不认识的宝石，反正整个人都亮晶晶的。哟，才多久没见又勾搭上了一个？男人一脸玩味，手指摸着下巴，仿佛刚才一巴掌把费尔德曼拍晕过去的人不是他。不过你这眼光真是比之前差太多了，真搞不懂你们这些雌性的审美，找了个能刺激你终端报警的，这么喜欢搞刺激。男人说话阴阳怪气的，导致那样一张美丽的面庞让石离没有任何欣赏的欲望。原来真的有人会嘴毒到让漂亮的脸蛋都遭到荼毒。怎么不说话了？真的吓傻了。喂！男人突然凑近伸手摆了摆，试图召回正在游神的石离。我谢谢你啊。石离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是总归刚才这个人救了他，说声谢谢总不过分吧。你这家伙该不会被吓傻了吧？男人都懵了，怎么都没想到石离会说这种话，甚至还伸手摸了下石离的头，确定这家伙没有烧坏脑袋。哎呦，你哭什么？我可什么都没做。哎，你别哭啊！一会人都来了又误会我，鬼知道只是摸了这么一下。石离竟然直接掉了眼泪，把男人吓得手足无措，但是又不敢再伸手去碰石离了。没事，我是有点后怕。石离说着说着就有些哽咽了，这都是下意识的身体反应。刚才他是真的感受到了死亡威胁，装。结果男人非但没有更多几分怜惜，反而直接冷漠了起来。等到人都聚集过来了，听到那些人喊眼前这个男人王子，石离才反应过来，眼前的这个男人就是他第3个受夫人鱼族的小王子琼安。你这小子怎么回事？自己的雌主都保护不好，还好琼安王子在这，不然今天能见到的只有黎黎的尸体了。严晶气得不成样子，伸手就要去揪严森的耳朵，严森连忙躲开。不是姐，人要讲道理，他去个卫生间，我一男的怎么进去？严森表示活着真难。而费尔德曼已经完全半兽化了，雌性保护协会给他戴上了手铐，打算关进地牢里看管起来。白白，救我！费尔德曼一脸哀求地看着何白白，祈求他选择保释自己，只要自己的雌主愿意让这样的半兽化兽人住在家里，雌性保护协会也会选择让这个半兽人先观察一段时间，再决定要不要关押。你这种状态实在是太危险了，保不准你什么时候就会在家里杀了我。何白白表情冷漠，他正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费尔德曼呢，结果费尔德曼倒是把自己给做进地牢里去了。他高兴还来不及呢，这样也不用担心以后他闹事了，甚至自己还可以再多找几个受夫，他石离都可以留2个半兽化的兽人在家里。你为什么不可以？你不是什么都要和他比吗？怎么现在你不比了？费尔德曼顿时气急败坏，开始大肆宣扬何白白心里的那些小九九，一副鱼死网破的样子。你瞎说什么？我什么时候要和石离比了？我需要和他比吗？何白白直接扇了他一巴掌，威胁他闭嘴。你怎么不和他比了？费尔德曼被扇了一巴掌，整个人都懵了。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被何白白打，还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当初追我不就是看不惯石离喜欢我吗？就为了证明自己的魅力来主动勾引我不是吗？这都是你自己干过的事情，现在都不认了吗？终端上的那些聊天记录可都还在呢。亲爱的，费尔德曼阴森地看了何白白一眼，一旁何白白的预备受夫也有些诧异地看了一眼何白白。即便是何白白的身份再怎样好，这样的丑闻放出去也足够影响名声了。他这个预备受夫也不是什么没人要的破烂，相比之下，何白白不过是比其他雌性多了专情这么个优点。他能挑选的雌主也不少，很多雌性都对他有意思。看来他也要多考虑一下这个婚事到底合不合适了。你不要在这里信口雌黄，真是疯狗一样到处乱咬。闭嘴！何白白也是气炸了，全然不顾往日里维持的小白花气质，甚至有些气急败坏。还有呢，想听我全在他们面前复述一遍吗？
费尔德曼的声音如敲钟一般传到了每个人的耳朵中。石离有些懵懵地看着戏，脑子还没有从刚才的危险之中回过神来，觉得有些头晕，忍不住晃了几下。听到脚步声，转头一看，是白青野。石离这才松了一口气，转头靠在了他的身上。头晕，白青野轻轻揽住了石离的肩膀，让他可以更结实地靠在自己的身上。听着小雌性嘴里嘟囔着难受，白青野真是心疼坏了。要不是碍于现在皇女殿下和贵族们都在这里，他真想现在就带着石离去休息。没事，别怕，要是真累了就闭着眼睛靠一会。你这是吓着了，稍微休息一下就好了，别紧张。白青野的手掌好像有什么魔法，在宽厚的手掌抚摸下，石离感觉昏昏欲睡。好了，不要再说你们两口子的这些私事了，甚至话里话外还在拉着别人，有矛盾私下解决。先送费尔德曼去地牢，何白白你要是还有什么话要说，就去地牢探视。严晶终于听不下去了，尤其是这两人话语之中，总是有意无意的牵扯到石离。严晶实在是不想让石离被传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开口打断了这两人的对话。对于这个弟弟，严晶总是喜欢不起来。心思太多了，而且心思都不在什么正面，跟他那讨厌的爹一样。琼安王子，真是让您见笑了，咱们回宴会厅吧。宴会还没有结束，严晶挤出了一个标准的笑容，伸手邀请琼安。宴会有些没意思了，我倒是想跟我的词主好好叙叙旧，刚才好像知道了些关于他的有趣故事，我想现在就知道答案，就不跟着赴宴了。琼安的姿势非常礼貌，但是说的话却有些犀利了。严晶的表情有些尴尬，但是想了一下，琼安好久都没有见到石离了，让这小夫妻叙叙旧也不是什么坏处，干你该干的事情，哪有你这样宴会还没结束就跑了的？严森绷不住了，凭什么他就要遭受宴会的折磨？这个琼安王子倒是躺得心安理得，这不公平！严森极力的要阻止琼安跟石离独处，甚至还给白青野使了眼色，都别吵了！石离晕了，喊一声。结果白青野却突然一声惊呼，连忙抱着石离就往宴会早就准备的休息室跑去。严晶看着自家有些毛躁的弟弟，也只能头疼的狠狠拍了他肩膀两下，担心就赶紧滚去看吧，别在我跟前上蹿下跳的。房间内也是一团糟，白青野和严森根本不让琼安靠近，琼安也只好无奈的举起双手靠墙，表示自己乖乖在这看着就行。我天，也不用这样的眼神看我吧，刚才要不是我，他早就被那个雄性给掐死了。琼安表示自己没什么恶意，鬼知道你这个王子不好好在宴会厅待着，自己一个人来那么孤僻的地方是什么心思？兴许只是被某人给抢先了而已。严森嘴上没有丝毫的客气，白青野也抿着嘴唇不说话，看着医生给石离检查身体格外的紧张，心里嘀咕着：之前石离的身体有这么不好吗？现在怎么动不动就晕倒？没什么大事，就是过度惊吓，外加最近可能有些劳累了。说后面那句话的时候，医生还谨慎地扫视了一眼这三个受妇，忍不住汗颜。年轻人虽然体力旺盛，但是贪多贪足，不光损害自己精气，也伤旁人啊。一句话说的意味深长。琼安戏谑地看了一眼两人，颇有些不爽。某人当初在他潮汐夜难受成那样，也说要为那个什么白月光守身如玉，怎么他走了之后又这么急不可耐了？都能把自己的身体给造到昏迷。严森和白青野也一脸尴尬，他们三准确来说到现在为止都还是清白的，只是石离每天给他们做安抚而已。还说我呢，你们这种强度跟谋害他也没啥区别。琼安忍不住嘲讽了两句，所以你怎么又想通了？还是你那亲爱的女王又不要你了？白青也非常警惕琼安，只有琼安和他们不生活在一个星球，也只有琼安有可能立场和他们有出入，这让他不得不多想，还有什么想不想得通？结婚了，但是一直缩在自己家，联邦找我谈话了呗？这种简单的问题还需要我亲自回答？这才多久没见，怎么被传染傻了？琼安双手抱臂，眼睛却在死死盯着石离。石离这时悠悠转醒，一看到满屋的男人，又有点想晕了。都别吵了，哥哥们，咱就是说万事和为贵。石离半撑着身子看着几人，刚才晕倒估计是最近每天都要安抚导致的，不过效果那么显著，石离也不后悔。吵得我头疼。石离这说的是真话。后院着火的感觉真的不想再体验了。怎么样，好点了没？白青也伸手用手指轻柔地揉了揉石离的太阳穴，严森则是去端了杯温水来。看到这两人殷勤的样子，琼安浑身不自在。怎么走了一段时间，回来大家就都变了样？看样子某人的手段又进步了，只是不知道你那个白月光取到手了没有？琼安心里可算是就记住这个白月光了。白月光不就是那个费尔德曼吗？刚刚不是被铐走了吗？严森有点莫名其妙，他还以为琼安知道石离的白月光是谁呢，原来这家伙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事干得可太不地道了，石离竟然一直没有跟琼安说。琼安有点没反应过来，不是爱的深沉吗？就这么看着人家被铐走了，琼安更加摸不到头脑了。什么爱的深沉？他这都送进去3个人了，谁敢要他这个爱的深沉？严森忍不住吐槽：哦哟，那还真是战绩显赫呀。琼安忍不住感慨，又往远一点的地方挪了一步。最终严森还是被请了出去，白青野也被朋友给强行拽出去酗酒了。房间内还是只剩下了琼安和石离。砰！果不其然，石离被琼安压倒在床上。石离刚才就感觉这条鱼的眼神不算清白，结果还真被他给猜到了。刚见面，我们现在应该还算是陌生人，不用进度这么快吧？石离觉得头大，但是奈何这男人该死的美貌是他喜欢的款。什么陌生人，在我跟前装什么？琼安根本不吃石离这套，欠我这么久的事情，现在总该能兑现了吧？琼安埋在石离的脖颈间深吸了一口气，憋不住了，憋不住了。琼安终于要求石离给他做安抚了。我可没欠你什么。石离掰着琼安的肩膀，使了一个巧劲，轻松地转换了两人的位置。比起一直被压着的感觉，石离也偶尔想体验一下上面的空气，尤其是在面对这样一张漂亮的脸蛋的时候。在原主的记忆中，琼安是被强塞来的，所以原主一直没有怎么在意他，只是觉得脸长得不错。至于别的，石离从脑袋里已经搜寻不到了。没有吗？我也是有需求的，难道你是想让我憋
憋死。琼安说的直白，他们人鱼族一向如此，直白又重欲，所以才会因为石离的冷漠和拒绝而发疯。这次回来，他也是做了好久的心理准备的。母后就算是在疼他，也不可能支持他离婚，总归还是只能找石离去满足这方面。两人正僵持着，石离突然感觉窗外似乎有什么动静，似乎是什么鸟类正在用爪子扒拉窗子。嘘，你有听到什么声音吗？原本还有些冷寂的氛围一下子就紧张了起来。石离连忙捂住了琼安的嘴，一脸严肃地侧着耳朵听窗外的动静。可是那东西听到里面有说话的动静，非但没有害怕，反而磨窗户磨得更起劲了，似乎有什么东西即将从窗户那里破窗而出。可偏偏窗帘是被拉上的，石离看不到外面那到底是什么东西。越是看不见的东西，越是让人忍不住想象，想象力就是恐惧的源泉。石离感觉自己的身体有些止不住的微微发抖，紧接着眼前一黑，石离忍不住想挣扎，耳边却传来了琼安的声音：“别怕，不要看。”就在琼安话音刚落的那一刻，玻璃破碎的声音响彻石离的耳朵，吓得石离浑身一抖。紧接着石离感觉整个人被抱了起来，一下子就窜了出去。石离挣扎着扒开了琼安的手，看到了这辈子都忘不了的一幕，顿时让石离忍不住开始干呕起来。刚才挠玻璃的哪里是什么鸟兽，分明是一只很像丧尸的东西。这是什么东西？石离忍不住惊呼了起来。窗户外也传来了更大的动静，似乎其他人也被惊动了。兴许守卫已经开始和下面没有爬上来的丧尸战斗了，可是眼前这只爬上来的该怎么解决？兴许是流沙洞中爬出来的星际怪物吧。琼安紧绷住身体，伸手又把石离往自己怀里紧了紧。你看我们兽人兽化之后，紧接着就是丧失理智，最后在奄奄一息的时候被像丢垃圾一般丢到流沙洞中。只是有些兽化的兽人实在是生命力太顽强，这种死尸就会从流沙洞里爬出来恶心人。琼安甚至还有心思来科普。你不怕吗？石离忍不住开口问了一句，得到的是琼安的一个白眼。就一只而已，有什么怕的？肉搏我都不带怕他的，他也就长得丑这么一个攻击力了。听到琼安这么说，石离的心稍稍放下了一点，似乎这个丧尸并没有传染性，那威慑力真的是小了很多。在这等我，别乱跑。琼安嘱咐完，伸手拔下来了床头上的台灯，拎在手里也像一根棍子似的。可是等到琼安真的动手后，石离才发现自己想的实在是太简单了，什么只有长得丑这一个攻击力，分明丧尸的行动速度很快，咬合力也很惊人。石离看到那口牙几乎要把台灯的铁杆子给咬断时，都要叫出声来了，可千万不要出事啊！窗台的另一边，石离敏锐地发现又爬上来了一只手，石离连忙四处搜寻趁手的武器，最终扛起了梳妆台前的板凳，狠狠地朝着窗台另一边的那只手上狠狠砸去，几乎是把手给砸成肉泥了。那丧尸才依依不舍地掉了下去。琼安那边也把丧尸给一脚踹到了1楼，底下已经乱成一锅粥了。不是让你在这等着吗？你刚才实在是太危险了。琼安都惊了，这种丧尸在他们海蓝星出现的还是比较频繁的，他们海蓝星的屏障设置的没有这里好，经常会有流沙洞里的怪物爬出来作怪。可是石离兴许长到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这种怪物吧，竟然还能有力气扛着椅子砸丧尸，我不来这一只偷袭你怎么办？石离委屈的不行，明明他是担心琼安，怎么琼安还反过来说他？那你也不能这么冒险，自己才多带点力气，自己没数吗？看着石离即便是现在还有些忍不住微颤的身体，琼安又不忍心说恶毒话，甚至琼安都不敢想，如果这次来袭击的是更危险一点的怪物，石离还这么莽撞的上来帮忙，会受多重的伤？我有力气的，而且你也说了，那玩意没有什么危险性。石离梗着脖子不肯退缩，他才不会说自己害怕呢。见石离一副倔驴的样子，琼安也只能叹了一口气，单手抱着石离，准备去找白青野和严森会合。多一个人总是多一份安全的，这个房间的楼下就是丧尸群，实在不是什么安全的地方。我不要你抱着，我自己会走。石离忍不住挣扎了起来，这样被抱小孩似的抱出去，他还要不要脸了？老实别动，再动我打屁股了，我哪敢放你下地？要是从后面窜出来一只，就你这小短腿，跑都跑不过他。琼安虽然说话不好听，但是说的可都是实话，这种丧尸速度很快的，你就会威胁我。石离忍不住直接捶了他肩膀一下，捶得我心脏疼，好狠的新宝贝儿。琼安说的那叫一个夸张，一副心痛的表情。石离觉得这家伙绝对是这里面几个中最戏精的，只是现在宴会会场都冷冷清清的，人不知道都被转移到哪里去了。门外的吵嚷声还在继续，石离不禁有些瑟缩，这还是他第一次这样直面死亡，要是沦陷了会怎么样？石离忍不住开始多想，看着紧闭的大门，已经想到了大门被冲破的场景了。不会沦陷的，这里已经是整个星球安全系数最高的地方了，要是这里都沦陷了，那这次的怪物潮规模未免有些太夸张了。除非人为，不然流沙洞那边不可能一次性爬出来这么多怪物。见石离是真的害怕了，琼安也收起了做戏的夸张，开始认真回答起问题来。联邦在流沙洞都是有派兵驻守的，怎么可能会不小心放出来这么多怪物？其实今晚能出现那么多丧尸怪，已经很不同寻常了。人为，如果是人为的话，这算是各个星球之间的斗争吗？就像石离原本的世界中，各个国家之间也会有战争，只是在这个世界没有国家，只有以星球为单位，那岂不是战争的规模会更大？那就不好说了，但是大概率是这么个意思。琼安也不是很清楚各个星球之间的势力斗争，毕竟他们海蓝星除了资源，也没有什么竞争力可以和其他星球对抗，他们一向主持和平。不过这要是真的人为，那他还是挺恨你们的，搞出来这么多怪物，直逼星球最中心。琼安都觉得这件事情不能细想，细想下来只会觉得毛骨悚然。外面的打斗声越来越近了，甚至石离还能清楚地听到某些
些哀嚎声，应该是卫兵不慎被攻击到了发出来的声音，预示着一条生命离开了这个世界。突然，石里好像在前方的窗台上看到了什么东西，一个有些微弱亮光的块状物，似乎是一块石头。你干什么？疯了吗？琼安飞快地抓住了试图朝窗户边走的石里，一脸的震惊。他怀疑石里是不是脑子坏了，这家伙之前不是胆子最小了吗？偏偏五感又异于常人的灵敏，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吓得不行。现在在明知外面有怪物群的情况下，竟然还敢靠近窗户这种地方，丧尸怪完全有能力冲破窗户来攻击里面的人。现在没有来攻击窗户，无非就是没有看到目标罢了。结果石离竟然还硬往前凑，不用抓我，我有分寸。你看那是什么？石离不肯停下，甩了甩手，想要甩开琼安抓着他的手掌。什么？你说我去哪？别犯傻！琼安表示头大。石离要是死了，他们这些雄性还不能改嫁，只能守寡到死。他根本不可能憋得住这样守寡一辈子，一旦被发现找了别的雌性，他都会被处以严刑。琼安自认为自己没有石离那几个受夫那么有骨气，他就是个颜值主义者，外加享乐主义者，让他禁欲或者是找个丑的，那还不如直接杀了他。在石离的指示下，琼安也看到了那块不同寻常的石头，壮着胆子飞快地打开了个缝，掏回了那块石头。结果石离才刚看清那块石头，石头就消失在了琼安的掌心。我可什么都没有做。琼安人傻了，这是什么情况？又想到刚才石离冒着这么大的风险也要拿到这块石头，琼安更是心里打鼓，这东西可是实打实的，在两个人的见证下直接消失在他手中的。没事，你先别慌，你感受一下，现在你有什么不一样吗？石离一把摁住了琼安的手掌，我示意他冷静，这东西我见过，是石之言给我终端发过的星河图片，除了颜色有点不同，那光泽大小就是星河错不了。而且石之言说了，杀怪物有概率的星河，丧尸怪咋不算怪物？刚才琼安确实弄死一只，我们房间就在这窗户上面，说不定就是刚才那只丧尸怪掉的星河。啥不一样？琼安仔细感受下，好像真发现不对劲，是这种不一样。琼安看着我，伸出手指，很快指尖凝聚出细小冰针，在指尖悬浮摇晃，对我激动坏了。石之言跟我说过，觉醒异能得靠运气，有的人吸收好多星河才能觉醒，有的人吸收再多也不行，这辈子都没异能。可琼安刚吸收一小块，就直接觉醒了，这事儿回头再给你解释，反正这是好东西。我兴奋地直接抱住琼安，我是真高兴啊，身边多一个有异能的雄性，对我以后工作更有帮助，我也能更安全点。咱去顶楼吧，大家应该都被聚集到那了，一楼太危险。琼安被我抱着，浑身不自在，之前一直盼着我跟他亲近，现在我主动亲近他，反倒觉得别扭，还有点羞涩。好，我点头答应。结果我俩刚走几步，刚才开过的窗户就被外面丧尸怪群冲破了。果然开窗还是吸引了怪物注意，嘶吼声伴着凄厉风声，场面可怕极了。琼安一把抱起我就往楼上跑，却发现楼梯拐角也出现怪物，可能是刚才从我们房间窗户爬进来的。我这才后悔出来后咋没想到把房门锁上，也没想到普通怪物真能爬上这么高的楼。这下四面楚歌了一会，我把你放下，你赶紧往楼上跑，楼这么高，楼梯里丧尸应该少，而且怪物没什么智慧，你走路绕点弯，说不定能把他们晃晕。琼安抵着我头顶细细嘱咐，眼睛警惕盯着周围丧尸动静，还有不远处盔甲守卫模特的位置，那守卫骑士模特手里有佩剑，应该比台灯杆子好用。那你咋办？我声音都在抖。先不说我能不能躲开丧尸，这么多怪物，琼安一个人咋应付？而且怪物进来时我没听到任何兽人的声音，刚才那些守卫难道都死了？管我干啥？我人高马大的，难不成你想为我殉情？琼安满嘴跑火车，还调侃我，谁要为你殉情我是怕，人家说我对你始乱终弃。我好心担心他还不知好歹，但丢下他自己跑我干不出来。想到这我直接撩起礼服裙摆，打个结脱下精致高跟鞋，一会要跑起来了，这裙子和高跟鞋太碍事。你速度比我快，去把那件各骑士盔甲的配件拿来。我也不管琼安乐不乐意，直接安排起来，反正我不走。见我一副倔强样子，琼安只能叹气，他飞快取来配件，打算找个突破口带我往楼上跑。任务好像更难了，没想到我动作挺快，直接用长剑割断身上长裙，动作干脆一点不拖泥带水，把琼安看呆了。这小雌性胳膊这么细，竟然拿得动这么重的长剑，雌性不都怕这种利器吗？我竟然能干脆切断自己礼服裙。要知道以前我可宝贝子挤那些漂亮衣服首饰了，你不怕吗？这长剑插进去，血会蹦出来的。琼安好心提醒我，他可受不了一会看我掉眼泪。我能理解为你在关心我吗？其实我也怕，但害怕没用。想当年体育课800米，我也拼过命，现在不拼命以后就没命拼了，真得死了。我当然不是关心你，我是关心我后半生幸福。琼安话糙理不糙，但也太糙了，我直接无语，真没见过需求这么强的，生死关头还开这种玩笑。但说实话，这玩笑还真让我莫名笑了一下，还不如直接笑死算了。那你把这想法放肚子里吧，我对你没兴趣。熟悉的嫌弃感又来了。琼安觉得现在我对位了，整个人都舒服多了，不然他还觉得我假的吓人，现在更像个活人。可真到开干的时候，琼安更傻眼了，他更确定这我大概率是换人了。我拿剑砍怪物那很近，比琼安还猛，这长剑都快有我一半长了。我捂着剑跟削苹果似的，一砍一个怪物头。见我这么有干劲，琼安也被激励起来，砍下第一个怪物头。琼安突破了心理防线，他凭借身高和体力优势，砍怪速度超过了我。我体力不支，慢慢挥不动长剑，只能拎着剑跟在琼安身后往楼上走。这一路我捡到好几块星河，虽然不大，颜色也不同，但总归是收获。星河在我手里没消失，好像我不能吸收星河力量。
但我没把星河给琼安，心里想着其他人要是他们都能觉醒异能，那不更好？光给琼安星河，不知道其他人会怎么闹。毕竟丧尸潮不是随便能遇到的。2楼和我们想的一样，怪物不多，有1楼经验，我俩处理得很干脆。幸运的是在上3楼楼梯处遇到严森、白青野，还有被守卫保护的岩晶。我已经快没力气了，脚步虚浮，看到他们腿一软，往前栽去。我的小祖宗，你慢点，想表现跟俩兽夫关系好，也不用这么激动。琼安眼疾手快，把我捞住，不然德破香琼安还以为我见到严森和白青野太激动。他激动个啥？分明是累的。岩晶一下说到点子上，快，人齐了，赶紧上顶楼。岩晶不管我俩啥情况，指挥严森抱我走。我们人多目标大，动静也大，不能久留，还是我自己抱吧，反正已经在我怀里了。琼安对着要来抱我的严森露出护食举动，你一身血渍，不怕熏着他，还是我来。严森强硬伸手到我腰侧，他俩要扯我连忙制止。停，你俩争下去，我要被拽成2半了。他俩只顾抢我没意识，到力气对我来说太大，轻轻拉扯我都可能疼他俩，赶忙收手。白青野眼疾手快，趁机抱起我，跟上前面大部队，不声不响，切不就是抢得及时，有啥好装的？严森忍不住嘟囔到了皇宫楼顶，我被底下场景震惊。刚才看到的丧尸怪只是一小部分，皇宫到处都游荡着这种怪物。1楼看到的丧尸群是冲破防线进来的，竟然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吗？我望去，几乎所有宾客都在楼顶，侍从和个别兽夫被派去防守了。琼安带来的族人都在，这楼顶又能站下多少人呢？也不知道哪来这么多怪物，让人措手不及。已经通知联邦军方了，只是怎么来这么慢？严晶在楼梯口看到怪物，很头疼，估计怪物攻到楼顶只是时间问题，到时候先舍弃谁是个大问题。你身上真没不舒服吗？白青也把我放角落，3个大男人围着我来回打量，怕落了伤口。我俩可是从丧尸堆里爬出来的，你别挠我，侥幸我不满地踹了白青野一脚，光看就算了，还上手。白青野离得近，成了倒霉蛋。他块头大，我没穿鞋，脚底没攻击性，根本踹不动，只是让他老实了点。我身上真没伤，我又不是瓷娃娃，我受不了他们盯着我的眼神。这时一件外套落在我腿上，天还凉，在外面注意点好。严森外套盖我腿上，暖意蔓延全身，说不冷是假的。拖地礼服裙被撕成短裙，腿露在外头，吹着冷风，这都不是重点。现在问题是怎么解决这场灾难？我不敢想在丧尸堆里被分尸多可怕。这些守卫明显不够，不知道能撑到啥时候。那不正好，反正都活不了，大家一块死也算圆了咱们几个的孽缘，说不定还能一块投胎呢。严森想得开玩笑，反正就是一死，他不怕。不过刚才看你那很近，真怀疑你是不是石离。琼安开口，他俩没看到我刚才的样子，没这疑惑。琼安可是近距离看到的，到现在他都费解，而且我现在对兽夫态度比以前好多了。和颜悦色的以前不是送打捞，就是关暗示折磨，哪像现在能好好说话。以前的我简直能用暴力形容，一点就着。白青野和严森也被吸引注意力，要说没疑虑不可能，只是一直抓不到我把柄。真的假的？我记得之前某人连菜刀都没拿过，现在竟能做一桌子好菜。严森摸下巴，难不成是小时候技能？白青野你知道吗？他扭头问白青野，白青野认真摇头。小时后石离被家里惯得不行，一样蛮横。咱现在能不能别讨论？我话没说完，被人群惊呼打断。救命啊！可人群大多很冷漠，只因被丧尸怪咬住的是雄性，好多雌性下意识离远，还推出其他雄性阻拦。严晶身边护卫死守着严晶，连带严森我和其他人，别人受攻击，他们根本不动。丧尸怪攻击性不强，也不传染，被咬一口只是受伤，能养好。我不明白大家为啥这么冷漠。天台这么多人，一人踩怪物一脚，他早成肉泥了，你要干什么？琼安警觉，拉住我握剑的手腕，多管闲事，可不像你。琼安警告手还越前越紧，我无语，这帮人把警惕全放我身上了，我一个小动作，他们就觉得我要搞事，可总不能眼睁睁看到人被咬死吧？我面露不忍，那雄性体格不强，看着瘦体也不像猛兽，我猜可能是普通小型杂食或食草动物，靠漂亮娇小外形吸引特殊喜好的雌性，才被娶回家，偏偏倒霉被怪物咬到。看他哭喊，我不忍别过头，那也不是你该管的，你救得下一个，能救得下每一个。你看看下面多少怪物。琼安捏住我下巴，让我看清，楼底怪物源源不断往楼顶爬，你不动我不动，早晚外围人被吃完，那不就剩我们了？现在动手，好歹这么多人，胜算可能大点。我不敢想等人都死光，只剩我们10多可怕，难不成到时候直接从顶楼跳下去？我宁可现在就动手。你动手也没用，多数雌性只会留兽夫在身边保护自己，你冲上去搏斗他们只会觉得你傻，没人会跟上。白青野听到动静回头吃惊看我，他也没想到我会想动手，那也得有人做第一个，坐以待毙是懦夫行为。松手，我不想听他们劝，刚才要是有胆子大的守在天台门口，这些傻怪物来一个砍一个。多数人是没见过怪物，恐惧不敢动手，实际上这东西比丧尸骗传染病毒的丧尸好对付多了。见我拿长剑指着他，琼安不得已松手，他内心诧异，这给石离换了啥心？他长这么大没见过这种雌性，这除了外貌出众内核也有意思。琼安觉得自己之前咋没发现呢？我去这么猛吗？
严森怀疑自己眼瞎，刚闪过的残影好像是我，那还能有假残影？还穿着他的外套呢？你不能这样！严森反应过来，夺过护卫长剑就冲过去。理智告诉严森别管我闲事，要是我冲锋陷阵死了，他不用负责，守寡就行。可身体比脑子反应快，本能就冲上去，一个柔弱女孩都提剑上了，他一大男人还能干看着？白青野和琼安也没犹豫，身体比脑子动得快，就算有过节，这时候也不能拖我后腿，先过难关再算旧账。此时他们心里更多是对我的敬佩。这时候有人敢站出来鼓动人心，需要很大勇气，本应是皇女严晶站出来，结果我先站出来了，还愣着干什么？实力都上了，你们还死守着我一个人，上去干啊！严晶反应过来，我这是替他打头阵，他还规避了先上手受伤的风险，他心里对我又多几分喜爱，上哪找能为自己冲锋陷阵的雌性？护卫听皇女吩咐，握紧武器冲到前面，他们好多人早就按捺不住，看同类被咬死谁都受不了，只是不敢违抗命令，才压抑冲动。现在有了号令，一帮人跟打了鸡血似的。可很快新问题来了，我感觉胳膊都要抡麻了，丧尸怪数量还是那么多，从小入口不断冒出来，感觉手中长剑都得拿磨刀石磨磨了。小心我身后空挡，差点被丧尸怪偷袭，还好三人一直注意我，同时劈碎那只倒霉怪物。实力快到我这来，严晶发现我体力不支，要拉我到他身边雌性，本来就不该参与打斗，快去我姐。那你在这分散我们注意力。严森见我不动着急，把我往严晶那猛推，我跌坐在地吃痛，捂住膝盖，接着落入严晶温软怀抱。别往前凑了，留着力气逃呢，要是真顶不住，咱们就得从灯管爬下去，看看能不能找到没被丧尸怪攻陷的草丛或树林躲起来，等待救援。严晶边说边低头看下方，认真辨认哪个方位没被攻陷。怎么这么久，联邦支援还没到？我很疑惑，按说联邦队这种重点灾难该很关注，这都未来世界了，有军舰，速度不该这么慢，除非出问题。要么联邦不知道情况，要么就是不打算救我们。而且从宴会开始到现在，我们的王呢？敢问陛下呢？我疑惑问出口，联邦有事，提前召母后去议事了，都走4天了，这场宴会是我自己安排的。严晶不明白我为啥突然问这个，联邦行事，我刚到这世界，不太懂，但我觉得其中肯定有缘故，总不会是王后在联邦得罪高层，联邦故意不救，或者借此逼王后答应什么条件吧，不然太离谱了。我觉得等不来援军了，我相信自己第六感，不禁觉得悲凉，我还啥都没干呢，咋就要死了？还死得不明不白。严晶心里一沉，比起我，他从小生活的环境让他对事件敏感，也觉得事情不对，但现在关键不是找缘由，而是找生路。一阵怪物哀嚎，把我俩思绪拉回现实。我的天！严晶忍不住捂嘴，严森你疯了，主动兽化会让你暴走的。看着又露出龙角龙尾的严森，严晶眼泪涌出眼眶。半兽化能大幅提高兽人战斗力，但和我之前担心的一样，这样兽人会更快进入兽化，战斗最后可能精神识海崩溃，彻底变成只会暴怒攻击的凶兽，再也变不回人形。可进攻效果太显著，大家都看到了，战斗力不止翻倍。你俩带着他俩走，照顾好我姐姐。严森咬牙一掌，又挥断几只丧尸怪身体，龙的爪子开始侵占他人类的手型。你一个人可能不够，说不定你再努力，完全兽化后能飞，这样带他俩走方便。白青也没后退，浑身冒悠悠绿光，带着黑气，我清楚看到他脸颊开始长鳞片，我都傻了，不是我好不容易安抚好的，咋又退化回去了？你们我话没出口，被严晶制止，他们再给我们争取机会和时间。严晶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只能希望别暴动太厉害。危机结束后还有安抚余地，琼安看看开始兽化的两人，又看看不远处还想提剑冲上来的我，以及拉住我不让我胡闹的严晶。琼安缓缓闭眼，任由身体兽化，赛人的鱼鳍虚幻残影飘在他耳侧。这时大家似乎都听到遥远海浪声，三个主动兽化的雄性，战斗力不知翻了多少倍。他们仨某种意义上都算凶兽，猛兽的压迫让怪物都后撤几分。我们走吧，下面是草坪啥的，最多摔伤摔不死。严晶低头脱高跟鞋，我看着底层还是腿软，真摔不死吗？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这样等下去才真完蛋。你看底层怪物少了，说明都涌进皇宫了，我们只要摔不死下去就安全。严晶催促，因为他看到三人快没力气了，即便兽化也不全是猛兽模样，还是人类体型，只是更凶狠，可体力上限摆在哪？拉着我的手，咱俩一起走。严晶抓着我的手示意，他明白我害怕，他当然也怕，但这种事他不是第一次做，之前逼宫要不是几岁的，他敢跳下去送信找救兵，现在驻皇宫的就不是他们了。在严晶鼓励下，我紧紧握住他的手，跳下去那一刻，我觉得心脏都快跳出嗓子眼了，好像又死了一次。呜呜风声灌进耳朵，我整个人都懵了，紧接着一阵强风，差点把我和严晶吹到墙上。我去，这是什么？我忍不住惊呼。刚才强风不是自然风声，而是眼前漆黑色军舰发动机吹出的飓风，空气在发动机前都有了波动形状，但这军舰没恶意，甚至稳稳接住我和严晶。是军舰联邦援军到了，严晶忍不住欢呼，直接抱住我，滚烫泪水流下来，是喜极而泣，劫后余生，我整个人都软了。没事吧？军舰舱门很快打开，我没力气看说话的人是谁，只觉得声音熟悉，盯着他脚上黑色军靴，我好像知道他是谁。
又不敢确定晕了吗？石智妍急忙捧住我的脸，生怕我出事，看到我睁着眼，只是很疲惫，这才彻底放下心来。不过这狼狈的样子，他可是看得清清楚楚。漂亮的礼服裙被撕得破破烂烂，浑身斑驳的血迹，不过看起来并不是石梨本人的。还有那只漂亮的手中，却握着非常破坏氛围的长剑。我来晚了，石智妍心疼地抱住了石梨，身后出来的战士们也纷纷上前来，小心地搀扶起严晶。你不是通缉犯3个字还没说出口，严晶就默默地闭上了嘴，压制住了内心的吃惊，因为他看到石梨没有挣扎，反而还很信任这个通缉犯似的，反抱住了他。现在也不能管这个人是不是什么通缉犯啊，这个人可是救了他吗？严晶眼睛一闭，表示没有看到。他们都还在上面，哥哥快救他们！温暖的怀抱把石梨暖得回过了神。石梨连忙指了指楼顶，上面那3个人还是生死未卜呢。好交给我，你好好休息吧。军舰上有军医石智妍，这个时候没有去计较什么情敌不情敌的，这几个人肯舍命去保护石梨，他也干不出来背刺的事情。挥手示意后面的小行军舰上楼顶营救那几个人。在石智妍的怀抱中，石梨才有了安心的感觉。刚才他真的以为自己要死了。你的事情忙完了之前不是还说不方便出现在这里吗？只是石智妍这样这么招摇的来救他，实在是让石梨有些不安心。这都不是你要管的事情了，现在闭上眼睛睡一觉吧。石智妍语气温柔，一副哄睡的架势。不行，等把他们救下来要立刻给他们进行精神安抚，要是安抚的不及时，完全受化的话，那就完了。石梨现在的精神还是绷着的，根本不敢睡，生怕睡醒了。石智妍告诉他，那3个受俘全都完全受化了，已经被抓到地牢里等死去了。他真的会受不了的。你石智妍直接被石梨给说懵了，好吗？就个毛线救下来，让自己的娇娇妹妹一口气给3个雄性做安抚，怎么可能？根本不可能允许，这不是要把石梨给往死了做吗？石智妍忍不住了，可是面对石梨那张乖巧的脸蛋，又说不出什么重话来。没事，你不睡我就不救他们。石智妍说的咬牙切齿，并且真的拿出来了联络器，明晃晃的威胁石梨。他不太想给石梨用什么药，这太残忍了。石梨当场就被吓得直接闭上了双眼，老老实实让石智妍抱着，直到把他放到了一张该是临时搭建的床铺上。但是石智妍一直没有走，石梨还是能感觉到他在身边的体温以及注视自己的目光。石梨只好继续一直装睡，结果这一装睡倒不要紧，等到石梨突然惊醒后才发现，早就已经到第2天中午了。他们人怎么样了？石梨一把揪住了石智妍的衣领，整个人都透露着焦急2字。你再这样就一个活着的都没有了。石智妍冷了，脸色直勾勾的盯着石梨，揪着他衣领的双手突然一把钳住了这2个白皙的手腕，压迫感十足，搞得石梨都不敢直视他的双眼了。乖巧的模样让石智妍心里痒痒的，他可很少见石梨这么乖的样子，这要是放在从前，早就要拿出他那尖尖的指甲挠人了。你就告诉我到底怎么样了吗？石梨不敢对石智妍来硬的，潜意识里他对于哥哥这个身份还是有些畏惧的，因为他自己在之前的那个世界就是个孤儿，父母都没有，更别说哥哥了。他渴望，但是又不知道该如何相处才是对的，于是现在处处小心谨慎，甚至忍不住去露出更多的柔软面，去攻略石智妍。因为他发现这个哥哥好像很吃这套，暂时还算稳定半兽化的稳定状态，不至于被强制抓走。你也不用那么着急，石智妍能有什么坏心思吗？如果这几个男人真的熬不过来，那正合他意，要是熬过来了，又只能辛苦他家娇娇了。不过石智妍也没有说话，3个人徒手搞那么多怪物，打完这么硬的一仗之后，竟然还能保持精神稳定，也真是不容易，甚至可以用奇迹来形容。那带我去给他们安抚吧，越快越好。石梨也没有想到竟然还能听到稳定2个字，则你能不能先顾着点自己的身体？你知道刚才医生给你检查完是怎么说的吗？石智妍又恢复了不苟言笑的严肃样子，满脸恨铁不成钢的样子。他真好奇这几个男人趁着他不在的时候给石梨下了什么迷魂药，就这么喜欢他们吗？连自己的身体都不顾了。医生说你过度劳累，还感冒了，自己不好好养着，还去关心他们，实在是怕他们死。你让严晶先去给他弟弟安抚啊。石智妍也是气急了，直接喊出来了严晶的大名，给石梨都给惊了，连忙捂住了他的嘴巴。小雌性即便是没有洗澡，身上都好像自带了一股淡淡的香气，手心更是软软糯糯的。被这样捂着嘴巴，石智妍没忍住深吸了一口气，即便这样会显得自己很像一个变态，但是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对石梨的渴望。他也怀疑石梨是不是给他下了什么迷魂药，不是说安抚只有很亲密的人才能做吗？石梨表示不解丝毫没有意识到石智妍刚才那猛吸一口的动作有什么奇怪，亲人难道不算很亲密的人吗？如果真的受宠的话，有的母亲也会给自己的儿子做精神安抚，只是可能夫妻之间安抚的效果会更好而已。石智妍对于精神安抚的研究也不是很清楚，毕竟这不是他该研究的东西，但是他的确听说过有母子或者姐弟兄妹之间这种安抚关系，不过不多罢了，毕竟各个雌性连自己的受夫都快安抚不过来了，又哪里管得了其他人？真的要说担心，难道他不担心自己的弟弟？轮到你着急时，智妍不肯让石梨在这种糟糕状态下去给那些人做安抚，不光是出于吃醋，也出于对石梨身体的担心。要知道小雌性身娇体弱的，哪里经得住那么多折腾？
还是老老实实在这里休息才是最安全的，不吗？就让我看看去好不好？我不给他们做安抚，我就是去看看他们。哥哥，你想想，要不是他们，这个时候我都见不到你了。石离思来想去，还是选择撒娇这条路。见石智妍那副耳朵红的表情，石离就知道这法子管用，那也是他们应该做的。受夫就是要保证此主的安全。石智妍有些无奈的别过去了脸，他还在做内心的挣扎。我就看看你，总不能这么狠心吧？连见都不让，见石离一副要掉小珍珠的样子，直接吓到了石智妍。石智妍深吸一口气，弯腰抱住了石离，就朝外面走去。我就知道哥哥最好了。说完，石离奖励一般的在石智妍的脸颊上亲了一口，啵叽一下，声音格外的响亮。石智妍感觉自己后面走路的脚步都有些虚浮了，却害怕把石离不小心给弄到地上，还得提起精神来不能沉浸在石离建造的温柔乡中。来到军舰上临时空出来的各大仓库关着他们的房间时，石离竟然真的看到了妍金在给严森做精神安抚。这还是石离第一次看到其他雌性是怎么做精神安抚的，跟他的方式差不多，但是很明显严金做安抚时要痛苦得多，似乎不是在整理精神丝，反而是把那些混乱的精神丝吸入自己的识海中。石离忍不住让刚才还跟他出生入死的姐姐受这种痛苦，直接打断了他。要知道刚才严金也陪着一块单精受怕了那么久。殿下，我来吧，你还是好好休息比较好。石离伸手要扶起严金，却被严金拒绝了。看着还处于昏睡中的严森，严金的眼眶又红了起来。有3个呢，我的弟弟，还是我来吧。你给他俩做安抚，你一个人安抚3个的话，实在是太危险了。说完就又继续投入进精神识海中去了。比起这2个昏迷的，琼安的状态要好太多了。都是主动受化的琼安，却还是醒着的。而且刚才他受化的时候，动物特征都是虚影，并非实际真的长出来了。难道人鱼族和他们这些陆地生物不同？察觉到石离的眼神，琼安招了招手，示意石离靠近一点。他也只是还清醒而已，身上却没什么力气。石智妍不放心的也跟了上去。琼安看了一眼跟过来的石智妍，又看了一眼石离，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他不是很放心这个跟过来的陌生人。没事，他也是我的受夫，不会害我们的。石离察觉到了琼安的顾虑，开口替石智妍解释了一下。好吧，那我就说了，我觉得我现在能清醒，是跟我吸收了那块会发光的石头有点关系。琼安压低的声音确保在不远处的严金听不到他们在说些什么。你是能感觉到能力有什么特别吗？石离有些激动地握住了琼安的手。如果这东西真的可以抑制受化后的发狂，那这东西可太好了。因为之前也有过因为情绪问题导致的不稳定，虽然没有现在这么严重，但是我能感觉到现在脑袋还是清醒的。琼安这话让石智妍也不由得惊住了。那现在我把这些拿出来给你们用，会不会有奇效？石里从兜里掏出来了刚才一路砍出来的星河，把一旁的石智妍都给惊到了。WOC， 你哪来的这么多星河？而且为什么你吸收不了这些星河？石智妍不愧是用过星河的，非常迅速的在表达出震惊后，就发现了新的问题。石离一开始不敢给他们随便用，就是怕这玩意还有每次使用的量的要求，或者是有什么禁忌，还是想等见到石智妍之后，让他指导一下。对，我也想问一下这个事情。琼安拿在手里就会直接吸收，而我都抱着这么多了，依旧没有什么反应。石离的星河都是用丝烂的礼服布片包着的，但是用手指去捏起一颗，还是跟当时的情况一样，依旧好看的处在那。正常来说，拿到手就会被吸收的。石智妍不敢伸手碰石离手中的星河，生怕那颗星河直接被他吸收掉。一般我们出任务都会戴手套，防止在看到星河的时候一个不小心就给吸收掉了。但是你这样的我还真是第一次见。石智妍从腰侧拿出来了自己黑色的皮质手套，戴好后才握住了石离的手腕，仔细端详一番，也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你这个情况得回我们研究基地才行，得让我的老师看看。石智妍也没有发现什么特别，但是星河能稍微控制精神力倒是真的有这个说法。不过能有琼安这么好的效果，应该是因为他本身的能力就好。那边的严晶也精疲力尽的停了下来。石智妍看了一眼脸色依旧很差的严森，叹了口气，我把他带走你，把星河给他们吸收了吧，尽自己能力就好，别太过火，不然我就把他们都杀了。你这辈子就只能我做安抚。石智妍觉得这已经是自己能做出的最大让步了，真的让同类就这样死于精神暴动，着实有些残忍。石离惊讶地看向了石智妍，飞快地点了点头，生怕下一秒石智妍就后悔。本来打算先给最亲的琼安做安抚，结果琼安却拒绝了他。星河分一些给我吸收就好了，我应该能撑到你休息完再给我做。情况危急，琼安觉得自己还能清醒，还是先给其他2个不省人事的做安抚吧。石离把星河分成了几份，一份递给了琼安，又把一份先放在了严森的手中，看着他被慢慢吸收，最后才坐到了白青野的跟前，把星河放到了他的手上，开始给他进行安抚。就算严禁的安抚方法比较低效，那好歹严森也算是受到过一次安抚了。再次来到白青野的精神识海，石离真是两眼一黑，怎么比第一次还要糟糕？但是好像这些星河的确有用。石离感觉自己的周身似乎被一层金光包裹着，软乎乎的触碰到精神丝也不会痛，跟吃了体力包似的，也不觉得累。等房门从里面被打开时，石智妍连忙走到了门边，却看到石离竟然自己走出来了。
没事吧？石智妍一脸的紧张，伸手揉了揉石离的脑袋。没事，星河很好用，这份是给你的。石离拿着那块布包着的星河，直接倒在了石智妍的手上，顷刻间，星河就消失殆尽了。你给我干什么，石智妍？没有想到这个星河还会有他这个没出力的人一份，而且他想要，自然会自己去打的。但是问题是，这玩意一旦吸收了，根本吐不出来啊！不用给我这些的，还不如给你自己留着。石智妍简直要心疼坏了。虽然不知道石离这边的怪物是怎么爆率这么高的，但是要存那么多星河也不容易。一般打一群能出一个星河就已经很不错了，我现在又吸收不了，留着也是浪费。石离倒是不觉得浪费，他现在也算是看清楚了一些真理，这帮兽夫越强他就越安全，而且对于自己根本用不上的东西，石离一向大方，以后说不定可以啊。你看你这真是傻。石智妍心里很不是滋味，就这样轻易的把可以留做事底牌的东西给了别人。不过你之前不是说还不方便露面吗？现在这么大张旗鼓的，真的不会有事吗？石离总觉得心里头不踏实，这也没过几天啊，事情处理得那么快吗？而且如果真是联邦增援，规模应该不会只有这5架军舰吧？那也显得这个联邦太没有用了。聪明时智妍笑得有些苦涩，但是还是温柔的捏了捏石离的脸颊。阿石离直接实话他可不觉得这是什么很浪漫的事情，要是石智妍再被通缉，他怎么办？毕竟他队员主的父母没有什么感情，现在直接站在他面前的石智妍反而更让他牵挂，也不用那么吃惊，违背军令而已。以我现在的价值，联邦应该不会裁了我。石智妍耸了耸肩，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看得石离来气，你这不是拿自己的事业开玩笑吗？哪有男儿不想当英雄的？他不信石智妍没有野心，没有抱负，违抗军令绝对不可能是小事，事业能有你这条命重要，舍得你年纪轻轻的哥哥守寡吗？石智妍一句话直接堵住了石离的嘴，这件事情石离好像真的没有办法反驳，此主死亡兽夫是有连带责任的，那就不能走正常流程吗？可是石离还是不死心，他不想欠一个人这么大的人情。你在想什么？但凡可以我用，为什么要冒险？石离一愣，就现在石智妍违抗军令的状态下，自己都险些摔死，那样是真的等到联邦下达命令让他们来救援的时候，说不定自己的尸体都自己埋好了，那你怎么办？石离的情绪直接低落了下去，好像犯错的那个人是他自己。石离感觉自己已经欠了石智妍一个好大好大的人情。本来石智妍在特殊岗位做着特殊的任务，还有很大想机会去晋升，去有一个更好的事业，怎么现在反而被他给毁了呢？眼眶突然酸酸的，真的有人会对他好到这种程度吗？他配吗？我好的很什么怎么办？无非就那些事而已。我早就厌倦了那些联邦军队的规矩，一副官腔但恶心的嘴脸，真是让我作呕时，智妍无所谓的笑了笑。可是等到低头发现石离真的红了眼睛时，心又揪得很哀呀。别哭啊，只要命还在，什么都不怕的。你是不知道我当时当星际逃犯的时候多酷，那滋味老爽了，星际法律都奈何不了我。瞧着石智妍那副臭屁的模样，石离也忍不住被逗到了。是啊，已经发生了，那还能怎么办呢？当然是笑着面对，要什么补偿，我能给得起的一定补偿你。虽然不知道石智妍要面对的什么样的处罚，但是肯定跑不了一顿批评。石离想了想，还是觉得给点补偿比较人性，不然万一下次石智妍不救他了怎么办？又真的什么都可以。石智妍眼睛一亮，似乎银发间的那几缕火红的毛发都格外鲜活了几分，看得石离莫名发毛。当然得说我给得起的，我很穷的。石离硬着嘴皮瞎掰扯，他穷不穷可不好说，毕竟来这也这么久了，他还没有盘算清楚这几个兽夫带来的嫁妆到底有多少，实在是算不完，真的算不完啊！你当然给得起。石智妍舔了下嘴唇，好看的狐狸眼笑出勾人的弧度，弯腰一把抱住了石离的膝盖，扛着人就走啊！喂，你这干嘛？石离慌了神，忍不住怕在石智妍的肩膀上扑腾。可是这家伙到底是经过训练的，个子大也就算了，劲也大得离谱。无论石离怎么折腾，这肩膀还是那么宽厚结实，这手臂还是把他钳制的那么死。当然是要补偿啊！石智妍在军舰上的休息室非常简陋，就连床都是简单的上下铺，上铺用来放东西，下铺用来睡觉，配上一个桌子和椅子，就是休息室了。甚至石离被放到床上的时候，都能听到这东西咯吱咯吱响了好几下。床真的不会他妈石离忍不住问了个杀风景的话题，可是他是真的怕这玩意他。你石智妍欲言又止，努力压下了想要骂人的冲动。淡定淡定，现在还不能这样，吓着人家怎么办？石智妍努力劝说自己，这是仓库里废弃的军舰，所以东西自然旧了点，等以后我有能力了，联邦给我发新军舰的时候，我一定要求里面的床是最舒服、最结实、最智能的。石智妍咬牙切齿地说出了未来玄宣言，听得石离小脸一红。别瞎说了，你先想法子度过这次处罚再说。石离闭了闭眼，有些无奈，不知道该说自己的这几个兽夫心态太好了呢，还是该说自己心态太差了。你真的没跟他们做过？玩笑过后，石智妍问出了那个问题。做什么？石离一下子还没反应过来，直到看着石智妍那充满欲望的眼神时，才意识到他问的是什么。当然没有了。石离忍不住狠狠地捶了一下他的肩膀。怎么这些兽夫都这么执着于这件事情？难道自己就没有什么更值得争抢的方面了？他知道自己长得好看，但是这些兽夫也不要都这么肤浅吧？那就好，能给我吗？第一次
我要这个补偿，你给得起？石智妍直接不多说了。石离对那几个受夫的关注，石智妍也算是看清楚了。这小雌性似乎试图端平所有人的水，可是她不要被端水，那还不如直接把水全倒了呢。拒绝端水，从我做起。石智妍要的一直都不是端水，而是完完全全的实力。明明近水楼台的是他，怎么能先是被白青野抢了竹马青梅的名头，又被那个见都没见过的废尔德曼给抢走白月光的位置？这些明明都该是他的。石智妍越想越觉得不能忍，可是现在只要石离愿意认可他，那么他也不是不能留这两人一条命。不给吗？见石离久久没有说话，石智妍的心跌到了谷底。到底怎样做才能打动小雌性的心？在线等挺急的，可是我现在很累了。石离放低了声音，乍一听还真是一副虚弱的样子。麦可怜直接击中了石智妍的心脏。石离就不信这家伙不舍得他做安抚，难道就舍得他做这种事？两人之间出现了长达数十秒的寂静。那换种方法吧，你睡你的，我自己找点事情做。最终石智妍让步了，率先提出了解决办法。不管石离今天同不同意，他都要想法子疏解一下了。结婚证都领这么久了，人还没吃到，憋都要憋死了啊！你别乱来啊！石离有些慌张，却也不好拒绝，毕竟如果是别的法子，似乎也不会对自己造成什么伤害，索性任由石智妍摆弄了。自己咬着衬衫的衣摆被石智妍捏住，放到了他的嘴边，命令的口气让石离发现时，智妍竟然还有这样的一面。你自己捧住我来动好不好？一番纠缠后，石离也有些晕头转向了。吻太长太黏腻，空气好像都被另一个坏蛋给抢走了。石离只觉得有些窒息，头也晕乎乎的。石智妍让他如何，他就如何床咯吱咯吱的，好像刚才的担心也不无道理。真的要他了，有点痛。石离小声的哼哼了几下，即便是用这两团以石智妍的速度，也着实有些遭不住。交际时，智妍宠溺的捏了下石离的鼻尖，给石离一点休息的时间。不过你可还真是，我还什么都没干，你这就石智妍到你再说，就自己解决。石离小嘴一撅，扭头就想扒开到嘴的美味，怎么能失手？石智妍一把钳制去了石离的双手，大手抚上脖颈，揉到了耳垂，好像要把石离给揉进自己手心里一般。但是我又没说错，真的不需要我帮你。石智妍笑得痞气，石离之间涨红了脸，一把拍开了他的手，搞就搞，怎么还老说话？石离觉得耳根子热热的，你要解决就快点，我想睡觉，不想跟你耗时间，真是什么话都往外说，什么都给他看。石离索性拿头底下的枕头捂住了自己的脸，任由石智妍去了颈间的炙热都在警示着他如今的危险处境。他忍不住一颤，好像又做了件糟糕的事情。对了，你也在联邦军队，黑哥你认识吗？正在清理的时候，石离突然想起来这个事情。上将这个军衔可不是烂大街的，黑格在联邦军队里应该也算出名吧，两个人也算是一个单位的人了，应该会认识吧。可是石智妍却露出了一副有些古怪的表情，随之很快就变为平常。不认识联邦里人多了去了，我平时都是直接跟领导层对接，这种喽啰怎么会认识？石智妍说着说着突然有些心烦，原本还想再温存一下，结果直接给石离拎出来包浴巾了，怎么能不认识呢？他是上将，应该也不算很烂大街的小喽啰吧。石离还是有些不死心，更多的是有些心慌，因为他真的太久没有收到黑格的消息了，一个大活人怎么就消失了？不像石智妍这种情况，他是提前跟石离说过自己不太方便出现，那么石离自然不会那么担心他没有消息这件事情了。但是黑格走的时候是跟他说过有事情及时联系他这种话的，可是石离这些日子给发出去的终端信息全都石沉大海，上将也很多啊，而且一个刚晋升的上将又怎么可能接触到我这种机密级别的人物？石智妍不以为然，给石离套上衣服，就打算擦头发绕过去这个话题。可是我没说他是刚晋升的上将啊！石离一下子就听出来了不对劲，要是不认识怎么会知道是刚晋升的上将？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石离不信石智妍说的话，直接继续逼问起来。黑格又是目前最年轻的上将，一定意义上也是年少有为。石离不信联邦领导层会不关注他，什么知道？我一直都在外面做任务，上得任的这些刚晋升的军官，石智妍已经避而不谈，直接气得石离拿开了他擦头发的手。怎么这帮人对他总是瞒来瞒去的？他是什么玻璃心，什么都承受不住吗？拜托，他真的没有那么脆弱。不说就算了，我还不稀罕听呢。小雌性一副生气了的样子，头发还湿漉漉的滴水，就抱着毛巾跑出了房间，身上穿着的衬衫还是石智妍自己的。水珠落到白衬衫上时，隐隐约约还能看到里面粉色的肩带，隐蔽的诱惑更加致命，朦胧的样子简直诱惑到不行。小雌性就这样带着身香喷喷的沐浴露气息出现在了战舰的走廊中，路过的一些雄性之间都看傻了眼。客观意识告诉他们，不能看不该看的，要回避目光，但是主观上他们挪不开这个眼啊。好像雌性们都那么香吗？甚至有些忍不住的还走上前去拦住了石离的脚步。小美人儿，你这是从哪个房间出来的？看你这副样子，是那家伙没伺候好你。几人体格高大，
有的还吹起了口哨，和石离在原本那里感受到的雄性的态度完全不同，他们好像没有一点尊重他的意思。你们做什么？石离紧张地咽了下口水，似乎离开了家外面的世界要危险很多。最起码这几个人就很明显没有因为石离的终端而怕他，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把那个终端当回事。脑海中又回想到石智妍说的那句话，当时做星际逃犯的时候，连星际法律都奈何不了他，那眼前的这些雄性也是如此吗？当然是好好疼疼你了。小美人儿胆子大的那一个，甚至还伸手想要抓住石离的肩膀，还好石离闪得快，那人只是刮到了他的头发丝，则还以为是在你们星球呢。放眼看看别的星球哪有对雌性这样保护的？趁着现在还没有在其他星球落地，还是先找个靠山吧，不然等到在其他星球落地了，你这样没有雄性庇护的雌主，只会被送上去拍卖。几个雄性互相对视一眼，忍不住嘻嘻哈哈的笑成了一团，这简直是闻所未闻的事情。甚至石离都以为这几个人是在跟他开玩笑，甚至是石智妍故意让他们这么吓唬自己的。你们敢乱来，我肯定不会放过你们的。他才刚从石智妍那跑出来，现在又立马回去求救，岂不是太丢面子了？乱来哥哥们，这是想保护你啊，小雌性。几人笑得愈发猖狂，而石离的终端也没有任何反应，似乎他们说的是真的。我是你们队长带上军舰的，你们敢最终石离还是搬出来了石智妍，不然他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队长带上来的又如何？雌性那么少几个雄性共想一个雌性的事太常见了，队长那么大方的一个人，怎么可能不跟我们分享？谁料几人压根没有当回事，几人将石离团团围住，不断上下打量着石离这美丽的身体，甚至已经开始分配如何使用了。真是好腿，这腿都能够我喝一壶了，则有点追求吧。你这小嘴不更是娇艳欲滴？都起开，这小雌性可是我先看到的，我先挑你们在干什么时。智妍的声音从背后响起，刚才这些还嚣张到不行的雄性立马就都慌了神。队长没干什么，聊胜于无的解释只会让人更加气愤。自己解决还是我动手？我记得我说过，在我的队伍里不允许这样不尊重雌性。石智妍很显然也知道在其他星球上雌性的地位，只是一直没有跟石离说，估计这也是他一直不太想让石离加入他这个组织的理由之一。毕竟组织里很多雄性都是这样子，想想就已经很窒息了。队长，我们就是开个玩笑。几人的辩解苍白无力，对方不觉得好笑的玩笑，可算不上是什么玩笑。不要再让我重复第二遍，你们几个人3号战舰给你们，自己该回哪回哪去，不要让我再看到你们，否则下次就连战舰都没有了。在星际里肉体游荡吧。石智妍话音刚落，几人瞬间被吓得不敢说话，急忙的就去收拾东西了。他们队长的脾气他们一直是知道的，说一不二说会把他们丢到星际里飘荡，就真的会什么都不给留。趁着现在还有个战舰，几人见好就收，连忙跑路，一直到几人的身影彻底消失不见，石离才松了一口气。这就是外面的世界吗？石离忍不住感慨，好像跟自己想象中的差距太大，他还以为整个星际哪里都像他家门口一样安全，太多你想象不到的事情了。石智妍也有些无奈，这个星球一直被评为最适宜雌性居住的星球，从来都不是空话，毕竟是真正的高地位。石离被保护得太好了，从出生就很少离开家门，现在遇到这种事情，没有出事就算好的了。黑哥我的确认识他，但是他失联了，我的确不知道他在哪。一句话宛如晴天霹雳，石离整个人愣在了原地。失联了？不是走的时候人好好的，怎么会失联呢？石离一把抓住了石智妍的手，声音都压制不住震惊的发抖起来。一个大活人，一个这么厉害的人，怎么能失联呢？的确是这样，联邦也封锁了消息，我只知道这个人失联了。石智妍见石离这样激动，心里忍不住有些吃味，就这么担心这个黑格吗？不是才结婚吗？感情就这么好了？难不成联邦就不找人了？这么一个大活人就这么没了？石离有些接受不了。要知道，在岩森和白青野还在发疯期间，黑格才是那个一直保护他的人。现在你告诉他黑格人无了，石离怎么可能接受的了？没有说不找牺牲信息也没发，应该只是暂时还没找到。其实战争这种事情，说白了有的时候就是很残酷。石智妍反握住了石离一下子变得冰凉的手，告诉他这个道理，找几天了。想到联邦连他们一个星球都不给派增援，更不要说增加人力去寻找黑格这一个人了。其实现在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黑格带出去的那一个军舰队，有消息的全是牺牲公告，失踪反而可能代表生还的可能。石智妍仔细告诉石离这种可能，他也不希望石离太担惊受怕。石离沉默良久，他想去找黑格，但是就连他自己都觉得这天方夜谭。先不说失踪的地方现在还是不是战场，就算已经不是了这种地方，他一个普通人进得去吗？那我们现在去哪？他们在军舰上不知道要飘到哪里，原本的家也不知道怎么样了。大家都还好吗？去海蓝星吧，我还是有点权利带几个客人回去住一段时间的。琼安不知道从地方冒了出来，石离也不知道他听了多久。不过他们此时一个违抗军令的家伙，一个无家可归的雌性，外加几个半兽化状态的兽人，一般地方还真没本事接收他们。琼安好歹也是海蓝星的王子，似乎这已经是最好的去处了。石智妍没有说话，看着石离等待他的答复。自己虽然也是石离的受夫之一，但是他可没有兴趣住到情敌家里，好像也只能去你那了，麻烦你了。石离低着头，不知道该怎么说，这种人情好像越欠越多了。对了，他俩怎么样了？石离诱人，
不住的开始担心现在的情况。还有公主，她还好吗？义军舰的伤兵败将，石离还真是头大，基本上3、4个人就可以发动一艘军舰。石智妍，这也只是军舰看着吓人，实际上小队里压根没有多少队员。公主没事，被打了针，强制休息了。石智妍回答了后一个问题，他俩也没事都醒了，让我出来看看你怎么样。没想到还挺生龙活虎的。琼安表示是自己的担心多余了，一般的雌性都不敢一口气安抚3个兽人，更不要说还是3个半兽化的兽人。眼睛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只是安抚一个而已，效果没有看到有多好，还差点把自己搭进去。那你有接到联邦的通知吗？例如让你立马滚回去之类的。石离紧张的看着石智妍，石智妍已经是他们之中唯一的战斗力了，即便现在琼安状态还不错，石离也不敢让他贸然动武了，风险太大，剩下2个更是，希望他们连面都不要出，已经是易碎品的程度了。要是石智妍也被强行召回，他们这一行人又该怎么办？能不能安全到达海蓝星都还是个问题，滚回去还不至于只是暂时封锁了我所有的权限，让我先反思着，等他们想好惩罚了再召我回去。石智妍无所谓的耸耸肩，本来他的心思就不在联邦上，什么一心向联邦为廉，帮献上生命的中二发言，他才不会说他只当联邦是个能帮，他洗清身份的踏板而已。如果这次联邦顺势给他撸掉职位，何乐而不为？所以现在我仅剩的权限就只剩这艘军舰的使用权了，等到了海蓝星这艘军舰就让他们开走复命。石智妍也不能平白去坑自己的队员，当初谎称是联邦下达的命令把这帮人给带出来了，现在当然要自己认下了所有的罪责。不多时，军舰降落在了一个满是汪洋的星球，隔着军舰的窗子往外看，真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几乎看不到什么陆地，难怪是人鱼族聚集生存的地方。而且就算产能低下，也不怕被人侵占，因为压根没有什么别的物种能在这存活。到了都下来吧，到底是回家了。琼安浑身都透露着一种松弛感，但是其他人可就不这样了。看着军舰缓缓起飞，石离不禁被风吹得凌乱，所以我们这种人怎么下水？看着这些海石离真的是头疼。之前他还觉得大海很好看呢，现在却觉得孤寂异常。没事，我去喊我的族人们上来接你们。琼安倒是动作干脆，直接就跳进了海里，一个浪后就什么痕迹都没有了。石离都生怕这家伙是骗他们玩的，实际上就是为了把他们全都留在这一小块陆地上活活饿死。冷了吧？带着石智妍体温的外套披在了石离的肩膀上，一旁的严森尴尬的看，微掩自己手中的外套，又不甘心承认被石智妍抢先，左看右看，咬了咬牙直接披在了严晶的身上。脱都脱了，总不能白脱到是严晶，自家老弟头一次这样对他殷勤，还是让严晶有点不适应。白青野则是看着这2个人暗流涌动，他对于和其他兽夫分享词主还没有什么心理准备呢，毕竟他第一个结婚，又那么早就进了大牢，余下的4个兽夫都是他进去之后才娶的。现在的他倒是体会到了难受的滋味，竟然连披个外套都要靠抢，一个卷一个都卷死算了。谁能想到表面最淡定的白青野，此时成了最想扔炸弹的那个。结果琼安最后还真是回来了，虽然时间有点久，但是回来的琼安更是大变样，穿得更华丽了不说，栗色的头发上甚至还串上了很多珍珠，搞得石离都怀疑这家伙这么久才上来，是因为下海之后特地打扮了一番的缘故。好了，那一人带一个吧。说完，琼安就把手伸向了石离，很明显的意思，石离由他负责带下去。目光之间，电光火石的碰撞，最终几个雄性都没有说话，任由石离拉住琼安的手，直接被琼安一把薅进了海里。啊！石离连忙捂住了自己的嘴，死死闭上了双眼，用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憋气。他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呢，就直接给他薅下来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呢，都为了狗吗？也不用这么害怕吧。把你淹死对我有什么好处？我母后还没见过你呢。琼安的声音好像也因为进了大海而裹上了一层透明的泡泡，听得清楚，但是好像隔着些什么。石离这才缓缓睁眼，看到了海底的奇观。原来在海里看天空是这样的美丽，湛蓝的海水几乎要把石离的双眼给泡成蓝色，而且他竟然可以呼吸，而且眼睛也不疼，耳朵里好像也没有进水的感觉，好神奇，好漂亮。甚至在石离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还看到很多色彩鲜艳的小鱼游了过来，把他和琼安团团围住，在石离的视线中转圈，好像在欢迎他们似的。漂亮就对了，这可是我家。琼安非常受用，直接一鼓作气把石离带到了海底皇宫，直奔他的房间换衣服。换好了，带你去见我母后。琼安这突如其来的热情搞得石离有些不习惯，真的什么都给安排好了。可是之前明明原主这样抗拒琼安，两人也闹得不愉快，琼安甚至还因为回娘家的事被联邦约谈，两人的事情闹得这么大，琼安怎么还能对他和颜悦色？而人鱼族的王后又真的会想见他吗？看着桌子上摆着的衣服，石离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哦，忘了你娇贵，我给你穿。琼安说着就伸手准备给石离拆扣子，认真的模样还真让人以为他正经要给石离换衣服。好了好了，我自己来，你停手。石离骚红了脸，一把推开了琼安，无师自通的扯下来了帷幔，研究起这身衣服来。到底种族不同，衣服习惯也不一样，好像他们人鱼族就是
喜欢穿这种纱幔很多、很轻薄且带着巨多华丽串串的衣服。要说人家穿的简陋吧，身上那些珍珠珊瑚宝、石串啥的又都是真的。要说穿的奢华吧，纱幔的却又看不出有什么区别。但是石里感觉自己快把自己给捆起来了，也没有戴好那些复杂的首饰，最终只能放弃，只穿上了衣服，就又拉开了帷幔。帮我一句话，简洁明了。琼安也没忍住笑了一下，伸手勾起桌子上一根根珠串，仔细的给石离一点点戴上。你现在还讨厌我吗？来自石离真诚的发问。没有什么讨厌不讨厌的，日子总得过下，总不能因为和你的这点破事让我去死吧。琼安倒是洒脱，直接就说出来了自己的想法。开开心心也是过一天，要死要活也是过一天。他们雄性成年后就是需要雌性的精神安抚，看着母后给他做安抚做得那么吃力，琼安也于心不忍。因为听其他雄性说，似乎雌主给自己的受夫做安抚想法会更加轻松，不然他也不会想着要结婚，而且还一下子嫁到风土人情相差这么大的另一个星球。那倒也是之前很多事我做的不对，我以后会改的，也希望你能相信我。石离说话也很真诚，他的确不会像原主那般对这些受夫。可是谁能想到，琼安只是露出了一个嘲讽的笑意，压根没信石离说的话。好了，走吧，带你去见我母后。琼安一把抓过来石离的手腕，带着他游走了。到底是在海底，游泳就是比走路快，只是石离觉得自己似乎有些晕，人生第一次被人游泳带着跑晕了。母亲她就是石离琼安相座，在王座上的女人介绍着石离。44章是被和谐了，已经修改过了，但是申诉还没有过，还在屏蔽中等审核通过了，大家再回头看就好了。3就这样直白的开始了，石离直接僵在了原地，他该怎么说怎么回答？难道喊婆婆吗？好像这个时空也没有婆婆这个说法，原主的记忆更是被掏烂了，也没有找到应对方法。我怎么说？最终石离只好小心地戳了戳一旁的琼安，结果还没等琼安开口，座上的女人就先发话了：不用那么拘谨来了，这就是回家了，坐吧。王后挥了挥手便有，侍从送上来椅子给石离坐，好像真的一副和蔼可亲的慈母形象。但是石离就是觉得莫名一身冷汗，直觉告诉他天底下就没有关系天然良好的婆媳关系。石离沉默地坐下，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琼安好像也故意似的，也一句话都不说，整个大殿安静的都快要窒息了。之前是琼安不懂事，你不要放在心上。王后一开口，更是让石离非常的惶恐。没有，我也有责任，尤其是在知道似乎只有他所居住的那个星球，雌性才有那么高的地位，在其他星球其实大多掌权者还是雄性。石离现在越来越没有底气，所谓寄人篱下，石离现在算是体会到这是什么感觉了。你能这么想，我很欣慰。他父王出去巡游去了，过几天你们就会见到了。王后的脸上虽然挂着和蔼的笑意，但是石离总觉得这笑意不达眼底。好了，琼安，你先出去吧，我有些话想单独跟他聊聊。在几句客套之后，重头戏终于来了。石离其实非常抗拒跟王后单独待在同一个空间里，可是现在容不得他拒绝。能不能别走2字还没说出口，琼安就这么脱开了石离的手，眯着眼笑了笑，一副关我什么事的洒脱，留下一路的水泡，就这样潇洒的走了。故意的，这家伙一定是故意的。冤冤相报何时了？明明琼安刚嫁来的时候，原主无父无母也没有给琼安吃伺候公婆的罪啊。琼安办寿化的事情，是因为你王后终于见下了和颜悦色的伪装，眼底满是悲凉。你知道我抚养他长大有多么不容易吗？办寿化，他相当于废了没。有哪个父母能接受自己的儿子变成那副不仁不寿的样子？王后简直都快疯了，心疼的恨不得替琼安变成那副样子。本来他是最有可能继承王位的那个王子，他父王也非常疼爱他，半路跟你结婚了也就算了，现在他变成那副样子，只会让他父王厌恶他。王后越说越激动，掉落的泪水在海水中瞬间就变成了一颗颗闪烁的珍珠，给石离好大的视觉震撼。而且在这个时候，石离才反应过来，海蓝星是雄性作为最高统治者，那他在这里岂不是只能依仗琼安？毕竟他一个外来的一种雌性，怎么想都感觉会被欺负。我会对他负责的，他半兽化的状态只是需要时间去进行安抚。的确是因为我，但是那个时候都已经要命了，话都没有说完，王后就无奈的闭上了双眼，一副根本不打算听石离解释意思，让石离开口也不是，闭嘴不解释也不是。我不管是什么原因，现在他已经变成这副样子了。你说的轻巧，我可听说你在你们星球上厉害得很，从来不愿意给自己的受夫做精神安抚。你觉得我能信你的鬼话？王后冷哼一声，只觉得石离这人不光蛮横不讲理，还外加一个不诚实的罪名。要不是因为联姻这样一个雌性，根本入不了王后的法眼。本来我给琼安已经看好了结婚对象，要不是因为你，她现在应该很幸福的在等待继承王位。王后终于是说出了所有的怨气，生气之余觉得头晕眼，看了石离那张脸良久，又深深的叹了口气。瞧着外表多乖巧漂亮一孩子，怎么净干些离谱的事情？现在可好了，直接把他的指望给毁了。走吧，我不想看到你。王后头疼的捏着眉心，让身边的侍从赶紧把石离给带出去，真是多看一眼都心烦。侍从非常不客气的直接拉住了石离的胳膊，一副要强行拽走的架势，真的一点面子都没有留给他。不适之下，石离还是决定解释一番。王后，我现在可能在您这已经没有什么信誉值了，但是我还是希望您能相信我，我会解决他半兽化的问题的，也有在努力去补偿我曾经的错误。
还是非常感谢您能收留我们的。石离真诚地看向王后，随后鞠了一躬，自己就走出去了。他有脚可以自己出去，被人给拽出去，那多丢人。王后我看小。王妃说的也挺真诚的，说不定真的改了性子。一旁的侍女劝着王后，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们星球的雌性都这样，你难道指望山鸡窝里飞出来的凤凰？漂亮话谁不会说？她现在可是要求着我们收留他们一帮人才对。王后却还是一副非常看不上石离的样子。对了，琼安这次回来估计又能待好一阵了，你去跟思思说一声，接她来宫里玩。连思思是王后一开始给琼安看好的结婚对象，一个优雅知性的雌性，负责给皇宫里的公主们授课，教导公主们的礼仪。陶冶情操，说话永远都是温柔谦和，礼仪也是从未出错。比起刚才那个只会鞠躬的石离，王后很难不对连思思更多了几分怜爱。如果石离的星球无法恢复如初，石离需要一直住在海蓝星的话，似乎让琼安再娶连思思也不是不可以。入乡随俗来了他们海蓝星，自然就是要守着他们海蓝星的规矩。海蓝星有能力的雄性都不止一个雌性，即便是雌性很稀少，但是大多数雌性都还是更愿意去服侍一位有能力有地位的雄性，而不是匹配一个或者多个普通雄性。小王子才刚回来，会不会有点操之过急？万一小王妃急眼了闹起来怎么办？什么小王妃，我认这个儿媳妇了吗？王后颇有些看不上的语气，直接制止了身旁侍从的话。要是石离真的受不了，反正他也有那么多个受夫，在海蓝星登记离婚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在海蓝星离婚还是一件很没有后果的事情，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简单。一旁的侍从彻底不敢说话，生怕再多说一句又惹得王后心里不快。自己跑出宫殿门的时，离也是一肚子的郁闷，冷不丁的被一个人这样说教，还真有点吃不消不过回。想起原主做的那些事情，石离还是选择忍一忍，风平浪静。毕竟原主做的损事还真是不少，他现在赎罪也必不可少的要受点罪，不然这也不公平。想到这，石离又释怀了几分，看着周围陌生的景色，石离生出了散散心的想法。来都来了，总不能白来吧？不过似乎这里的海洋小生物倒是挺欢迎自己这个外来人的。小彩鱼也乐意围在他身边转圈圈，周围路过的工人也没有过多的关注他，只是恭恭敬敬的行了礼，就继续忙自己的事情了。石离突然意识到，琼安给自己身上缠折的这一圈圈珠宝也不是白缠的了，谁看不觉得珠光宝气？谁看还敢欺负你不成？冰凉的心瞬间暖暖的。走着走着，石离隐约听到了些空灵的音乐声，听不出什么乐器，但是听起来非常让人舒心。循着声音，石离来到了一处水草遍布的地方，周围的水草长得非常茂盛，甚至比他人还要高尚很多，但是声音已经很近了。看着茂密的水草，石离还是决定一探究竟。这里总不会还有什么深海巫婆熬什么毒药，在皇宫里应该还是安全的。这不看还好说，直到看到实景，石离才被震撼到。巨大的金色竖琴立在一处水草稍微少些的地方，空灵的音乐声就是源自这个竖琴，而竖琴旁则坐着一个美男。漂亮的纱幔下裹着的是结实健硕的肌肉，同样珠宝满身的装扮应该也不是一般人，但是那一头的金色长发实在是晃眼，遮住上半身，看着像个美女，结果看着上半身原来还是个雄性，真是雄雌莫辨。察觉到了脚步声，男人警惕地转头看去，却看到来人是个雌性。外族人来这干什么呢？人上下打量了一番石离，心想又从哪个星球被邀请来的贵客，真好听，你竖琴弹得真好。石离忍不住称赞起来。对于竖琴，石离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高级乐器，普通的音乐会甚至都没有。你知道这东西叫竖琴？男人有些吃惊，毕竟这竖琴也算是绝土文物的程度了，是古老的人类文明诞生的乐器，别说弹奏了，见过它的人都少之又少。这有什么不知道的？这下轮到石离懵了，这东西特征性十足，又这么大，但凡见过一次都能一直记得这个简单的名字。难道这个乐器在这个世界里非常稀有？这可是文物，我这架琴也只是仿的古，人类的书籍找工匠造的，整个海蓝星应该就我这一架。男人说出了这架琴的渊源，直接震惊了石离。什么玩意？古人类的书籍好吧，他变成古人类了，真是离奇。你是怎么知道的？难道你对于古物也有些研究？一说起古物来，男人的眼睛都放光了似的。我觉得这可能是有些个感兴趣。什么叫可能有些感兴趣？石离说完后，自己都尴尬起来了，怎么嘴巴跑得比脑子快那么多？可是就这样漏洞百出的回答，对面那男人硬是没有听出来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真的吗？那太好了，您怎么称呼？我叫伊多。伊多直接冒出来敬词了，给石离都唬了一下。他只是知道这玩意的名字而已，打肿脸充胖子，到时候被拆穿了，岂不是更尴尬？石离不用这么激动，我只是知道一点点而已。石离谨慎地开了口，那也没有关系，能遇到一个认识他的就已经很难得了。上天，你一定是神派来鼓励我的吧？也没有人支持我琢磨这些东西，还好你来了，让我知道原来还有人和我一样也喜欢这些。你是从哪个星球来做客的？伊多激动的险些要直接握住石离的手，在即将握住的那一刻，看到石离后撤才后知后觉，刚才有点激动过头了。眼前这个漂亮的少女分明和他才见第一面，他连这个少女是从哪里来都不知道。算了，这不重要，不管石离从哪来，他都是自己现在能找到的唯一一个知己。
所有人都说他研究这些没有任何用处，只有他知道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不要到我们皇宫的展馆瞧一瞧？很多稀奇东西呢。见石离没有说话，一多也没有再追问，而是发出了邀请，想着反正也不知道该去哪。石离索性就点了头。但是你这个竖琴不用收起来吗？在这不会有人偷吧？看着这金光闪闪的大家伙，石离合理怀疑这个琴架子是用纯金打造的，不会皇宫里不会有小偷，大家也不缺珠宝，毕竟这些海洋特产是最不值钱的东西。听到一多这么说，石离直接瞠目结舌，简直是暴殄天物。在别的星球当宝贝供起来的宝石，结果在这个海底就跟路边的小石头一样待遇，难怪这些人鱼看起来就都那么有钱。快走吧，你一定喜欢那里。说着，一多就扯了扯石离腰，见飘出来的一小截沙曼，示意石离跟着他一块走。石离没拗过，他便也跟着去了。等到石离跟着一多后面，看到一多就这样没有任何人拦着的进入了建筑如此奢华的展馆时，忍不住也开始好奇，这个一多到底是什么人物？难道也是和琼安一样的王子？这就是古人类看的书籍用的古物了很多，我们现在用的东西都是以这些东西为原型改造的。结果石离定睛一看，或言情小说古早手摇发电机，可以说石离不光认识这些东西，他还会用整个展馆。对于石离来说就跟回家了一样，甚至有几本书石离还能直接跟一多讲解。不过回忆起来，这个时空的文字的确和人类文字不同，他能这样无障碍的看懂，全靠原主潜意识的记忆。现在发现这个问题后，石离才觉得自己好像真的有什么很厉害的地方了。这本书已经很旧了，封皮还损毁了，真想知道里面记录的是什么内容，一定很有意义，才会被人这样精细保存。一多一点都不知道书的内容，还一脸的神往，只觉得这本书就像那个圣旨一般神圣。石离都有些不忍心拆穿这个事情了。你看，你认识这些字吗？这本词典就是考古学家们目前研究出来的几个字，但是我总觉得其中有几个字驴头不对马嘴。一多从一旁拿来了一本厚厚的像词典一样的书，石离翻看了几页，正确率大概就是一半一半吧。能什么都不靠，硬是这样破译出这些字也不容易。石离着实佩服，还有那些考古出来的古人类历史，看得石离真是哭笑不得。但是不得不说，这些人研究出来的还真是对的，包括他们人类的牛马工作生活，是不是很神奇？在我们这些星球诞生前，竟然还有个有着生命的星球，甚至他们可能就是我们的祖先。最近我对这本书很感兴趣，但是要一点点的对着词典看，实在是太费劲了。石离定睛一看，一多手里拿着的竟然是一本食谱，他从来到这个世界就没有找到跟食谱沾点边的东西，没想到在这里竟然能遇到。你也喜欢烹饪？石离大为震惊，又突然觉得在海底这帮鱼是怎么烧火做饭的？不太能吧？但是眼前这本书的确是食谱，而且看起来似乎还很厚。是啊，你好厉害，竟然可以直接认出来这封面上的字迹，你是不是背诵过一些常用的字？一多非常震惊，拿着食谱的书都在颤抖，他太激动了，甚至眼前的这个少女也跟他一样对烹饪感兴趣。可是你们不是在水里吗？水里怎么能生火？虽然这个问题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是这的确很让他好奇。我们有祖先保存的圣火，它在水中也可以燃烧，很神奇吧？一多一点都没有避讳，反而认真地回答了这个可以堪称机密的话题。所谓的圣火，估计也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被用来做饭。不过现在大家都更喜欢喝营养液，没什么人肯时间来做不好吸收的料理。一多非常苦恼，是啊，但是我还是觉得精神味蕾也需要被满足，不然生活多无趣。石离刚说话，一多终于是忍不住握住了石离的双手，对石离一副相见恨晚的表情。你是第一个这样说的人，他们都不理解我，你呢，倒也和我是一样的处境，一定是上天让我们再次相聚。一多非常的激动，要不是因为这里还有守卫把守，石离都觉得他要掉眼泪了。有没有兴趣尝尝我的手艺？一多又发起了邀请，他今天势必要和石离破冰，现在不把握住，难道要等这个外族人回到自己的星球了，再千里迢迢追过去吗？这久违的感觉，一多感觉自己还真没有这么怕一个人跑呢。以往都只有别人追着他跑的份，现在他却怕自己的话还没有说完，石离就说自己要回自己的星球去了。当然可以了，石离也没有想到在海底能遇到这样志同道合的人，终于不用面对一堆做饭白痴了。就算眼前的一多做出来一堆垃圾，最起码人家的态度摆在这了，甚至一多都觉得烹饪是一种很神圣的事情。一多几乎是拽着石离游的，石离感觉自己拽着的不是个人，而是一艘潜艇，人怎么能游得那么快？鱼也没见过哪个游得这么快的。果然石离又忍不住开始晕鱼了。在看到一多的住处真的工具齐全的那一刻，石离知道自己来对地方了，现在只能寄希望于不要是差生文具多。趁一多在那忙碌，石离忍不住也翻看起那本厚厚的食谱，自己看了起来。这应该是一多找来的复印版，因为石离穿越过来前，人类还没有生产出来这种可以自己发光的纸。不过要是真迹的话，以一多的性格，大概率会给供起来，而不是这样草率的放在桌子上。看到有自己有些忘记的菜谱计量，石离忍不住打开了终端，开始记录这些遗忘的食谱计量。等到一多端上来一块手做提拉米苏的时候，正好看到石离在很认真的记录着。
这下伊多更加心动了。世界上真的有跟自己如此契合的人吗？感情瞬间变了质，一开始还只是觉得这是难得的知己，但是现在伊多不这么想了。既然难得，为什么不把他变成身边只有自己一个人的知己呢？是他的人的话，就不用担心石离跑走了。常常看女士的话，我觉得小蛋糕会更合你的口味。伊多非常的紧张，看石离拿起叉子，甚至忍不住搓起了衣角。多好的一个表现机会，可千万不要搞砸啊！其实刚才端上来这块小蛋糕之前，伊多已经悄悄切了一点，自己尝了一口，确定没有放错什么调料后，才紧张的端上来的。但是即便是这样，伊多也生怕不合石离的口味。真的很好吃，你做成这样也是下功夫了。这东西倒是不难做，但是伊多在这个条件下做出来，的确是不容易，不像石离原本的世界。奶油啊，手指饼干之类的，这种东西都可以直接买到，在家里直接拼装组合就行了。但是在这里不是在这里是，这连饼干都要从头烤来制作，可以说是大工程了。难怪刚才在外面坐着闻着这么香。见石离满意的笑容，伊多才松了一口气。看来我是猜对你的口味了，真是和你相见甚晚啊！伊多简直感动的要哭出来了。我说你窜哪去了这么久，也没有等到你人。还没等伊多感慨完，琼安就出现在了客厅门口。我说你窜哪去了这么久，也没有等到你人。还没等伊多感慨完，琼安就出现在了客厅门口。知道这是哪吗？就乱跑。琼安本来是在外面等着石离出来的，没想到石离没有从正门走，不知道走了哪条路，被带来了这个地方。说着，琼安就要把石离给带走，一旁正瞪着两个眼睛看得伊多不乐意了，一把摁住了石离的肩膀。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的贵客，容你这样拉拉扯扯，伊多可不想让石离就这样不明不白的被拉走。而且什么叫乱跑？石离分明是被他邀请来的。哥，这是我辞主，你干什么？见伊多竟然这样去碰石离，琼安整个人都震惊了。这还是他那个平日里冷淡的谁都不理的兄长吗？啊！这下轮到伊多傻眼了。传言不是说琼安要去和亲的那个雌性，不学无术，贪婪好色吗？和眼前这个博学多才的仙女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吗？除了性别，怎么可能这个？你形容的一点都不一样，我差点都以为她是从天上下来的。伊多还是不敢相信，他差点就要表明心意了。结果你说这是弟妹，伊多真觉得这个世界给他开了个大玩笑，难得遇到一个这么合拍的人。结果英年早婚了也不对，虽然在他们海蓝星，一个雌性只能有一个受夫，但是在石离所在的沿河私星，一个雌性却可以拥有无数个受夫，跟着石离回他的星球也不是不可以。伊多在内心这样盘算着。琼安可没有什么好说的，带着石离就要走，别着急走了。来都来了，留下来吃点东西再走呗，或者你们要去哪也带上我啊。自从你嫁走了，我自己一个人在皇宫里特别无聊，一向话少的大王子在此刻简直要机关枪上身了，把琼安这个做弟弟的都给惊呆了，拉着石离的手也僵住了，往回拉也不是，松手也不是。你被夺舍了吗？比起一向看起来老实的大王子，小王子琼安可一直在皇宫里有着嘴毒的著称，对谁都是不吝啬放毒的，即便是亲哥我怎么能被夺舍呢？你们这次回来难道没有带什么新鲜玩意？没有带着什么朋友来，让我跟着见见怎么了？伊多也不废话了，看向了石离，一副你带着我去别管这鳖孙的眼神，看得石离哭笑不得。这哥们还挺有节目，原来鱼和鱼之间的性格差异也这么大。跟着走吧，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朋友倒是有实力大方的救。这样带着伊多在前面走了，看到后面的琼安忍不住咬紧了牙齿，心想这石离怎么也是个撒手妹，就那一会功夫没看住就没了，还被他哥给搞走了。伊多兴高采烈的跟着石离，石离又找不到路，只好又停下来等琼安带路。在伊多兴高采烈的目光下，见到了石离其他的受夫们，伊多瞬间不惜吸了，也没有说这个小雌性有这么多受夫啊！5个。伊多震惊地重复着这个数字，是5个。石离倒也大方承认了，而且5个受夫在沿河私星也很常见，甚至都算是少的了。但是石离不知道的是，即便在海蓝星雄性可以有不止一个雌主，但是像这样5v1的情况也是非常少见了。怎么了？是不是在海蓝星不常见？吓到你了？石离倒是没有意识到伊多震惊的点，还以为只是民风不同吓到人家了。但是坐在对面的白青也却不动声色的和石离挪近了几分距离，心想这又是从哪冒出来的雄性，的确是不常见。哈伊多尴尬的笑了笑，他算是看出来了这几个受夫没一个好惹的。对面的白青野和岩森的那个表情，就是属于食肉动物要捕食的注释，估计这两人真的要把他当鱼给吃了。我跟你们说，别看人家是王子，他也会做饭料理，做得超级好。见气氛有些尴尬时，离教得有必要向这几个大老粗郑重其事地介绍一下伊多的不同，而且能遇到一个肯工服做饭的人很不容易了，他当然要给足精神鼓励。可是谁知道话音刚落，整个空间的气氛更尴尬了，好像刚才那句话还不如不说，那个正好你这几个受夫也在，能不能问你个是？伊多说的认真，搞得石离以为他要说什么很重大的事情，直接一个正襟危坐。您讲，是我能帮得上的我一定帮。石离也回答的认真，心想这个伊多难道是要问他一些烹饪上的问题？如果是烹饪的话，他倒是能回答个差不多，要是问他关于竖琴的乐理问题，可就真的就不了了，最多给他翻译翻译那些古书，就是
您看我跟着您回，言和私心成婚合适吗？轻飘飘的一句话，简直就像丢了个炸弹似的，什么几个男人都坐不住了，纷纷拍桌而起，震惊声险些把屋顶给掀了。十里也没有想到是这么炸裂的一个问题，而且突然炸出来的叫声，实在是对他的耳膜非常的不友好。十里皱着眉，捂住了耳朵，感觉心脏狂跳，被吓得纯是被吓的。这帮人能不能稍微收敛一点？你想什么呢？想让父王回来之后直接气到病床上吗？两个王子全都远嫁入赘，再看中雄性的海蓝星，简直是掀了祖坟的不孝程度。琼安的担忧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当初要不是为了和言和私心交换资源，还有购入武器达成长久合作，琼安也不会被派出来和亲，以表海蓝星的诚意。结果言和私心不愿意让琼安和公主结婚也就算了，还给匹配了一个名声很糟糕的雌性，让海蓝星直接以为是言和私心给的下马威。笑死严森短短的2个字更是充满了嘲讽，这年头真是什么都有，就连10里都有人抢掉嫁，这究竟是世风日下，还是眼前的这个王子眼光不行？亲爱的宿主，你是要选择这个毛茸茸的兽夫，还是选择那个冰凉凉的兽夫？还是你更喜欢带着鳞片的兽夫？朦胧之中10里好像听到什么东西呼唤他，宿主，你是高兴傻了？系统刚想认证宿主身份，却发现了个大问题，他好像拉错人了。10里，你太过分了，有什么你冲着我来，拿我家人威胁我，你算是什么东西？激烈的怒吼声让10里回了神，脑海中浮现出无数画面，全是原主的记忆时，李稳了稳心神，真想骂原主一句非人哉。在雌性地位超高的兽氏，拥有5个帅哥兽夫，竟然还不知道享受，非得作死的什么都要和自己的闺蜜和白白比，就因为自己的白月光兽人被何白白吸引，两人也飞快地步入了婚姻殿堂。原主就开始疯狂的纳兽夫，但并不好好对待他们，只觉得他们哪都比不上白月光，甚至愈演愈烈到了如今折磨兽夫的地步。快停下，放开他们，全部都放开！回过神来的10里连忙让卫兵放开了那些人。瞧着黑格那张帅得惨绝人寰的脸，10里恨不得当场扇自己一巴掌，怒骂原主暴殄天物，这样角色的帅哥竟然不好好享受，折磨他干什么？锁链也全部都打开啊！都愣着干什么？谁知道那帮卫兵都像人机似的，处在那一脸震惊，就是一动不动。10里焦急的连忙夺了钥匙，将束缚在黑格身上的锁链全部给打开了。滚！结果黑格被放开后，并没有表达出感谢，反而直接幻化成半兽形态，一把推倒了10里，望着眼前兽化的黑格，10里的口水都险些流下来。他爱帅哥如命啊！虽然系统绑定错了宿主，把本来不该死的他从原世界弄死了，但是此时身处的这个词信息少且地位极高的兽氏，实在是香的不行。本来就是孤儿的10里，在看到这样角色的时候，其实对原世界的留恋就已经没剩下多少了。飞快接受了现在这个身份的10里，立马进入了角色。你听我解释，我之前应该是脑子不太好使，我现在想通了，之前那样做是我不对，我道歉。10里表示能屈能伸，要想生活过得去台阶，总得给得起，甚至10里都顾不上摔倒的疼痛，就立马开始求原谅。离婚，你那套言巧语对我没有用，今天就离婚。但是黑格已经再也无法忍耐10里的蛮横了，甚至这次拿他的家人威胁折磨他。狼是喜欢群居的动物，即便是兽人有了进化，但是也保留了一些本性，家人对他们来说一直是很重要的存在，尤其是黑格是白狼王血统，身为族群的统领者血脉，对家人更多了份保护的天生职责。原主这样的做法无疑是彻底杀死了黑格的心。可是离婚后你是要受刑的。10里有些懵，甚至离婚过的雄性无法再从事任何工作，根本没有办法生存下去。呵，难道跟你生活在一起还不算受刑吗？谁料黑格冷哼一声，满眼尽是悲凉。身为史上最年轻上将的他，原本该有一个大好的前程，这样光辉的未来终究还是毁在了眼前这个雌性的手里。没有一个军队会愿意招收一个离过婚的雄性，他们会认为一个对妻主都不忠诚的人，对国家更不会忠诚。我会改的。10里满眼真诚，他是真的会改的，他又不是原本的那个人，甚至他自己都觉得原主太过分了，甚至10里都觉得系统错吧，他当成是宿主搞来这个世界，就是来拯救这些人的。改世界末日到了，你都不可能改。黑格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怒火，快步走到10里跟前，一把握住他的手腕，便将人整个提了起来。作超级响的一声，甚至黑格的脸颊都被10里做出来了个红印。众目睽睽之下，10里就这么亲了黑格的脸颊一口，全场寂静，周围的卫兵都傻眼了，瞬间低头看叫黑格的家人也纷纷避开了目光。黑格更是从刚才还要炸毛发狂的状态，一下子就爆红了起来，整个人都石化了。妻主竟然亲了他一口，明明从结婚到现在被他碰一下手都会觉得自己脏了一样去疯狂洗手，现在竟然主动亲了他一口。你黑格愣神的松开了手，还想要骂些什么来宣泄，却发现自己的脑子已经宕机了。原来雌性的嘴唇这么柔软的吗？而且刚刚10里的突然凑近，黑格好像还嗅到了他身上那似有若无的香气，淡淡的不像一些雌性喷的浓烈香水，让人想打喷嚏，反而像是从出生就自带的香气一般。
嗅觉灵敏的兽人竟然10分辨不出那是什么味道，只是感觉非常好闻，10分上头，不经意接触到的身体也是柔软的不像样。黑格甚至觉得石梨是不是做的，身体怎么能这么软？这些都是之前从未感受到的，竟然如此让人上头。我对天发誓，我真的会改，而且同意你回军队复职，可以吗？只要你能在有空的时候回家看看我就好。石梨是打心眼里想要好好补偿他的兽夫们，之前跟着原主的他们过的都是什么可怕的日子，虐待、威胁、禁闭，甚至都不让他们在自己本发光发热的岗位继续工作，简直比把人杀了还不如。黑格觉得自己好像在做梦，石梨竟然能让他继续回去上班。当军队里的大家知道他被雌性看中，由帝国国王指婚的时候，都纷纷露出了惋惜的神色。结果现在告诉他可以回去，真的吗？黑格瞬间就冷静了下来，脸也不红了，非常认真地看着石梨。他们雄性除了底层的奴隶，到年纪都是会被匹配结婚的。如果石梨可以让他回军队，好像这个婚也不是必须的，跟谁过不是过。可是黑格又想到了之前石梨的种种行为，又觉得这家伙在满嘴跑火车。我现在就允许你回去。说完，石梨把家门的磁卡塞到了黑格的口袋里，眼神真诚地看向他。黑格当即拿着磁卡便冲出了禁闭室，直奔大门，惊奇地发现大门真的被打开了。他自由了。黑格惊奇地回头看向了石梨，石梨并没有像往常那样一看到他要出门就要死要活的在那哭闹，反而一脸平静，甚至带着些欣慰地看着他，似乎真的希望他出去。现在是7点半，你换好衣服，自己开车的话正好可以准时复命。石梨敲了敲手腕上戴着的终端，上面出现了地图和预计时间。雄性结婚后有工作的，雄性会得到2周的婚假，雌主有权利决定让步，让兽夫回去继续上班。一些兽夫很多的雌主会选择性的让一些兽夫辞掉工作，留在家里专职照顾他。由于是目前为止石梨最后一个娶的兽夫，黑格真的很担心自己会被要求辞职。毕竟石梨前4个兽夫有的光是陪嫁都足够养，石梨几辈子都饿不死了，压根不需要他们再去工作养活石梨了。而今天就是返岗最后的期限了，没想到石梨竟然真的让他回军队。我会跟军队申请上可以每天回家的班的。见石梨真的没有反悔的意思，黑格也做出了妥协，即便申请在指挥部上，班会失去原本的军衔，只要不被一直关在家里，他也甘之如饴。送走黑格之后，又送走了黑格的家人。临走的时候，石梨恨不得亲自开车给人家送回家去。之前原主做的事情实在是太炸裂了，真是太不好意思了。奈何自己真的不会开这里那种能飞的车。黑格的家里人也实在是敢劳驾雌性给他们当司机，诚惶诚恐的坐上了司机开的车回去了。望着偌大又空旷的家，石梨突然觉得有点无聊。那个破系统给了什么高级精神抚慰能力后，就彻底消失不见了。估计是觉得篓子捅得太大了，直接跑路了吧。不过原主不是有5个兽夫吗？其他几个呢？想到这时，莉莉马又继续接收原主的记忆，这不接收可不打紧，一接收可了不得了。5个兽夫原主到底对得起谁？甚至到现在还有一个下落不明，真是一刻也不能停歇。现在到底是先去黑市拍卖会救那只龙，还是先去地下监狱救那条蛇？感觉这俩无论是哪个，晚一步都可能会很麻烦。思来想去，石梨还是决定先去拍卖会救那只龙，毕竟蛇在监狱不会乱跑，但是那只龙要是晚一会，说不定真的会被别人买走。石梨飞快地跑出了大门，却发现自己不会使用这里的交通工具，原主更是压根没怎么出过门，即便是出门也都是有专门的交通工具，周围包裹得严严实实，压根不认路啊！我的神，您是有什么急事吗？不料就石梨在大门口站着的这会功夫，就已经有一辆看起来很昂贵的车缓缓从上方落下。兴许我可以给您一些帮助，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男人很恭敬地打开了车门，石梨抬起头，甚至看到上方还有很多也想落地，但是被眼前这个车主抢先了的车子，这种优待也是让石梨有些目瞪口呆了。麻烦您带我去黑市一趟，我的兽夫被我俩闹了点矛盾，麻烦尽快。石梨实在是说不出口自己把自己的兽夫给卖了的事实。您这么年轻，竟然已经结婚了？车主毫不掩饰震惊，很少见到像您这样高贵的雌性在路上露面，您能坐我的车都是我的荣幸，没有什么麻烦的。从车主的语气中，石梨甚至听出来了虔诚的感觉。很快就到了黑市的门口，与想象中不同，大门非常富丽堂皇。石梨还以为黑市是类似于街道小巷、小混混聚集地那种场地，结果竟然该死的华丽。您要是还需要兽夫的话，可不可以考虑一下我？看您出行竟然都需要自己走到门口，您的兽夫真是失职，是我的话定会让您的脚都不会沾一下地的。车主非常认真的投屏出了自己的终端号码，试图和石梨交换联系方式。眼前的雌性纤瘦白皙，容颜更是绝色大大的杏眼，忽闪忽闪的，挺翘小巧的鼻尖在这张长脸上更是显得俏皮可爱，粉嫩的小唇光是看着就是难以想象的美味。很多雌性对雄性都是颐指气使的高傲，随便的指使他们已经是常态。他还真的第一次见到这么尊重他的雌性，真是不好意思，我们只是吵架了而已。感谢您今天载我来。
石离非常不好意思的拒绝了车主的热情，也再次对这个世界雌性的地位之高有了新的认知。虽然黑市的大门璀璨夺目，但是里面却鱼龙混杂。但是在石离进来的那一刻，大家都很自觉的让开了一条路，甚至还有一位侍从非常紧张的快步走近。我美丽的神啊，您是想购买什么东西吗？您既然自己来这种地方，是雌性保护协会给您配备的护卫不够尽责吗？侍从诚惶诚恐的就要把石离往单独包间引，却被石离给拦住了。我要找个人叫严森，是我的受夫。石离有些心虚的扣了扣手指，也不知道这样合不合人家拍卖场的规矩。侍从震惊的看着石离，受夫不合心意被此主卖掉的比比皆是，还真第一次见妻主后悔的。直到见到严森高大的身躯被困在狭小的铁笼内时，石离的后悔达到顶峰。既然他注定要来到这里，为什么不让他早一点来？现在留下了原主的一堆烂摊子等着他收拾，真的是头疼啊！这么多男人，他怎么哄？甚至石离距离这么远都能看到严森半兽化模样的尾巴上那斑斑血迹，血迹之下是被原主拔掉的鳞片，再迎上严森那满含恨意的眼神，石离只觉得灵魂一颤，那眼神实在是太幽怨了。怨妇感莫过于此，走吧，我们。还没等石离把回家2个字说出口，就被严森扑倒在了地上，周围一阵惊呼，侍从们也都纷纷四散喊人，有的去叫护卫了，有胆子大的则是过来拉扯严森，不用你们都出去我们的，却有些话需要单独聊聊。看着眼前突然放大的帅脸，石离咽了口水。如果说黑格是朝阳般的少年气，那眼前的严森就多了几分来自经历的阴郁，很明显受到了原主更多的折磨。黑格还是个让他出门就能开心的孩子，眼前的严森这样的眼神，只让石离倒吸一口凉气。石离猜这家伙会直接化形兽，太将他生吞活剥了都不为过。周围的侍从都是一脸惊愕，合着他们这帮人都成了你们夫妻 play 的一环了。回家吧，给我个机会补偿你。石离毫不避讳曾经原主的过错，他来这里的使命估计就是拯救者和些可怜的人了。回家我回你严森也没有客气，直接掐着石离的脖梗就是一顿输出。这就是你当初承诺的会对我好，老子放弃皇室身份，你就跟我玩这个严森的。呼吸因为激动变得粗重，不耐烦的甩了甩血迹斑斑的尾巴。石离感觉自己像是个被控诉的渣男。身为金龙的严森原本是皇室的王子，如果想要保留皇室的身份，要不然就和其他星球的公主结婚，要不然就是嫁给贵族。但是石离家里只是普通袭爵的大臣家庭，身上没有皇室血统，严森自然而然不能再保留王子的身份了。奈何严森的脾气实在是火爆泼辣，不太符合很多此主则服的标准。被拒婚多次自暴自弃的严森，这才和作恶多端的原主有了交集，并且严森曾经真的以为原主是他的救赎，而当时原主的白月光也正好与好闺蜜和白新婚燕尔，正是原主破罐子破摔的阶段，两人竟然就这样离谱的一拍即合，飞速闪婚，不光得到了严森这样一个帅哥受夫，还有巨多的嫁妆，就算石离在家里躺一辈子也挥霍不完。石离有的时候觉得原主真的脑子有点问题，就不看其他方面，单看嫁妆这块，那个白月光难道能比得上严森吗？何必一直盯着人家的受夫看呢？可以说这5个受夫里面，唯一真的和原主互相爱过的，也只有眼前的严森一个。我会改的，可能是龙爪的威慑力实在是太大了。石离感觉有些喘不上气，双手吃力地握住了他的手腕，试图将他的手拿开。再这样下去，感觉就要被掐死了。突然间，严森的瞳孔以肉眼可见变得更加猩红了起来。原本只是因为情绪激动导致，现在这样的眼红程度已经不是生理原因能解释的了。虽然没有操纵过精神力，但是大脑就是在告诉石离，现在这里出现了精神力暴动，眼前的严森要兽化暴走了。石离的脖梗是最先感受到这种兽化的变化的部位，严森的手指从原本的肌肤质感逐渐变得坚硬起来，利爪几乎要将他的脖子刮破，好像只要稍稍用力就可以捏断他的脖子。不是说要单独聊吗？怎么现在不敢说话了？少见你这么黏的菜呀！严森的语气中溢满了玩味，冰凉的右手狠狠地扒拉下来，把石离扣在自己手腕处的双手死死压在了石离的头顶，整个人就这样被牢牢固定住，时刻面对死亡的威胁。手腕处的终端发出了红色警报，这是雌性保护协会为了保护特瑞西星球雌性安全安装的特制警报器，在每个雌性刚出生时就植入进它们的终端内，用于实时检测它们的生命情况，在发生危险时可以发出警报，触发附近最近的警报零点位，并且公布目前所在地。其实石离当时整理到这条记忆的时候，一边惊讶于科技的发达，也有些发寒，说着是保护，但是一定程度上也剥夺了雌性的隐私权。他们被人当着宝贝供着，却无时无刻被人监视。既然你还一心想着那个家伙，那大家都不要过日子了，和我一起下地狱吧。小剑石离没有什么反应，只是眼神逐渐涣散。严森突然露出了有些诡异的笑意，原主总是拿他跟白月光做比较，严森不明白自己已经很努力了，为什么原主的眼里还是只有那个白月光？他严森得不到的东西，那就毁掉好了。强烈的警报声伴随着，门外细细人人都脚步声，非但没有震慑到严森，反而更加兴奋了起来。有这么多人一起见证他们2人的共同死亡，这何尝不是一种
昭告天下的，们是死也要埋在一块的夫妻，快些松手，再这样，我们就要向你射击了。军队迅速地包围了两人，面对对方的威胁，严森不屑地嗤笑了一声，婚后的日子简直要将他折磨得疯掉了，这样痛快的死掉，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别虚弱的气音从身下传出，严森突然感觉眼前一黑，全身都被笼罩进了一层温暖的柔光之中。石离盯着眼前漆黑的石海中，那杂乱如玩过的毛线团一般的神经丝，陷入了沉思。这应该就是那个系统消失之前说的那个超强抚慰能力吧？原来抚慰就是只拆石海里的毛线团，这么简单。石离端详着这个毛线团，决定先上手拆了再说。结果手指才刚触碰到丝线，这丝线就像是活的一样，顺着他的手指就缠了上来。关键是这丝线还不老实，缠得非常黏糊，蹭着石离的手指就往他身上缠，而且这个丝线石离觉得还是带着体温的，不是冰凉的感觉，很像是一个人的手指这样黏糊的蹭着他，一直把石离整个人蹭了一遍，才依依不舍地消失在黑色石海中。而石离却觉得丝线带走了他全部的力气，眼皮沉重的开始打架。可是他还不能睡刚才那么大的阵仗，自己要是睡过去了，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严森的，那会把严森怎么样？也会把他关进底下监狱吗？不能关他。石离猛地睁眼，只感觉出了一身的冷汗，但是眼前的场景却让他格外陌生。这里不是拍卖场，倒好像是医院。离离，你可算醒了，保护协会来找到我，说你受伤了在医院，可把我给吓死了。眼前的女人穿着一条纯白色的纱裙，侧边的麻辫上点缀着星星点点的小，一副温柔知性的感觉，不是什么陌生人，正是石离娜好闺蜜何白白。严森尼实力线再没有心情管何白白什么事情，他只担心有没有被关起来。哎呀，你还说他呢，简直要吓死个人了，我还第一次见半兽化的兽人呢，太吓人了。何白白没有正面回答你的问题，一脸惊恐的模样，捂嘴吃惊。但是这做作的绿茶语气，石离实在是要听吐了。原主是怎么跟这样的一个人完成好闺蜜的？要我说，离离一生一世一双人不好吗？你看你这么多个受夫，最后闹成了什么样子？见石离没搭腔，何白白有些奇怪，要是平时石离一定会非常担心的安慰他的，毕竟石离平时对于他说的话那是言听计从，几乎就像个傻子像。我跟我们家阿曼相处的多和谐，最起码阿曼从来不会动手打我，甚至我都没有见过他受话的样子。何白白说的洋洋得意，正说得起进病房的门就被一个陌生的男人推开了，直到男人抬起头，石离才认出来这人是谁，这不正是原主的那个白月光吗？阿曼你怎么来了？你不是说母后今天召你入宫，有事吗？何白白的注意力瞬间就被费尔德曼吸引，不再分给石离一点眼神。石离则是淡淡的打量了一下费尔德曼，对于原主的执念有些费解。费尔德曼也不能说长得磕碜，一样有不错的面庞，甚至和严森有几分的相像，毕竟是兄弟俩，虽然同母异父，但也不至于毫不相干。尤其是垂眸向下看的时候，石离都觉得有几分恍惚。但是相比较身边已经有一个严森了，为什么又要执着于以京城家的费尔德曼呢？况且严森是更为祥瑞的金龙，费尔德曼是龙族常见的墨龙血统，原主真是揣着宝当垃圾用，没什么别的事情，只是问问咱们打算什么时候要个孩子。费尔德曼一副温柔的模样，揉了揉何白白的脑袋，眼睛却直勾勾地盯着病床上的石离，而何白白则是沉浸在温柔乡中，依偎在费尔德曼怀里，并没有注意到费尔德曼的眼神压根不在他的身上。石离有些懵，他对于原主的记忆继承有限，也不知道是因为来到这个世界的时间太短了，还是原主的记忆本身就因为他的到来而丢失了部分。石离并不明白费尔德曼为什么要这样盯着他，见石离没有什么反应，费尔德曼露出了疑惑的表情。哎呀，什么孩子不孩子的，当着离离的面说这种话，不知羞啊！何白白红着脸，娇嗔着捶了捶费尔德曼的胸口。离离都有5个受夫了，这种话在他面前说，估计连菜都算不上吧。费尔德曼的语气有些阴阳怪气，似乎在讽刺石离荒淫无度。但是原主作为一个贵族后代，有5个受夫这种事情很常见啊，不常见的应该是5个受夫，个个反骨，好好一个家硬士，没有一个愿意在家里待着的。对啊，离离，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要个宝宝啊？说不定你们有了爱的结晶，他们的心思就在家庭上了呢。你不会一直在做错事，心里其实还是一直想着我家阿曼吧？何白白突然收起了刚才那副较弱的模样，望向石离的眼神中带着一丝威胁。可是石离实在是冤枉啊，从记忆来看，似乎这5个受夫没有一个是真的搞过的，何来错失这一说，压根没这个步骤。他还真是担了好色这个罪名，却一点实际的福利都没有享受到啊！委屈石离觉得非常委屈，你自己都说了是你家的，还这样看着我做什么？这两口子也是奇怪的很，一个明明说两人非常恩爱，一个明明曾经非常讨厌原主的追求，怎么好像何白白也没有嘴？上说的那么放心费尔德曼，而费尔德曼似乎非常希望吸引住他的注意。白白，你去问下护士，咱们需要观察到什么时候？我刚一路有点累了，想坐一会。费尔德曼温柔地捧住了何白白的脸庞，一副深爱到死的样子，甚至说完话后还亲昵地亲了何白白一口，简直杀风景到不行，看得石离有些生理不适。行，那你坐下体息吧。
我去问问护士，应该不用太久，毕竟黎黎已经醒了。何白白愣是醉在了温柔乡中，就被这样拙劣的借口给骗出了病房。病房里只剩下他们两人时，石黎只觉得十分尴尬。不得不说，这个费尔德曼是有些油腻在身上的。石黎忍不住别开脸望向了窗外，有些担心严森到底被送到了哪里。我不就有3天没有去看你吗？怎么就跟我闹脾气了？床垫一沉，费尔德曼竟然直接单膝压上了病床。我石黎瞪大了双眼隙，望眼前的场景是幻觉，还跟我装欧式，又在哪里学到的欲擒故纵的小把戏？真是调皮。费尔德曼将石黎的举动理解为是在和他玩，直接压低了嗓音，伸手就想去摸石黎的脸。石黎直接跳下了病床，躲开了这只咸猪手。所以现在的情况到底是费尔德曼婚内出轨了，还是原主婚内出轨了？不是这剧情和记忆对不上号，为什么要丢失这么重要的记忆部分？你神经吧？按辈分你还得喊我声嫂子。石黎整个人都要炸了，这白月光怎么没有一点该属于白月光的清高？说好的苦情暗恋呢？合着白月光是在河源主搞黑暗潮湿地下恋。严森呢？我要去找他跟眼前的人没什么好说的，他又不是原主于情于理，他都不可能跟眼前的费尔德曼厮混在一起。而且在石黎的审美里，他倒是觉得严森比费尔德曼更帅气几分。吃你是被他给打傻了吗？你什么时候和我弟弟这么恩爱了？要闹脾气也要有限度，只是冷落你几天没有找你而已。这种激将法玩过头了，对我们用费尔德曼却并没有意识到石黎的怒气，反而还以为石黎在闹小情绪。毕竟从前石黎对他那可是言听计从，费尔德曼当时不会怀疑自己的魅力，别的雄性都费尽心思的讨好雌主，甚至还要和别的雄性竞争。他不一样，他能吊着2个雌性为他争抢，换谁不自信住嘴我。不管之前我们有过什么，那都是过去式了，现在各自过好各自的日子，不要来我跟前说这种不着调的话。石黎沉下了脸，面露不悦。费尔德曼眯了眯眼眸，他突然有些看不懂眼前的石黎了。之前他觉得石黎这个人很好懂，就是个爱和别人攀比一切的叛逆小姑娘而已。他很享受自己可以随意掌控石黎的情绪，只要一个小动作就可以让石黎寝食难安。但是现在眼前的石黎竟然一直念叨着他那个没出息的哥哥，着实让费尔德曼有些不爽。什么不着调的话？那不都是我们曾经互相许诺的情话吗？费尔德曼步步紧逼，他不相信人能一夜之间变化这么大。你我之间吵架闹脾气，我承认与和白白成婚是有比较的成分，谁让他家的爵位比你家高呢？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之间再续情缘，不是吗？这可是你亲口说的话。指骨轻轻蹭过石黎娇嫩的脸颊，费尔德曼看得有些出神。他承认，比起寡淡的何白白，眼前光是看模样就风情万种的石黎更吸引他。兴许成亲的这段时间，他已经厌倦了何白白的滋味。我哥哥有什么好不过事？个不学无术的废物罢了。结婚前就担任不起任何职位，婚后更是只会在家里闹事，甚至连自己的雌主都敢打。你现在老是念着他做什么？不如看看眼前的我。皇室这一代只有费尔德曼与严森2个皇子，费尔德曼自然什么都要和严森做比较。在知道王后有意将严森嫁给石黎时，费尔德曼非但没有争取，反而转头就勾搭上了家里爵位更高的何白白。他清脆的巴掌声响彻整个病房。费尔德曼一脸震惊地捂住了自己的脸颊，把你的脏手拿开，背着自己的妻主随便勾搭别的雌性，你还真是不要脸。就今天你做的这些事情，我就能把你送进大牢。石黎终于忍不了了，只觉得眼前的人恶心。他还以为原主的白月光是个多么圣洁的存在呢，原来只是一个被嫉妒心理控制的疯子。石黎用手背擦了擦刚才被费尔德曼蹭过的脸颊，只觉得晦气，直接拉开病房门，却直接撞进了一个结实的胸膛，结实到甚至石黎感觉自己脸颊上的软肉还弹了一下。石黎有些疑惑地抬起头，看到了黑格那有些阴沉的脸色。里面的人是谁？这才结婚几天，妻主就打算再娶第6个了。黑格的手中还提着他的军服外套，一身军装还没有来得及换下，刚得到消息就急忙地赶了过来。结果刚到病房门口，就听到了病房里面竟然还有别的男人的声音，瞬间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被玩弄了的小丑。他还以为石黎有多需要他呢，原来他的妻主是个连住怨都不忘沾惹草的家伙。原本黑格是不指望石黎是什么正经人物的，毕竟之前他家里的那些受夫的事情已经闹得人尽皆知了，只是碍于无法抗婚而已。结果今天早上那一出，石黎又让他重返岗位，实在是让他有些恍惚，甚至真的以为那些话都是谣言。结果现在看还真是不假，莫名的烦躁让黑格很是烦恼。你怎么来了？石黎还不在状态中，压根没有意识到眼前的黑格已经是生气的状态了。下班了，路过来看看，你死透了没？黑格的语气冷冷的，身体却处着不动，一副非要看一看里面那个奸夫是谁的架势。下班了，石黎有点猛，伸手打开了终端，发现已经是晚上了。还真是下班了，我竟然睡了那么久。你知道严森被带到哪去了吗？石黎一把抓住了黑格的胳膊，这里对于他来说人生地不熟，原主也不是个爱出门的人，平时不是在别墅里待着，就是在何白白的别墅里待着。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黑格一把扣住了石黎的后腰，把他往自己的身上靠了靠，还以为是谁呢？上将好久不见。石黎正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屋子里的人，费尔德曼这家伙竟然自己不要脸的打开了门，两人直接中门对居上了。是啊，大法官上次见还是
在审判星际罪犯的时候吧。黑格皮笑肉不笑的表情让石里有些头皮发麻，总觉得今天出门没看黄历。是的，今天要是有空不妨小聚一下。费尔德曼自然看出了黑格的不爽，只是压根没有放在眼里。一个毛头小子仗着血性立了军功，才升得这么快，如何能跟他这样的家世背景做比较？更不要说如今两人中间还夹着个石里。大法官难道不需要陪着自己的词主吗？我家词主病了，我得带他回家好好休养，可没有空跟您在外面乱逛。刚才那些话黑格没有听完全，但是多少能听出来点废。尔德曼对石里有别的心思，刚才来的时候问医生，医生说可以回家休养，你的好朋友估计对那个医生有什么别的想法，聊得很开心，就让我们先回家。说完黑格就一个弯腰，将石里直接拦腰抱起，只留下费尔德曼独自凌乱，直到看不见两人的背影，才反应过来何白白在医生办公室是想干什么，慌忙的朝着医生办公室跑去。所以延森到底去哪了？他不是故意攻击我司。石离话还没说完整个，人就被扔到了副驾上。石离吃痛的揉了揉后腰，刚才这狼崽子可真狠，真扔他死不了，但是你再念叨他，那就不好说了。黑格简直不爽的要炸掉了，明明是他焦急的赶过来看石离，但是这个木头却总是在念叨另外一个男人，丝毫不管他是怎样着急的赶过来看他的。果然越是主动越是不值钱吗？越想越气，整个车内都是低气压，吓得石离一句话都不敢说了。毕竟黑格的工作属于军方，对监狱是有管辖权的，说不定现在延森真的被关起来了，要是把黑格给惹毛了，延森可能真的会死。车内没有开灯，黑格无意间瞥了一眼身旁的那个小白团，不禁开始回味刚才时离撞进他胸膛的感觉，磁性真的好软。刚才抱着石离的时候，黑格甚至担心自己带着剪子的双手会不会搓疼石离的皮肤，软得不像样，好像能随便把石离给搓成了圆团子。不用抱了，我可以自己下车。到了家门口，见黑格弯腰探进副驾，伸手要抱他，石离连忙拒绝，不你用。黑格没有理睬石离的拒绝，直到抱着石离进到卧室时，石离才想起来挣扎，我有手有脚的，不用你一直抱着，你该忙什么就去忙好了，我要去找延森。趁着黑格愣神，石离自己跳上了床。该说不说，这床真是松软，原主虽然不出门，但是很会折腾自己的小窝，把自己弄得舒舒服服的。该忙什么忙什么，妻主难道不知道晚上自己的受夫最该忙的是什么事吗？黑格一个用力就将石离完全压倒，居高临下的望着他。明明之前一起相处的时候就知道石离的其他受夫了，甚至他只和延森相处过，两人一直关系还可以。结果现在听到石离说延森就烦躁，石离被闹了个大脸红，一把推上了黑格的胸膛。谁知道这男人跟个铁筷子似的，压根推不动。你别闹，我不是需要休养吗？石离感觉自己的心脏快要自己蹦出来了，这哥们啥车速啊？超速了吧？黑格才不管，好像要吸人一般，狠狠地埋进了石离的颈窝，传来的温热触感直接让石离忍不住叫出了声。完了，石离的脑子里只有这个声音，叮咚砰砰砰叮咚。说来也巧，门铃恰巧在这个时候被按响了。你快起来，家里来客人了。石离嘟嘟囔囔地推搡着黑格，黑格这才有些不爽地放开石离，瞧着他那落荒而逃的背影，不满足地舔了舔嘴唇，真是好香的味道。雄性兽人除了超强的战斗力，各项欲望也是超乎普通人类的高，甚至长期不能满足的情况下，还会引发精神力的暴走。再加上雄性精神力本身就有不稳定成分，对于雌性独有的安抚能力就更加渴望了，这才让雄性兽人对雌性如此上头。结果打开门就看到一群穿警服的人杵在门口，阵仗之大，直接吓到了石离。我没犯法。石离捏紧了门把，打算直接关上房门。没有尊贵的女士，我们是雌性保护协会的工作人员，因为今天上午您的终端检测到您遇到了危险，并且报警了，我们将您送入了医院。后面医院通知我们您醒了，结果我们赶到医院时，医院又说您已经回家了，所以只好冒昧的到您家里打扰您了，还请您不要投诉我们。工作人员说着说着，无意间看到了石离脖颈处那一抹新鲜的红晕，甚至上面还有隐约的水光，再结合刚才石离开门时那发红的脸颊，慌张的眼神，工作人员不禁意识到他们来的时间可能不太对，兴许坏了人家雌性的好兴致。一行人瞬间像是双打了的茄子似的，无比懊恼，非常害怕石离投诉他们啊。没有的是石离谢谢他们都来不及呢，怎么会想投诉他们呢？感谢您的理解，我们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下您现在的情况，以及您对这样攻击您的受夫打算做什么样的处理，还是跟之前那位受夫一样关到地下监狱里吗？见石离没有怪罪，几人都松了一口气。之前那位石离的心计一还有点跟不上脑子，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是啊，您之前的那位受夫白青野就是因为攻击你，现在已经在地下监狱了。工作人员调出来了终端，将白青野的照片放出来给石离看。好一个斯文败类，在看到这张脸时，石离觉得只有这一个词能形容这个白青野。白净的脸上配着凌厉成熟的五官，看起来应该比他大上好几岁。高挺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框眼镜，斯文又禁欲。那我现在有
全力让他们俩都回家吗？我想我们之前应该是有些误会。石离试探地提出了自己的需求。要说受到原主搓磨最久的，那就是白青野了。毕竟白青也是第一个和原主结婚的，两人之前是邻居的关系。白青野对小时候的原主也很是照顾，属于居家型好男人。两人自然而然的在家长的安排下结了婚。白青野也因为原主的要求，被迫放弃了研究员的工作，只能待在家里当家庭主妇。在理清楚记忆事实里，真的是相当心疼白青野。他突然发现这几个受夫真的是各有各的惨，接触原主越久就越惨啊！工作人员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呢，忍不住发出了疑问。毕竟星际雌雄比例已经完全失衡，有的时候一个星球都不一定有10个雌性，雌性难得，2条腿的雄性多的是。为什么眼前的小雌性不愿意再换个受夫呢？我想让他们都回家，当时都怪我在气头上，都是我的问题。见对方一脸懵，实力有些心虚，该不会他自己也没有辙？各权力把两人放出来吧，那罪孽真的是大了。哦，我的上帝啊，您真是个美丽又善良的尊贵雌性啊！谁料眼前的工作人员们突然就开始诗朗诵了。是啊，您的受夫何其有幸，能嫁给您这样的雌性，您当然有权利放他们出来，我们会尽快将他们两人送来的。现在像您这样这么专情的雌性真是少见，我们2小时内就会把他们送来。听这些的夸奖，石离的脸越来越红，真是好久没那么心虚过了。有5个受夫也能被称之为专情吗？好逆天的世界送走这一大帮人，石离感觉肚子有些咕咕叫，好像从来到这个世界开始到现在都没有吃一口东西，真是差点饿死。结果打开冰箱的大门，那才更是要饿死了，满满当当全是各种颜色的营养液。看着那些瓶瓶罐罐，映照出石离懵逼又想死的表情。难道没有什么正经食物能吃的吗？石离感觉自己的声音都有气无力的，好像快死了一样。这难道不算正经食物吗？从房间里出来的黑格有点疑惑，营养液难道不是这个世界上最正经的食物了吗？还有比营养液还像样的食物吗？这怎么能算正经食物？没有蔬菜，没有肉吗？天天光喝这些瓶瓶罐罐，不会想死吗？石离表示震撼到他了，他不要喝营养液，看着就超级难喝啊！为什么黑格有点摸不到头脑？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星际常年不太平，会有很多战争的情况，大家都开始追求速度，与其浪费时间烹饪，很多人都选择喝营养液。而且营养液这种东西再难喝又能多难喝？这东西喝下去，味蕾压根不会满足的。作为一个吃货的石离，无法接受每天的食物都是这样毫无饱腹感的液体。有味道啊，这个是草莓味的。这几天见你喝的最多的就是它了，你难道不喜欢？黑格迟疑的从石离的身后伸出手，在冰箱里捞出来了一瓶粉色的液体，放到了石离的手上。石离立马摇头，又把瓶子塞进了冰箱里。又想到过一会还会有2个人来到家里，虽说是从牢里出来的，但是好歹也算是回家了，难道配不上一顿接风宴吗？不喝这些，今天弄点不一样的，有没有卖蔬菜和肉还有调料的地方？石离亮着眼睛转头看向了黑格，白嫩的小手紧紧抓着他胸口处的衣料，有就是会比较贵。黑格不习惯的别开了脸，耳尖处泛着可疑的红色。黑格总感觉石离好像突然间就变了个人似的，曾经的石离才不会和他贴那么近，更不会那么好相处，只会让他一直陷入各种被逼迫的处境。像现在这样轻松的说话，黑格从来不敢想贵呢。你可不可以先借我点钱，等我有了工作会还你的。其实物价贵也是能想象到的，石离还是想再挣扎一下，希望不是什么天价，不然他怕他的小心脏受不了。之前不都在你终端里吗？今天被吓傻了，黑格都快要怀疑石离是不是被换人了，没忍住笑了出来。雄性成婚后是没有权利再继续支配财产的，不然雌性无法工作，只能活活饿死。为了防止这种情况，成婚后雄性的资产账户会自动和雌主的终端绑定在一起。石离这才反应过来，打开终端，看着那数不清几位数的数字，差点惊掉下巴。他能猜测出5个受夫所带来的嫁妆以及他们的工资应该不是小数目，但是这么多属实有些吓人了。石离甚至感觉自己现在能买下来整个超市。所以你到底打算搞什么？黑格识趣的弯腰帮石离在终端上打开了配送界面，宽大的胸膛直接将石离整个人都笼罩在身下。小雌性身上永远是香香的，不同于普通洗发水什么的味道，香的很特别，当然是给颜森还有白青也做接风宴了。小雌性兴奋地盯着眼前的屏幕，手指戳开上面的链接说明，一项一项认真地把需要的物品加进购物车，时不时还会因为努力思考而撅起粉嫩如包般的嘴唇。在黑格的眼里，怀里的人简直像一只小仓鼠一样可爱，又小只又软糯，好想一口吞了它。我觉得他俩要是能选接风宴，最好是能把你放餐桌上。如愿看到石离那惊慌失措的小表情，黑格露出了玩味的笑意。颜森和石离之间的相处，他看到过几天的确很糟糕，感觉要不是有保护协会盯着，石离早就碎成好几块了。而那个白青野跟石离之前是什么过节他不清楚，但是他知道白青野是石离的第一个受夫，两人闹到这种地步，他可不会觉得这两人之间的过节会比石离跟颜森的少。别开这种黑色玩笑好吗？石离表示汗颜他可顾，想成桌子上的一盘餐，果然是雄性兽人本性，还是凶残的杀戮啊！
想到这时，离突然意识到两人的距离似乎有些太近了，下意识地往前走了几步，在终端上确认了订单。黑格的眼神随着石离的脚步看向前，去没了刚才的温柔。小雌性好像并不喜欢跟他亲密接触，传言不是说雌性个个都如狼似虎吗？他的雌主好像过分冷淡了吧？你会做饭，怕不是打算直接毒死他俩吧？不过的确是痛快的死法，比死在牢里要强健10厘。真的兴冲冲地奔向厨房，可黑格还是不放心的快步跟了上去。家里的厨房跟摆设没有什么区别，干净的像刚装修过的一样。石离看着这些白色系的 ins 风厨房设计，还有配套的餐具，还是忍不住在心里吐槽了一下，原主真的是一点厨具都不碰一下啊！但凡做过饭的都知道，这种厨房只能做简餐，一旦要做点什么技术，做完之后压根没眼看。看来有机会这个厨房得改一下，不然做饭都得畏手畏脚的，生怕把这么好看的厨房给弄得都是油烟。你这说的是什么话？我厨艺可是很好的。说着石离就踮起脚尖夺过来了黑格手中的那瓶营养液。你也不许喝营养液，等着一会一起吃饭，一会给我帮忙，到时候可以提前弄出来点给你先尝尝。小雌性撅着嘴小小的身躯，却试图拿这种软软的强调凶他。黑格没忍住笑了一下，有点被萌到了，但是一想到石离一会做出来的黑按料理一会可能要先让他尝尝死活，黑格又笑不出来了。帮忙可以先尝尝就算了，还是等他们来了再吃吧。黑格突然觉得自己现在一点都不饿了，一顿晚饭而已，不吃也饿不死。这种好东西还是留给那两位前辈吃吧。见黑格拒绝，石离也不生气，他的好手艺还拿不下一只小狼崽吗？笑死，食材什么的很快就到了。石离也没有想到能那么快，甚至他还没有把厨具给摸清楚都有哪些，小机器人都把食材放到了家门口。这种拿菜的体力活自然是黑格代劳。看着一大袋子沉沉的东西被放到了桌子上，石离忍不住兴奋了起来。在原本的世界，他是在福利院长大的，从小的日子就紧巴巴的，一直都有很多想吃不到的东西。现在不同了，他那在饭店打工学到的厨艺终于有地方发挥了。你去把这个还有这个都给洗了洗干净，放到这些盘子里。石离说干就干，袖子一撸就掏给黑格一大堆绿叶菜，交代他清洗。试想一下，一头狼抱着一堆绿叶菜，真的是脸比菜还要绿。那我现在洗了这些菜，一会开饭了，能不吃这些菜吗？黑格表示是真的不爱吃菜，尤其是绿叶菜，这么大人了还挑食吗？石离头过去一个嘲笑的表情，他可是从小就不挑食的乖孩子呢。看着那么大只的黑格竟然怕吃绿叶菜，还真是没有想到，似乎跟这些兽服相处也没有那么难。我才不挑食！黑格立马黑了脸，开始冷脸在洗菜池前处理那些讨厌的绿叶菜。小狼崽子炸毛了石离也适时的闭上嘴，抿唇在案板前处理着生肉，脑子里开始梳理原主跟岩森以及白青野之间的矛盾。好了，要起锅烧油了，你要不要离远一点？石离见黑格有些欲言又止的样子，好心提醒他不是我的意思是，要不还是我来吧。黑格一想到一会热锅内蹦出来的油星要是溅到石离的手上，那白嫩的小手肯定要被烫出泡来的。你会做饭？石离护着左手的肉，又护着右手的锅铲，不愿意让黑格碰。黑格很诚实的摇了摇头，那就去外面坐着，老实等着。石离总觉得黑格是个定时炸弹，说不定一会还会突然扑上来把锅给盖上，影响他的发挥，索性赶出去了事。可是黑格在被石离强硬的推出厨房门时，不免有些懵，这合理吗？让他在外面的沙发上坐着，乖乖等着吃饭，而自己的雌主则是在厨房里忙碌。这样做，确定他不会被性保护协会给抓起来吗？可是被关上的厨房门的确是在拒绝他进入。思来想去，黑格还是选择趴在门上偷听一下里面的动静。万一自己的雌主真的死在了厨房里，他才是那个有口说不清的倒霉蛋。只是石离惊慌失措的声音没有听到，饭菜的香味倒是很快飘了出来，好香啊！等到门被再次敲响的时候，是黑格去开的门，还是那些工作人员？大家自然都闻到了香味，眼神有些不自然的往屋内看去，试图找到香味的来源。这香味简直比外面的高级餐厅还要绝，可是这些目光全都被黑格挡在了身前。人送到了就可以走了，此主并未邀请过你们。黑格冷下声音下达了他的逐客令。本来一想到从今晚开始和小雌性一起相处时还要多2个雄性就烦，难道还要邀请一大群客人围观吗？好的，这事要不要打开锁链和止咬器，还是交给他们的雌主来决定。本来这东西应该要交到雌主手里的，结果黑格在这拦着，几人也不好这么杀风景，只好交由黑格转交。进来吧，他再忙，虽然很不高兴分享，但是人都已经到门口了，总不能干站着吧？我杀了他！白青野还算是淡定，只是脸色不太好。一旁的岩森则是一整个暴走起来了，即便手上被捆着锁链，也一个快步就想冲进去宰了石离，却不想门口的黑格将他猛地拦住。你被灌迷魂药了，你不是从刚结婚的时候就想离婚吗？坏人我来做他死了，你自然能算作是丧偶，也不用承担离婚的惩罚。见黑格拦着自己，岩森一脸不可置信。明明黑格刚结婚的时候还一副要死要活的样子，甚至当时的岩森还安慰他，让他冷静一点，怎么现在黑格反而站在石离那家伙那边了？你要杀他也挑个我们都不在的时候。
你当他的终端是摆设？黑格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下意识的就把严森给拦住了，但是又嘴硬，不想表现出自己对石离很上心的样子。想了想，还是拿小磁性的终端当作借口。在说什么来客人了？为什么不请进来？做了很多菜，咱们两个肯定吃不完。阴郁的氛围中，石离的小脑袋突然从黑格的身侧钻了出来，忽闪忽闪的大眼睛直接把对面两人给看懵了，不禁开始拿眼前的石离与记忆中的做对比。之前这小磁性有这么可爱吗？这一钻可不要紧时，李老后悔了，他还以为是来什么客人了，鬼知道是这2尊大佛被送回来了。他还跟送菜似的，把脑袋送得那么近，早知道直接问黑格了，干嘛非得凑这个热闹呀？怎么还锁着？难道不应该给你们把锁都打开再送回来吗？甚至2个人的脸上还带着直咬气，需要这么夸张吗？钥匙在这，那边说决定权在你。黑格递过去了钥匙，却不想石离直接推给了他，你去给他们打开吧。我里面还有个汤，马上就可以关火了。开了锁，赶紧进来洗手吃饭吧。石离又不是傻子，那个严森的表情，恨不得把他给吃了。要是他真的离那么近去开锁，估计还真的要担心一下自己的小命了。说着，石离就又飞快地回到厨房去看自己的汤去了。比起这2个人，他此时此刻更关心自己的汤。瞧着石离纤细的背影，窄窄的腰上挂着围裙的带子，系着有些笨拙的蝴蝶结，脚上踩着毛茸茸的居家拖鞋。3个男人的目光一直寻着他，直到厨房的门遮住了背影，只觉得心里什么软软的地方被触碰到了。严森和白青也十分不自然地将坐在沙发上，看着石离自己一个人一盘接着一盘的把厨房里的菜往桌子上摆。黑格想要帮忙，也被石离拒绝了，生怕黑格这样粗人会不小心把盘子跌了。石离索性让3个人全都在沙发上排排坐，乖乖看着他端菜。这是什么新的仿生人技术吗？难道石离又去追求什么真爱，直接把这个家都扔了？沉默良久的白青野终于说出了今天的第一句话。他进牢里进得早，差不多得在里面待了有快半年。科技发展之快，确实也不是没这个可能。白青野说得很认真，他进里面之前就看到新闻里播报的人工智能技术，半年的时间发展成可以仿人，也不算离谱。瞎说什么呢？难不成你还能在我身上找到充电仓？石离终于摆好了一桌的菜，正打算解开围裙，就听到白青野来这么一句。石离有些恼的走到了白青野跟前，有些愤愤的捏住了他的下巴。作为第一个跟我结婚的受夫，我是不是本人你难道不应该最清楚吗？具体是不是我，还得亲自验一下才知道。白青野说的干脆，做得更干脆，眯了眯镜片下的眼睛，大掌直接就钻入了石离宽大的衣摆，摸上了纤细的腰身，激得石离忍不住尖叫了一声，红着脸往黑格的怀里钻。白青野的兽形态势莫蛇，身上的体温也跟个冷血动物一样，冰的石离都哆嗦。见石离这么没有防备，得就往黑格的怀里钻。2人都很是不爽哦。我说怎么转了性？原来是有了新欢。严森的语气有些酸酸的，氛围逐渐僵硬了起来。别说了，菜都要凉了，赶紧上桌吃饭吧。石离觉得有些尴尬，他的确不太懂跟男生相处，更不要说同时处理那么多男人的关系了。几人看到桌子上那色香味俱全的菜色，不禁都有些吃惊，甚至怀疑这是不是什么新型毒药。毕竟原主是个颜狗，说不定早就厌倦了他们。菜很多，要不黑格你明天上班的时候带点过去吧，不要每天老是喝那些营养液。美食也是一种精神疗愈。石离一脸兴奋地夹起一块红烧肉送到了黑格的嘴边。严森他是不敢动这家伙，动不动就说要杀了他，危险度直接排行第一。至于这个白青野所谓的青梅竹马，少年夫妻石离的知觉告诉他，总是眯眯眼的人肯定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更不要说原主还折磨了他那么久，对他的恨意估计不会比严森少，只是这家伙比较会演。估计是个闷骚男。石离在心里已经把紧人的危险程度做了排列，他现在只能去和黑格亲近，去寻求黑格的帮助。可是看这石离送到嘴边的红烧肉，黑格的内心很是忐忑，这东西真的没毒吗？可是看着小磁性那期待的眼神，扑闪扑闪的大眼睛，水润的粉唇，而且还是亲自把肉送到他的嘴边啊！这是什么高级待遇？你不是不爱吃菜吗？这是肉啊，纯肉啊！石离有些疑惑，忍不住身体又往前探了探，手掌撑在餐桌上，身体前倾，圆领的软糯小黄瓜背胸前的扣子给往下坠了几分，若隐若现的白底草莓内衣就这样猝不及防地展现在了黑格的眼前，看得黑格猛地向后退了一大步。C 这小磁性在干什么？真喂饭呢，还是 GY 他呢？燥热逐渐开始蔓延，你们先吃，我去洗个澡，不用等我。黑格就这样落荒而逃了。石离不死心，转头就把筷子递向了白青野，视角转换了一下，白青也瞬间就明白了刚才黑格为什么一副落荒而逃的样子，内心忍不住嗤笑一声，到底还是个小狼崽子，这种事情不把握住，难道还要逃吗？那我吃了。此主今晚会给我进行精神安抚吗？白青也没有躲，反而开始跟石离提条件。可是在石离的视角，精神安抚不就是他严森做过的理毛线团吗？很容易的事情，只是做完之后他会有些疲惫而已。
这有什么难的？当然可以。石离回答的十分干脆。这下轮到白青野有些懵了。在他进牢里之前，石离是非常不屑于给他的受夫做精神安抚的，甚至所有的雌性都不喜欢给自己的受夫做精神安抚，非常消耗身体不说，还有可能身体吃不消。真的，白青野再次确认真的，这有什么石离更摸不到头脑了，好像除了需要他多睡一段时间，也不需要他做什么额外的付出吧。白青野干脆地吞下了那块红烧肉，被味道惊艳之余，眼神中更是磨灭不掉的侵略感，好像此时虽然穿得严严实实的石离，在他的目光下已经不着寸缕一般，看得石离浑身不自在。很好吃，比天骄院的出子做的还要好吃1万倍。想不该想的东西是一回事，但是这菜真的好吃也是不容忽视的。听到白青野的答复，严森更是嗤之以鼻，一个两个都在这跪舔，他就不信石离能会做菜。想完，严森直接夹起了一块鸡肉，肉质鲜嫩，汁水充裕，外皮却酥脆上头。严森愣愣地看向了石离，可是夸奖的话就是怎么都说不出口。好了，能干的小孩要有奖励，我喂你吃吧。听白青野这么说，石离总感觉刚才白青野还冰凉的身体突然开始热了起来。难道蛇还可以自己调节温度吗？还没等石离拒绝白青野，就已经加了快，肉送到了石离的嘴边。香喷喷的石离感觉自己的肚子已经开始咕咕叫了。刚才忙了那么久，都还没来得及吃一口，他是真的有点馋啊。于是两人就这样诡异的达成了一种共识，谁都没有去提之前的恩怨。石离就这样一口一口的被白青野给喂饱了，甚至最后白青野还不忘给石离盛了一碗汤喂进去。从小打大，石离就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身前是美味的佳肴，身后是男人结实有弹性的肌肉，什么神仙日子啊，更别提还有人为他吃了全城的饭。再次跟白青野对视上的时候，石离不免红了脸，这人现在看着好温柔啊。他承认刚才是自己心脏，看什么都脏，这分明是个超会照顾人的男妈妈啊。你真好，你还喂我吃饭，从来没有人喂我吃过饭。看着石离这真诚的眼神，反倒是白青野对自己那有些不清白的想法有些惭愧。不应该啊，小雌性都是被捧着长大的。但是白青野并没有信石离说的话，石离一噎，转头拒绝继续聊下去，伸手拿了张餐巾纸擦了擦嘴，就打算收拾盘子进厨房了。严森也吃得很快，见石离主动开始收拾东西，更像是见了鬼一般。会做饭就算了，又懒又喜怒无常的石离怎么会主动去干家务？算了吧，这么重的东西一会全砸了可就完了。严森不光嘴上说着，手里的动作也很迅速，他不能再有其他受夫在的时候对石离下手，不然在场的受夫也会被连累。现在还不是最好的时机，还是先好好生存下来再说吧。再说了，这饭是真的好吃，小雌性会做饭就已经够让他吃惊了，哪能还让厨子又做饭又刷碗呢？那我们回房间做精神安抚吧。是你先洗还是我先洗？精神安抚还需要洗澡吗？石离有点没反应过来，之前他给严森做安抚的时候也没有洗澡啊，甚至当时两人的状态都很糟糕，一个一身血，一个因为赶路非常凌乱，不洗也行。白青也挑了下眉，一个用力就将石离单手抱了起来，正要往卧室的方向去，却在进门前犹豫了一下，也就是趁着这一个犹豫，被从卫生间出来的黑格给拦住了。我也不能这样哄骗人家小雌性吧。黑格挡在了卧室门前，不肯让白青野带着石离进去。我怎么哄骗了？这是我吃完饭的奖励。他自己答应的白青野不肯退让，原本也没有那么想进石离的卧室的，结果现在又黑格这么一拦着，他今天晚上还非要进去不可。都是男人，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真觉得石离知道你想干的究竟是什么吗？石离有点猛地夹在两个男人中间，黑格的表情非常不友好，姿势也是难得的强势，试图伸手将他从白青野的怀里包出去，但是两个人说话又好像是在打哑谜一样，让石离听不懂。这关你什么事？怎么才结婚几天啊？你这颗不值钱的心就被他给收买了。白青野嘴上对着手也不忘多用几分力气，大战一触即发。眨眼间，黑格已经握住了白青野的胳膊，试图动用武力将石离救下来。石离感觉自己坐在白青野的胳膊上有些摇摇欲坠，不是这有什么好抢的，一人一天不就好了？石离能感受到白青野胳膊上长出的鳞片，有些硌到他的大腿，而黑格相处下来玩全还是人类的形态。如果说精神识海混乱会让兽人进入兽化状态，那么现在比较紧急的因该是白青野和严森才对。一人一天，你想的倒是很好啊，就是我估计以你这小身板，遭不住刚才还在收拾厨房的严森突然就闪现过来了。石离也想不明白，一个人怎么能刷碗刷得这么快？果然潜力都是需要靠激发的嘛。我给你做完精神抚慰之后，不也只是睡到晚上而已吗？感觉也没有很难，甚至一天都能做2个。石离有些得意，听这些兽人的语气，似乎做精神抚慰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他不光可以安抚一个半兽化的兽人，甚至只休息了1下午而已。看来那个跑路的系统也不是完全的废物，给他留下了一个相当有用的技能。是你给我做的精神安抚？听到这话，严森非常的震惊，忍不住一把握住了石离的手腕。他还以为是自己运气好，即便是半兽化的形态，情绪波动过后也能靠自己稳定住情绪，才没有干真的把词主杀死的傻事。原来竟然是石离给他在那个危急时刻做了精神安抚。严森简直不敢相信，一直高傲的
的势力会愿意屈尊降贵，用自己的身体给他们这些兽夫做安抚，因为精神安抚是一件又费体力又费精神力的事情。即便有些雌主为了省事只进行身体的安抚，那以雌性较弱的身板也是一件很不容易消化的体力劳动，更不要说石离的那一次安抚，竟然能把他从即将完全兽化的暴走状态给拉回半兽人的状态，并且逐渐朝着兽人的人形发展。这样的安抚能力，他们这个星球阿布整个星际联邦都不一定能找出来几个。什么你给他做了精神安抚？这下轮到黑格震惊了，火力直接从白青野的身上转移到岩森身上了。你竟然先给他做了精神安抚？白青野的火力也转移到了岩森的身上。我是你第一个兽夫，你第一次不应该是和我吗？你怎么能先给他做精神安抚？原本还卡着斯文面具的白青野，在这一刻终于是绷不住了。什么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那都是假的，只是这一场闹剧从头到尾只有他一个人认真了而已。可是即便石离不喜欢他，还是娶了他，成为了他的雌主。当时白青野只觉得能结婚就好，最起码有个名分别的事情都可以再慢慢培养。现在看来，什么慢慢培养都是红傻子的屁话。什么时候有的这样的规矩？这东西不是谁有本事就是谁的吗？真当小雌性是什么货色都收的？黑格不乐意了。那要是这么说，他作为目前石离最后一个兽夫，岂不是什么都要等到最后一个？在雌性稀少的如今，能被指婚给雌性的兽夫又有几个是等闲之辈？他凭什么要处处矮这些前辈们？一头分明就是他们没本事拿捏住雌主的心，还要让他等着不成？咔嚓，很清脆的一声，好像有什么东西裂了。石离顺着声音望去，捂住了自己的嘴巴。他看到了什么？白青野刚才打算开卧室门的手，竟然将门把手给捏碎了，并且连带着门旁边的墙也出现了裂纹。见白青野发力了，黑格也不甘示弱，伸手也捶到了墙上。怎么不就比力气？他黑格有的是力气。见两个雄性都莫名其妙的开始展示自己的力气了，即便岩森觉得这有些傻，但是争强好胜的天性也让他加入了比赛。轰，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房子终于不堪重负，吊顶吊在了几人站着的位置。得亏石离此时是被白青野抱着躲开的，要是以他自己的本事，大概率躲不开这么个袭击。隔壁又吵起来了。隔壁别墅内的何白白与兽夫费尔德曼正在你侬我侬，被这么大的动静直接扰了兴致。何白白不禁有些烦躁，怎么隔壁总是闹事来打扰他的正常生活？可能毛头小子太多了，血气方刚，为了雌主打一架也很正常。费尔德曼怎么又很在意？他正在兴头上等着何白白好不容易的一次安抚呢，怎么能因为这点小事就被打断呢？真是搞不懂石离这个傻子要那么多兽夫干什么？还不会御下，只会让这些人吵。而何白白是真的没了兴致。说实在的，看到石离那5个个有千秋的兽夫，有时何白白也会有些羡慕。谁不喜欢美男环绕？还不重样，只是最开始看到石离如此，羡慕他跟费尔德曼可以成婚，并且一副很相爱的样子，他只能不得不做出只要费尔德曼一人，并且非常恩爱的模样，让石离不好受而已。现在倒好了，难受的人变成他自己了，那也不能这样扰民吧？住在他隔壁还真是倒霉。何白白有些烦躁的推开和正要凑近的费尔德曼，搞得费尔德曼也不强行进入了贤者模式。那咱们休息吧，明天还要出去旅行。见何白白没有继续精神安抚的意思，费尔德曼也兴致全无，搂着何白白就打算睡觉。结果门铃却在这个时候被摁响了，从终端看去是石离那张稚嫩的脸以及周围其他3个男人的胳膊，视觉效果炸裂。要不是何白白拦着，费尔德曼真想直接把这几个人给关在外面，坏了他的好事不说，还打扰到家里来了。那个白白我家塌了保修，那边说得明天才能动工，能让我们在你家借宿一宿吗？石离不好意思的脸红了起来，裹紧了身上的被子。原本他是打算在已经破了的家里凑合一夜的，但是转念一想，他不上班可以凑合，黑格可是要上班的，不休息好怎么能集中精神上班？而且2个半兽人也正是脆弱的状态，现在抓紧找个安全舒适的地方给2人做精神安抚才是最重要的。只能硬着头皮去敲了何白白的门。他们的别墅都是成年后皇室分发的，大小都差不多，只是容纳他们4个人的话应该不是什么难事。何白白与费尔德曼各怀鬼胎的对视了一眼，最终费尔德曼下床去开门让几人进来。几人倒也没有打算太麻烦他们，都是自带了被子枕头。太谢谢了，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就在这个客厅凑合一晚就行了。石离非常小心的跟费尔德曼保持距离，他不清楚原主跟费尔德曼到底有过什么样的过往，才让费尔德曼即便是当着他3个兽夫的面也要跟他黏在一起。但是石离很清楚，如果这个事实不保持距离，事情只会更糟糕。这没有什么，枕头我帮你拿着吧，客房还有很多，1人1间也不是问题，我带你们去费尔德曼。装作看不到石离的疏远，伸手就抢下来了石离的专用小枕头。一旁的黑格毫不客气地扣下了那个小枕头，不用麻烦客房，我们在客厅就好，正好大家都在一块，互相看着也更安全，省得有些人心术不正。只是黑格并没有将费尔德曼划入竞争对手的范畴，毕竟还没有哪个兽夫敢这么大胆，不忠于自己的雌主，哪怕没有感情也是守着这一个雌性过一辈子。这样的兽夫比比皆是。黑格的主要矛盾
还是在严森和白青野的身上。这两人可是跟他一样，实打实拥有正规名分的，那怎么能你们这帮臭男人睡沙发就睡了？我家李李可必须得睡床。正尴尬着，何白白也从卧室里走了出来，那穿着直接让三人都别开了眼。石离直接眼睛都看直了，蕾丝吊带，春光无限，看来好像是耽误你跟寿夫干大事了。只是这样美丽的肉体，石离也忍不住咽了口水。他也爱看美女啊，而且看起来很好摸的样子。客房的床铺都太粗糙了，李李你跟我睡吧，咱们姐妹俩也好久没有聊提起话了。何白白并没有在意这些人的眼神，反而朝着石离的胳膊就是一贴，直接给石离贴麻了。好软，当然可不可以？还没等石离答应，黑格就拉住了石离的胳膊。子离离啊，你的受夫们可真是对你上心啊！见黑格这样霸道，何白白自然不高兴，他才没什么兴趣让石离跟他睡一张床呢，他只是不想石离的辙。几个受夫这么围着石离，我可真是羡慕。听说上将还在继续工作，真是不容易，又上班又要照顾家里。要是我也能有一个这样的受夫，那就太好了。何白白说着，就往黑格的方向凑了过去。那两个半兽化的何白白不敢招惹，生怕人家一个暴走就解决了他的性命。其实一般家里出现半兽化的受夫，死主都会选择送到地下监狱永久监禁，毕竟半兽化目前是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恢复的。不知道石离怎么脑子短路了，非要把两个半兽化的受夫留在身边。
种虎狼之词，白青也没有多说废话，顺着和白白指的方向，直接把石梨公主抱起来，朝着其中一个房间走去。感受着怀中小雌性那一点点重量，白青也不自觉的又松了几分力气，生怕弄疼她。为什么选我？我这样不吓人吗？把石梨放到床上后，白青也忍不住问出了自己的疑问。好像这几个受夫只有他是所谓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要不是家里长辈极力撮合，大概率石梨是不会跟他这种无趣的人结婚的。白青也扯开了自己的领口，露出了里面几块肌肤上长出的墨色鳞片，伸手撑在石梨身体两边，罩住了他小雌性，仰视着他，一双大眼睛看着好不可怜，总是让人忍不住产生欺负他的想法。你除了比较凉之外，其实也没那么吓人，只是面对一个受夫的话，石梨还是放松了很多，伸手轻轻抚摸着那触感特别的鳞片，简直不敢想要是大夏天抱着白青野睡觉的有多凉快，而且又不是长在脸上，我有什么好怕的？对于颜直击正义理念者石梨来说，脸帅就行，至于为什么选你很重要吗？我并不觉得我当时有别的选择。石梨把问题又丢了回去，不是还有他们俩吗？你之前说最讨厌我了，说要不是长辈们的情谊，你根本不可能和我这样满脑子只想着做实验的无趣家伙结婚。你之前说我简直是你见到过最恶心的兽人，你说你很讨厌蛇，我要是晚上不小心兽性大发，直接完全兽化变成一条蛇怎么办？白青也轻轻用食指勾起了石梨的下巴，他嗅到了小雌性身上那独有的香气，那么的诱人可口，好想完完整整的吃掉它。黑格暂时正常延伸的话，我怕他杀了我石梨，倒也没有撒谎。眼前的白青野和原主应该也算得上老夫老妻的关系了，以两人之间互相了解的程度，他应该也瞒不住什么，倒不如说真话。而且我觉得你不会杀我。石梨的笃定让白青野忍不住自嘲的笑了笑，天真，我比他们多活的，这几年可不是白活的，我才不会像颜色那么幼稚，用这么蠢笨的方法杀掉你。我会把你关起来，拿你做实验，在你身上注射我自己都不清楚药效的各种药剂，让你生不如死。冰冷的体温配上冰冷的语气，让石梨仿佛坠入冰窖。他怎么觉得进贼船了？那等你完全恢复好了，就再回实验室上班怎么样？我等你研发出来你说的那种药剂。白青也直接愣住了，有些不敢相信的看着石梨。之前也是石梨不让他继续工作的，甚至很多雌性都不愿意让自己的受夫出去工作，尤其是这种对自己有威胁的工作。你不是不喜欢我出去工作吗？你到底是谁？白青也伸手扣住了石梨的腰，有些试探的意味。我突然醒悟了，不行吗？黑格的工作也在我觉，给他出去工作挺好的。不愧是第一任，相处的时间够长，能发现一些端倪。石梨非常心虚的垂下了眼眸，他是真觉得一帮男人成天没事干，全都被关在家里不出，问题也要被关出问题了。你会有这种觉悟，不怕我回了实验室第一个拿毒液搞你？白青也说的认真，好像他已经等这一天等很久了。你不怕家人被连累吗？石梨有些被吓到了，瑟缩着往后退，却被白青也一把抓住脚踝扯了回来。不是都被你们家杀掉了吗？你是真跟我装傻，还是真忘了？白青也用力的把石梨往自己身前带，低头又见石梨那副蔫蔫的可怜样，只能深吸一口气，低头压住了石梨。不说这些没用的了，我需要摆脱这副样子，开始安抚吧。其实白青也很紧张，这还是第一次有雌性愿意给他做精神安抚，甚至曾经的石梨也是不愿意的，可是该如何做他也一无所知，甚至每个雌性的精神安抚都不一定一样，因为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出现任何相关资料和教程，似乎这一套流程只流传在各个雌性之间，受夫们也只有经历过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此时的白青也在等待石梨的动作，脑海中闪过了无数种画面。一般做安抚都会选择在卧室这种私密的地方，这很难不让雄性们浮想联翩，可是预计的亲昵动作都没有，石梨只是慢慢的把他抱住，两人就陷入了沉睡中，躺在这柔软的床上。比起延森白青野的更加混乱，而且精神丝似乎还具有了攻击性。石梨每触碰一根手指都会传来针刺般的痛感，但是手指上却看不到任何伤口。我天爷，只是梳理了几根，石梨就忍不住跌坐在石海中喘息，手臂酸痛的不行，眼皮重的要打架了，又困又疼。可是看着那一大团混乱，石梨又不得不咬牙继续，最后也不知道是累晕的还是疼晕的了。石梨只知道自己在醒来的时候，人又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斯石梨试探性的活动了一下，得到的是胳膊的酸痛。你醒了。守在床旁的是黑格，见石梨有了动作，立马凑近查看石梨的情况，还顺手摁铃喊了医生。这次又睡了多久？石梨能预想到给雄性做精神安抚会消耗本身的体力，但是他没有想到给白青也做安抚会消耗他这么多。上次给延森做都没有到这个程度，只是觉得累而已，已经1天1夜了，我们都吓死了。黑格的眼眶都是红的，里面肉眼可见的血丝与疲惫。他们几个第二天一早就想回自己家的，结果左等右等都等不到两人出卧室，甚至何白白都招呼他们吃早饭了。但是吃过昨天石梨亲手做的美味，也没人想喝那些营养液。最后还是黑格破门而入，才发现两人双双躺倒在床上，不省人事，喊都喊不醒。现在感觉怎么样？黑格一直只是想跟石梨离婚而已，没有到石梨其他受夫呢，重必须让石梨死的地步。但是在那一刻，黑格真的害怕石梨再也醒不过来，没啥就是感觉没啥力气。白青野呢，见是单人病房，
石离不免有些担心，白青爷可没有伤害他的意思，总不会又因为这个事被呢什么保护协会给关起来了吧？那岂不是白费这次的精神安抚？还想着他呢在隔壁病房呢。一听石离开口又是别的男人的名字，黑格觉得这日子真憋屈，也不关心他这个守在这里的，怎么还去管别的男人？他难道不值得关心？优素了上将大人还会吃醋吗？石离也没有想到年轻的少将也会有吃醋的时候，他还以为这种成功人是都比较情绪平淡的。想到这，石离忍不住笑了起来，好像感觉跟这些陌生的兽夫们拉近了些距离。什么吃醋？我是让你注意身体，省得因为你老是住院，让我被迫丢工作回来照顾你。黑格别扭的别开了脸，耳尖却是红透了，但是他说的也是实话，此主总是住院，那就是兽夫照顾不到位，他这个有工作的兽夫可就危险了。我主要是关心他安抚后的情况，毕竟我也想对比一下他和严森的区别，以后也好总结经验给你做安抚啊。石离当然不会因为他的别扭而赌气，伸手摸了摸他的下巴，想让他放松一下精神。那我不知道，你别乱摸，反正还没醒。但是医生说你俩啥都是好好的，就是不醒而已。黑格觉得下巴酥酥麻麻的，没有任何威慑力的让石离收手。那你带我去看看吧。石离也有些后怕，一次都难受成这样，要是效果甚微，石离甚至要觉得这是对他的刑罚了。他也是人，也怕疼的不行。你先管好自己，医生马上来给你做检查。他皮糙肉厚的死不了，但是你不一样。黑格强势的又把石离摁回了床上，命令般的语气让石离老实待着。他现在是真的怕了，这小雌性真能折腾，一般雌性住一次院都要养护很久床，可能都懒得下的那种。石离倒好，刚醒就想下床，还要去看别的男人，哪天给拴住就老实了。咕噜噜肚子叫的声音就这样不和时宜的传到了两人的耳朵中。石离不好意思的红透了脸，睡一天了，确实是有点饿哈。在医院也只能喝营养液嘛，我不想喝。石离有些可怜巴巴的望着黑格，我去做点给你吃。黑格也只好无奈的答应自己动手做了，因为医院也只有营养液啊，那些入口的食物吸收哪里有营养液好？可是石离这人就是怪得很，黑格搞不懂为什么他那么偏爱那些不是那么容易吸收且进食麻烦的食物，但是又不敢自己把石离留在这，出去买生怕这家伙自己又去折腾些什么鬼点子。单独病房是有配备基本的生活环境的，基本上跟在家里差不多，厨房也有，只是更简易一点。黑格咬了咬牙，你在床上躺好，我去弄好给你端来，别下地乱跑。一番嘱咐后，看着石离乖巧点头，黑格这才点了食材及速送达往隔壁厨房走去。只是看着那些东西，黑格又犯难了，没有多少人还愿意做饭，所以厨具没有其他那些仪器有什么语音智能操作，简直是落后的可怕。对着眼前这些铁疙瘩琢磨半天，黑格只能凭借昨天看石离做饭那会的记忆，试图复原石离做的菜。思来想去，只有那个汤，还有个青菜能复刻一下。那些肉黑格生怕自己弄不熟，再给小雌性吃坏肚子，最起码青菜就算是生的也能吃。只听厨房一阵噼里啪啦，跟有两个人在里面互殴没有什么区别，把正看天空发呆的石离给吓了一跳。你没事吧？老天乃石离第一次见有人做饭能做出这么的动静。没事，你别管。黑格正在厨房与厨具做激烈斗争，没多大会，黑格就端着个托盘出来了。你尝一尝。黑格有些期待的放出来了床桌板，用勺子把煮的汤吹凉，送到了石离的嘴边。这时石离才看到黑格的手指上有一些细小的划痕。你这些划痕是怎么来的？石离忍不住伸手抓住了黑格的手腕，仔细看去倒也不像是菜刀，你该不会拿那个水果刀切的菜吧？这么细小的划痕，菜刀肯定划不出来。石离在看向黑格的眼神中多了几分哭笑不得啊，不都是刀吗？能把东西搞碎不就行了？黑格倒是没有在意这些划痕，这种小伤比起平时的训练根本不算什么，他只是有些不爽石离眼里的那几分嘲笑意味。一向优秀的黑格第一次体会到了被人全方面碾压的感觉，当然不能一样，但是其实也差不多，只是菜刀配上案板更顺手。水果刀你不觉得太小了吗？石离笑着擒住了勺子，把勺子里的汤一饮而尽，表情瞬间变得古怪起来。但是想到这是黑格第一次下厨做饭，石离还是强装淡定，管理住了自己的表情。还不错，你很有天分嘛，碗给我自己喝就好。石离露出了小脸小酒，窝淡淡的挂在脸颊上，好不可爱是吗？我还有这种天赋。一听到夸奖，黑格大喜过望，他还以最开始石离的表情是觉得他做的汤很难喝的意思，忍不住激动的直接用碗喝了一口。他也好奇自己第一次下厨的味道，结果给他的味蕾来了波大的刺激。黑格直接把汤吐到了垃圾桶里，我天，你怎么喝下去的？黑格欲哭无泪，这汤呛人不说，甚至还有点奇怪的味道，反正就是怎么都不对味。明明他放的东西都是昨天石离放过的，难道这些调料还有先后顺序的要求？其实还好是你一口喝得多，可能是胡椒粉放多了，再加上你把白当成盐给放错了。石离有些哭笑不得，伸手摸了摸黑格垂下去的脑袋，太失败了，这个你不能喝。我去倒掉。黑格被顺了毛，但是还是觉得对不起石离，让石离喝到了这么奇怪的东西，端着碗就要往垃圾桶倒，被石离眼疾手快的拦住了。别啊，某人第一次下厨，我当然要捧点场，不喝多这一碗我要喝完。石离噙着笑意夺过来了碗，也没用勺子，倒是像喝中药一般，捏着鼻子直接灌了下去。因为真的难喝啊，但是石离
这种第一次做饭之后的激动，他必须要给足黑格面子，不能打压人家的积极性，而且好感度要刷着，一个两个都想弄死他。他只能先从黑格这个好攻略的下手，找个能保护他的人啊。他不想死看到石离在自己跟前咳嗽。黑格忍不住捧住他的脸，你是脑袋坏了吗？怎么变化那么大？你是真的石离吗？黑格说的认真，给石离说的都心虚了，可是脸被这样捧着，让他没有任何办法移开视线。黑格炙热的目光仿佛烧到了石离的灵魂。你知道吗？从来没有人这么夸过我，我的长官，我的父母亲人都没有，好像我无论再怎么做都是不够完美的。等你好了，教我做饭吧，教我做你喜欢吃的。黑格轻轻地用额头抵住了石离的额头，虔诚地闭上了眼。军队是打压式管理，他即便是熬到了上将，也逃不开联邦的打压。家里更是重女轻男，一直没有要到女孩的父母，在他小的时候就对他和哥哥们十分不满。啧，好像我来的不是时候。阴阳怪气的声音伴随着门被打开的声音响起，两人连忙分开。石离有些不好意思的扭头看向了窗外，黑格则是欲盖弥彰的咳了一下。你来干什么？白青也醒了。黑格有些不爽的瞥了一眼门口的严森，这家伙还真是来的不是时候。黑格都有些怀疑他是不是在门外偷听好久了，掐着点进来的切都成年人，还在我面前欲盖弥彰吗？他醒不醒关你什么事？不都说兄弟吗？你兄弟病床上躺着，你在这撩妹。严森语气中非常不屑，不爽到了极点，真想把黑格约出去打一架。我也就跟你论兄弟，我之前又没见过白青野，你不是在这站的好好的。被严森这么一说，黑格坐不住了，这都哪个奶他嫁进来的事？后白青野早在牢里蹲着了，两人压根没打过照面，他就跟小雌性贴一下，又不会怎么样，怎么搞的？好像他是干了，什么偷鸡摸狗的事似的，要搞就搞，最讨厌你们这种腻腻歪歪，直接来2和尚就完了，别来那套恶心人。见黑格竟然对了自己，严森更来气了他一想，刚才那个场景他就来气，两人干啥呢？贴那么近，什么2和？2和你看不起谁呢？黑格也彻底炸了严森，一定是在内涵他不行，什么2和这能够马10？李表示此时此刻有点听不懂这两人在说什么，而且好像他现在还是什么都不懂比较好。对，就说你了，怎么了？严森气不过，直接不走了，迈进病房一副两人要在病房里干架的意思。好了，真把医院给拆了，咱家赔得起吗？黑格的战斗力石离不清楚，但是严森的破坏力他还没有见识过吗？拆医院不好说，保不准他还会被误伤，再住2天院呢。吃装疯卖傻，也不知道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别说算上琼安的嫁妆了，光是我的都够你买个小星球自己住了。一说起钱来，小龙好像就有无穷的自信，身为皇子出嫁的陪嫁自然丰厚。而严森口中说的琼安，石离也对接上了记忆，是他的第3个受夫，比严森还要早一些，是海蓝星人鱼族的小王子。2个王子的嫁妆的确是够石离一个人躺平1万辈子了。只可惜琼安因为和原主实在无法相处，在被逼疯前被海蓝星给人鱼王后过生日为借口接回去住了，结果这一走就是好几个月，原主都又娶俩了，他还没有回来。想到这些，石离就头皮发麻，原主造的孽还是多的还不晚啊，那也不能给人造成这么大麻烦吧。走去看白青野去，不许吵，不然我就跟那个不吵架的离婚，跟吵架的那个锁死一辈子。石离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有的时候男人吵架真的跟小孩子一样，非常的无厘头，但是这种矛盾和关系他也不好安抚，总不能跟这个贴完再跟那个贴吧，关键是人家还不一定乐意贴，直接拒绝被哄死傲娇，只好拿出了威胁大法。比起离婚的处罚和石离锁死一辈子，简直是更可怕的存在。严森立马就老实了，冷哼一声，自顾自地走在了前面，但是还不忘进门后给后面来的石离留名。见白青野坐在病床上，脸色还不错的样子，石离就放心了。只是白青野在看到石离又是被黑格抱着进来的时候，黑了脸。你是没长腿吗，亲爱的？白青野语气温柔，笑容和善，斯文地戴着眼镜碎语，静好地看着自己的病历。但是石离被他盯得不寒而栗。原主不怕这款，准确来说，这种环境成长下，原主什么款的男人都不会怕，但是石离不一样，他老出这种款了，因为白青野总是给他一种教导主任的既视感，还是那种会突然闪现在教室后窗角落抓有没有学生在自习课上偷玩手机的那种，简直让人汗毛直立。给你安抚完，我浑身都没力气，得亏是有黑格，不然我都不能来看你。石离表示委屈他，虽然能走路，但是很容易觉得累也是真的。结果这个白青也在意的点竟然是他让黑格抱着，而不是他现在的身体情况。想到这，石离忍不住搂住了黑格的脖颈，更加亲昵了几分。人家黑格见我醒了都知道先问我的情况，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黑格对石离的关心让他很满意，甚至觉得如果后面黑格还是态度强硬的要求离婚，他也可以同意表面平静的白青野。实际上已经悄悄地攥紧了手里的病历，心烦地深吸了一口气。但是病历上自己的身体状态的确比之前好了太多，甚至精神平定都从原本逼近完全，受化的 S 级危险程度降到了 A 级，虽然只是降低了1级，但是他好像是整个星际的第一例，一般到这种程度只能孤独的在地下间愈痛苦的等待完全受化，然后被处死。当时石离能把他放回来就已经够让他震惊了，现在只是一次安抚，
就到了这种程度，实在是让他忍不住觉得石离就是个活的宝贝。看你精神气很足的样子，可不像是有事。白青也心想，石离小时候他还抱过呢，这丫头一个脸色一个眼神，他就知道是什么意思。那样的气色很明显是没啥大事的，只是这次从监狱里出来，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有些看不懂石离的心思了，可能人都是会变的吧。石离也有长大的那一天，我有事我怎么没事给你做安抚，都疼死了。严森都没有那么难弄。石离气得撅起嘴，却不敢看着白青也发脾气，那张脸不能看看的他不敢造次，可能这就是年长者的压迫感吧。那你好好休息，不要再继续给我做安抚了。我现在这个状态，再加上不工作，纯在家里躺着，大概在我死之前都不会完全受化，以后也不要随便来医院。现在咱们马上出院回家。见石离不肯看他，白青也以为石离生他的气，也就不再说那些有的没的了。现在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两人的病历和检查结果，他已经联系了医院里他之前的同事朋友帮忙扣住了。这2份病历不能入终端档案，为啥不光？石离有点懵，严森和黑格也有点没有反应过来，忍不住异口同声地问了出来。回答他们的只有白青，也一副看傻子的表情。要说石离不知道就算了，一个刚成年没多久的小姑娘指望他知道什么？怎么这2个家伙也不知道？傻子回家说。面对无语的白青也，4人在车上的时候愣是一句话都没有说一句。白青也是不想说话，一直在副驾闭目养神。其他3人是不敢说话，匆匆回到终端重新分配的房子中，白青也才和缓了语气。我的精神评定现在只有 A 级了，如果被联邦知道了，估计石离会被抓去做实验的吧。白青也伸手捂住了石离手上的终端，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时间听系统真的不好说，但是可能事情真的暴露了之后，才会有人去排查录音吧，不然一天24小时，难不成终端那边真的能有个人在实时监听？大概率不会，但是白青也还是想尽量避免这种事情。要不是终端是移植在手腕内的芯片，白青也是真想把小磁性的终端给拿掉啊！可是如果真的去联邦，我也可以帮助更多雄性啊。半兽化其实也很难受的吧？啊！可是如果真的去联邦，我也可以帮助更多雄性啊。半兽化其实也很难受的吧？石离一下子就想到了雄性难受的样子，总是有些于心不忍。你是真傻子吗？这下就连一向看石离不爽的严森都忍不住开口了。就算是单让你去给别的雄性做安抚，那也肯定都是即将受化、非常危险的雄性。你给白青也这样意识清楚，还能配合你的半兽人做安抚？都昏睡了1天1夜，给那些呢？而且也未必是抓你去给人做安抚。严森从小就生活在人心复杂的皇室，母亲的受父之间的各种手段，他也是见过。各个星球之间为了利益的交易与斗争，联邦为了平衡各方势力对其他势力的打压，那些手段可不算干净。严森每想到这些都觉得窒息，真的不想再回到那样的环境里。大概率是人体实验，有一个这样的雌性，联邦肯定想量产。黑格说的更加现实，因为他在军方的确听到过长官有讨论过精神安抚什么时候可以由仪器来做，因为雌性的身体太过娇弱，军人又是精神力失控的高发人群，根本扛不住，真是想象都头大了。石离哪里能想到那么多？他刚到这个世界，真的以为雌性的地位就高不可攀呢，怎么可能想到还会有人想害自己？吓得脸都白了。见小慈信一副被吓到的样子，3人互相使了眼色，都默契的不再继续这个话题了。那今天要不就只给黑格做安抚吧，他也没有受化，应该会非常容易。但是石离却没有放弃安抚这个话题，他是想把这几个受夫的精神问题都给弄好的，而且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他愿意为大家做些贡献。不用你好好休息，最近都不要提精神安抚的事情了，我暂时还不需要。黑格认真的拒绝了，他现在的情况其实还好。可是见石离还想说些什么，白青也直接伸手扣住了石离的脑袋。几个呼吸的功夫，石离就只觉得眼皮一沉，跌到了白青也怀里。我也不用这么粗鲁吧？黑格不满地夺过来了已经睡着的石离。那怎样？你有更好的法子治这个倔驴？白青也现在简直也想让这个脑子不太好的上将好好睡一觉。他还不够为这个家操碎心吗？就算是在讨厌石离，他心底也总有童年时柔软的部分。实在是不敢想象石离那么娇气的小丫头，要是不明不白的被那帮联邦军带走，会是怎样的地狱？他需要好好休息。我去拿点东西给何白白他们家送去。昨天借宿还昏迷了，估计吓得不轻。和白白是他朋友，我们还是得客气一点。白青也的确是人情世故的一把好手，黑格没有意见，他最讨厌这种事情了。现在家里有个人能操持这些事情，他求之不得。这次他又请了好几天的假，打算在家里好好陪着石离。黑格脑海中又出现了上司那警告的眼神，似乎不能理解他为什么不老实在家里伺候妻主，还要出来工作，甚至让他以后没事少请假，要是再请，干脆直接走人。但是这些事情黑格不想让石离知道一星半点，他自己消化就好了。要是被石离知道了，他肯定更觉得亏欠。那我去一趟，你去给他买点吃的吧，他好像非常喝不惯营养液。白青也这话
是对黑格说的。严森性子急，再加上半兽化的状态，白青野也怕严森会在外面出事。那你就那么放心让一个想杀了他的人跟他待在一个空间，还是在你我都不在的情况下？黑格反问了回去，他宁可等石离睡醒教他怎么做，也不愿意离开石离半步。白青野沉默了几秒，又看了严森几眼，的确能很明显的看出严森努力压制不适的微表情。现在他们之中精神评级最高的应该就是严森了。白青也知道那种感觉不好受，更不要说严森还很讨厌石离这个渣女。算了，我送完东西去买点来，也不是很远，你们俩照顾好她。嘱咐完一通，白青也就去库房拿东西离开了。严森也没有耽搁一秒，又把自己关进单独房，见里面去自生自灭了。又这么客气，这可不是黎黎的风格。何白白看着眼前的白青野，有些惊讶，从前的石离才不会跟他这么客气，甚至还会想方设法占他的便宜，怎么会这么大方送东西来？而且还都是这种很珍贵的东西，什么深海宝石岩、动药石石、魔之类的宝石制成的饰品，这东西难得不说，还有很多是其他星球的特产，一般人得不到。想到这，何白白不免也有些急，杜石里有那么多兽夫了，还可以跟人鱼族的王子联姻，当初他怎么就被费尔德曼蛊惑的拒绝联姻了呢？不然这样的好事也不会落到石离的头上。何白白自认为自己从小各方面都是全面碾压石离的，可是现在却发现光兽夫这块自己就被石离甩了一大截，更不要说石离的兽福袋来的各种奇珍异宝嫁妆，他眼馋很久了，现在真的给了他几个。何白白才发现他爱这种东西爱得不行，这不是可不客气，那么多人借住一晚，弄得你们很不方便，这些何小姐就收下吧，不要嫌弃就好。白青也笑得标准，一副皮笑肉不笑的样子。那我当然笑纳了，替我谢谢他的手势，我很喜欢，不过有你这样的兽夫替他把关家事人际，黎黎还真是好命啊。何白白有些不甘地称赞了白青野几句，何小姐这样的条件自然能娶到比我好上千万倍的，只是你们恩爱，我也很羡慕您的兽夫。客套话谁不会说，白青野脑子里有成千上万的模板可以流利应答。只是白青野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些怀疑，这两个人真的是什么好朋友吗？他怎么觉得气氛不太对？谁家好朋友收到对方的礼物时说话这么阴阳怪气的？那来都来了，进来坐坐吧。何白白浅笑着露出了他那温柔和煦的笑容，伸出手想要去拉白青野的袖子，不了，还要去清月阁带回家一点吃的。白青野有些吃惊的躲开了何白白的手，心想着何白白和石离之间的关系果然有腻，谁家好姐妹会去扒拉人家好姐妹的男人？他家人好多的你一个，雄性自己去的话好难排的。说起来我也好久没去吃了，不如我带你去吧，这样的话也不用浪费时间在排队上面了。何白白并没有气馁，他最近也有在考虑要不要跟费尔德曼商量一下，再娶个兽夫。雌性是没有工作可以做的，生活来源主要是兽夫的陪嫁还有兽夫的工资，所以一般雌性都不会只有一个兽夫，就算是为了保障自己的生活质量，只是娶回家当个工具人让他出去上班，也会多娶几个像石离这样一下子有两个皇子陪嫁的也是少数。费尔德曼虽然也是皇子，但是他的父亲不得宠，皇后也没有给他多少陪嫁，但是以费尔德曼的性子估计又要闹好一阵了。可是难道他一个雌性还不能追求更高级的生活了吗？看着眼前的宝石盒，白白自己都忘了自从结婚后没了母亲那几个兽夫的补贴，他有多久没有去逛那些高奢店了？不用，我有朋友在那边工作。白青野言辞拒绝，第一次被一个雌性这样黏住不放，还真是有些不适，但是碍于对方是雌性，他还不能说什么的这么小气的，身材这么好给人观赏一下都不行，实力也没给你做过精神安抚吧？不难受吗？见白青野软硬不吃，何白白也不装了他线，再就是看石离非常不爽，我可以给你做安抚啊，而且你估计也不知道石离跟费尔德曼之前的事情吧？我为什么会只守着费尔德曼，就是因为之前石离非费尔德曼不娶，我要处处比他好，那我就拿下这个男人，并且让这个男人对我死心塌地。何白白越说手靠得越近，甚至直接扯住了白青野的领带，因为他在白青野的眼神中看到了不敢置信4个字。重新取得全方面的胜利，就先从拿下石离的兽夫开始。何白白胜券在握，正打算贴上去，结果被白青野抓住了胳膊，用力量压制将何白白推远。考虑到你有终端，不然现在你应该是躺在地上的，而且给我做安抚，你知道我的精神评定是 S 级吗？以你的能力配给我做精神安抚吗？白青野已经彻底黑了脸，本来那个黑格跟石离线在成天粘在一起就让他烦，现在还要再来个费尔德曼占了初恋的身份吗？死好烦。白青野甚至觉得好不容易安抚下来的精神波动又开始强烈起来了，好想把眼前这个雌性杀了吃掉。不管之前是怎样，现在费尔德曼是你的受夫，管束好他是你的责任，而石离是我的妻主，他自然也会对我负责，不然干嘛结婚我们的？家事还是不劳你费心了。白青野一个眼神都不想再多给何白白了，他觉得今天本着石离的友情来送礼，现在发现了狗屁的友情，压根就是浪费他的时间。他要是再不赶紧走的话，估计真的要在这里大开杀戒了。而何白白也惊呆了，他看白青野就是正常人的样子，传言 S 级的兽人不应该已经是半兽化的状态吗？怎么白青野看着还是这么人模人样子？那石离到底在干什么？把这么危险的半兽人放在家里？转念一想，昨晚一帮人来他这里借宿，
就算是雄性们能打，也不至于直接拆了房子。雌性住的房子绝对都是最结实的。后知后觉的何白白突然意识到，刚才自己干了件多么危险的事情，万一白青野一个没有控制住，真杀了他，那他也只能自认倒霉，根本没有任何办法阻拦。雌性保护协会也根本不会到的那么快。黑格也有点懵逼，是谁在外面惹到这个白青野了吗？为什么这人一回来就一身煞气，丢下打包袋就把自己关房间里去了？甚至进去前看到他的目光还瞪了他一眼。黑格寻思着自己好像也没有招惹这大哥吧。一家人各自闭门，一直到夕阳西下，石离才悠悠转醒，看到窗外的夕阳时还有点恍惚，好像忘了什么事情，自己是咋睡着的来着？忘了，正打算伸个懒腰，余光瞥到自己的身旁，好像躺了个什么大家伙，往旁边看去，直接吓了石离一大跳。我去，你怎么在我床上时？李直接从床上弹起来了，有些慌张的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身上的衣服，还好还是早上穿的那身。阿黑格悠悠转醒他，熬得有点困了，实在没忍住，就在这睡着了。但是在看到石离这样惊慌失措，黑格还是不免有些委屈，怎么都结婚了，还不能睡在一张床上吗？甚至黑格都想到，难道石离是要为哪个男人守身如玉吗？各种猜测胡乱地充斥在黑格的大脑中，狗血剧已经开始上演。我不能在这里吗？黑格睡眼惺忪的模样，带着些许沙哑的声音，直接听得石离浑身发麻。这该死的诱惑没不是我还不习惯。石离是真的不习惯，他压根没怎么跟男的相处过，现在一下让他相处个这么帅的大帅哥，他不流鼻血都是他自制力强。那就好，以后多习惯一下就好了。见石离没有那么嫌弃的意思，黑格才放下心说起来，这还是两人结婚以来第一次躺在一张床上。想到这，黑格也忍不住红了脸，意识到自己这次有点越界了。毕竟当时石离是睡着的状态，他也没有经过小雌性的同意，吓到小雌性是他的错，醒了就收拾一下吧。白青也从外面买了饭菜，我去热一下。黑格没忍住伸手摸了摸小雌性睡乱了的毛茸茸脑袋，你揉完更乱，他俩。石离拍开了他的手，又有点担心其他两人的情况，不知道一个两个都把自己关房间里了，到现在也没有出来。不知道一个两个都把自己关房间里了，到现在也没有出来。听到黑格这么一说，石离直接警觉了起来，穿上拖鞋就要去开门。阿姨这么着急干什么？两个这么大的人了，难不成还会自己把自己憋死在屋里？黑格表示不理解，主要还是看到石离这么关心他俩，很不爽。分明到现在为止是他跟石离相处的时间更长，不一样的，他们的尸骸非常危险，我怕他们自残，而且记忆中这两人的兽身都是有很重的伤的，不好好治疗一下也不利于精神安抚。换句话说，身体都不能得到好的休息，难道还要指望这个人心态很好的生活吗？石离刚打算推白青野的门，却发现这家伙把门给反锁了。他也不惯着，转头就进了严森的房间，还真跟他想象的差不多。严森的房间里漆黑一片，窗帘都紧紧的拉着，除了粗重而急促的呼吸声，什么动静都听不到。打开灯后，石离才看到浑身大汗的严森蜷缩在床的一角，裹紧了被子，整个人好像都要碎了。龙尾和龙角又不受控制的出现了，石离甚至可以看到龙尾上那些缺损的鳞片，还有周围鳞片上面的血迹。严森的状态现在简直差到不行。严森睁睁眼，石离费力的把这个大块头从被子里挖了出来，只觉得心疼。在原主的记忆中，严森在嫁给原主之前明明是那么明媚的一条小龙，怎么现在被折磨成这个样子？甚至如果不是跟原主结婚，以皇后对严森的宠爱，她完全可以过得无忧无虑，甚至可以不嫁人。想到这，石离不禁鼻子一酸，有些哽咽。他心疼眼前这个人。你别怕，我可以救你，你放松，请你相信我。石离正想抱住严森，却被严森猛地推开，跌坐在地毯上的石离被摔懵了。他没有想到严森竟然一点都不信他，明明他已经给严森做过一次安抚了，效果显著。做完之后，严森的龙尾龙角就消失了，为什么这次还要拒绝他？你这样以折磨兽人为乐的恶毒雌性，怎么可能会好心给我们做安抚？我发现你这个人真的很会装，结婚前一套，婚后又一套，现在又给我玩一套，你真是三个套，个个有套路。严森忍不住的怒吼，直接镇住了石离。石离坐在地毯上有些无措，这些事情不是他做的，但是他无法解释。我会把你治好的。难道你不想回到从前那样的身体吗？你相信我，这次我说的都是真的。但是这次石离不敢再去碰严森了，实在是有点被震慑住了。治好啊，我现在只想和你同归于尽，滚出去！严森一转头，又用被子罩住了自己，浑身发抖的压制着嗜血的本能。其实完全兽化和半兽化与普通兽人的明显区别就是，他们的动物特征能随自己本意随意收回，而嗜血的本性更是在兽化和半兽化被释放到极致。严森现在就是一个随时会爆炸的炸弹。那你呢？还承认之前爱过我吗？石离咬了咬牙，没有办法了，他只能可耻的先冒领原主和严森的记忆了。即便一起经历这些的不是他，发抖的被子包有了几秒的实话。你的承诺又都作数吗？你和我结婚不就是因为费尔德曼吗？当初是怎样的言巧语？我可真是个笑话。严森自嘲笑了笑，一腔赤诚为了狗，从前是因为他，但是从现在开始，我想把你治好，只是因为你等你完全恢复了，再来自己找我算旧账吧。我等你也不顾严森刚才的拒绝了。石离直接打开了终端，就猛地抱住了严森，直接以一个飞扑的状态撞在了严森的胸膛上。
好像一直扑进了一个巨物的怀中。严森只觉得胸前一软，还没等他再次拒绝，石离已经成功进入了他的精神识海。但是有了白青野的经验，石离这次没有让自己那么力竭，梳理开几根后就休息一会，然后再继续。比起上次这一次严森的精神丝也会让石离有痛觉，看来之前的猜测是对的，精神暴动越厉害，精神丝的攻击性就越强，再到极限之前石离就退出了精神识海。他也不能总是给一个人安抚完就昏迷一天，那真是又伤身又让别人担心，还是要悠着点少量多次才是适合他人类体质的方法。看着已经陷入沉睡的严森，倒是看起来乖巧很多，大大的尾巴躺在一侧，看着那些伤口，石离突然有些发怵，原主到底有多狠，能让兽身形态的部位都伤得那么重？可想而知，当时严森的人身受到的伤只会更重。想到这，石离又马不停蹄地翻出来了家用医疗箱，简单的把严森的伤口给处理包扎一下。这些伤口分布得很散，但是看伤口的样子，应该是新伤叠旧伤，再加上似乎严森为了保持自己的清醒，一直在反复刺激伤口，这才导致伤口久久不能恢复。但是鳞片这件事情又让石离犯难了，龙鳞哪里是那么容易恢复的？听说只有同样也长鳞片的人鱼族才有特殊的海草药，制成药膏涂抹，只要坚持，还是有机会可以重新长出鳞片的。只是原主跟琼安的关系，当时差到更是传遍2个星球，他如何能舔着脸去问琼安要这样稀有珍贵的药膏？一想到还要为了这个兽夫去攻略其他的兽夫，石离就头大哄男人这块，他的功夫还是太落后了。结果还没等石离思考完，到底该对琼安用什么样的法子追夫呢？人就被严森摁倒在了床上。石离吃惊的瞪大了眼睛，不对啊，这剧情严森不应该好好的睡一觉吗？难道是因为他这次没有尽全力，所以只能让严森舒服的闭上那么一小会的眼？这前后加起来也没有半小时，好诈骗啊！你既然说结婚前的话还作数，那你是不是应该先给我最重要的一个承诺？说好的先和我睡，你应该没有食言吧？我看你和那几个兽夫的关系也挺差的。石离的大脑直接被问宕机了，这是能过审的吗？好像没说。还没等到石离拒绝，严森的动作直接强硬地打断了他的话，甚至石离现在连天板都看不到，只能看到严森的胸膛和肩膀。石离感觉自己的心跳在狂跳，害怕到他根本操控不了自己的身体，整个僵在了床上，甚至都说不出什么话来。他想喊黑格来把他救走，可是张开嘴却是无声的。脖颈处传来一阵剧痛，血腥味蔓延在石离的鼻尖。严森在咬他，哭什么疼？之前你折磨我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要比你现在疼千万倍？严森也是在刚才有动作的时候才感觉到自己的尾巴上被缠了治疗纱布卷，动作又缓和了几分。是你说会爱我的，是你说没我你活不下去，你是不是对每一个人都会说这种话？简直就是最无耻的人。严森越说越低落，忍不住发抖，精神和身体的双重负担真的要把他压垮了，不可能回到曾经的状态了，那人生还有什么意义？没事，你咬吧，要是你能觉得舒服点你就咬吧。石离轻轻地把手放到了严森的脑袋上，把他往自己肩膀上压，要是咬几口严森能舒服一点，他的罪恶感也会减轻几分。这下轮到严森不知道该怎么办，要是之前的石离肯定会发疯一般的让他滚，并且还要加倍折磨回来。如果是这样的话，严森都已经做好同归于尽的准备了。结果打到了上眼前的石离非但没有怪他，反而还在安抚他，这倒是让严森原本必死的决心松动了。我对人肉没兴趣，无聊。严森慢慢的闭上了眼，死死地抱住了怀里的石离。不知过了多久，兴许是血腥味又重了起来，严森才反应过来，好像还没有给石离处理伤口，这才猛地爬起去捞医药箱，给石离的肩膀包扎上。看那块伤口，严森自己也觉得后怕，这要是石离在接触他前没有做精神安抚，他这一口估计都能把石离的肩膀咬穿。大概还有7、8天吧，海蓝星要派使臣来访，到时候你带着黑格去吧，估计还能见到琼安。他回家待那么久，也该回来了。这种场合基本上所有的雌性都会参加，带个男伴更是必须的，甚至有的雌性还会带好多个，以彰显自己的魅力。石离自然也是会被邀请。什么时候知道的？怎么我一点都没有听说？可是这种事情不应该都提前通知吗？怎么临近几天了还是这么风平浪静，也没有看到城内有大操大办的预兆？在被你关进去之前就知道了，但是不想带你去，想让你没面子，就没告诉你。严森倒也实诚，直接把自己原本的想法全都告诉了石离。这次不算有什么要事，只是派使臣来一下而已，也没有什么大人物跟着。母后的意思是在皇宫内操办就够了，但严森还是给石离细细的解释了一下，也就是说其实不去也没有什么事。石离最讨厌这种场合了，因为他压根不知道该怎么应对，在场的人又多感觉头会更大。当然要去，为什么不去能被邀请参加？是地位的体现，母后很喜欢你的，你跟着他就好了。见石离居然说不想去，严森都愣了。印象中石离最喜欢去这种地方享受权力和目光了，难道人真的能一夜之间变化这么大吗？简直不像是本人的程度，但是偏偏好像外形跟之前没什么区别，难不成真的是仿生人？那你怎么不去让我带着黑格去？你是皇子带你去不是更合适？结果严森还笑了起来，伸手指了指自己的尾巴，我怎么去我这个样子去？我甚至现在都没有办法把这些兽性特征收回去，我才不去丢这个人。严森一直对自己的要求很高，他也是个要面子的人，
这样出去估计能被海蓝星的人笑死。嘴毒的琼安更是不会放过他，我再给你继续安抚，肯定可以恢复的。你看白青也现在不就人模人样的吗？说完之后，石离就开始心虚了。他绝对没有骂白青野的意思，但是怎么害怕被白青野听到呢？谁知道他走的什么狗屎运？延森才不信自己能好，他感觉自己已经逼近 S 级了，这种程度是石离想象不到的可怕。白青野那人的自控力简直可怕的像个假人，才有现在的效果。即便是半兽化状态，延森都没有见过白青野回家这2天发过飙，但是他不一样，他就是个普通人，甚至情绪还很外显。可以的。你要放平心态来，我们再来一次。石离说着，又要伸手，被延森压了回去。你还是老实点吧，别不拿身体当本钱。就你那小身板嘎了怎么办？说着，延森还恐吓般的捏了一把石离的小腰。要是真的有精力没地方用，不如先解决一下你受夫的生理需求，而不是什么精神安抚。延森的声音又哑了，吓得石离直接从床上弹了起来。我其实本意是喊你出来吃饭的，黑格去加热了，你收拾一下就抓紧出来吧。看着石离那红透了的小脸，延森居然萌生出了一丝恶趣味。他真的很好奇，在那世上，石离会露出怎样的表情，好想欺负他，毕竟看起来就是个只会气鼓鼓的小可怜，毫无威慑力，身上似乎还有石离遗留下来的气息。延森忍不住深吸了一口气，扯下来了自己的上衣，捂住了口鼻，贪婪地汲取着上面仅存的一点淡淡的香气，裹着炙热无声地释放在上衣里。在寂静紧闭的房间内，延森只觉得自己整个人被石离吃得死死的，分明那么想让他死，可是来来回回就是下不去手。听着脏了的衣服，延森烦躁地将他甩到了一边。不够，一点都不够，好像今天还有个很重要的事情没有做。几人在饭桌前坐着，安安静静的吃饭，突然白青也开了枪。其实他们几人都不怎么习惯性的喝营养液，让他们养成了到时间就喝的好习惯。现在坐在这也只是为了陪吃而已，毕竟让石离一个人吃饭也太孤独了，所以大部分时间其实是石离在动筷子，只是吃着这个菜，石离也只能表示熟了能吃而已，连基本的味道都做不到，有的淡了，有的咸了，有的又甜了，有的又辣了，只是卖相好，勉强能吃。又听说是白青也排了好久队才买到的，石离也只好默默的多吃点了。什么是石离喝完杯子里的果汁，才发现几个兽夫都盯着自己看，很明显这是他们都知道，就自己不知道。今晚谁跟你睡？白青也开了口，其他2人也看着他。我可以自己睡。石离紧张的疯狂吞咽口水，下午来自延森的震撼还历历在目，简直不敢想。但是老是这样，你的终端就要给你提醒了，或者也可能会带着新的雄性来咱们家，试图让新宠来激发雌主的生育想法。白青也说的认真直接，给石离来了个猝不及防。什么破终端这种事情也要管？那他一个雌性还有什么隐私可言？我还没有准备好。石离低下头，用叉子摆弄着餐盘里的菜叶子，他甚至连做那事的心理准备都还没有准备好，更不要说生崽了。但是联邦需要更多的雌性，多生总是会生出一个女孩的。但是我们的终端已经给我们发提醒了，白青也放出来了自己终端的红色提醒信息。黑格和延森也老实的打开了那个红色的警告，雌性保护协会已经给他们下最后通牒了，不能吸引住雌主的受夫，自然是无用的。那我也不能这么几天就搞出来的孩子吧，我又不是产崽的猪。石离真是一个头2个大，这个终端他现在觉得不是个好东西，偏偏每个人从出生就被植入了，根本没有选择的机会。生孩子又不强制终端值，要检测你在睡眠状态时1米内距离有雄性终端就可以了。黑格看不下去了，生怕石离被白青也唬住。其实这也没有那么难完成，因为有这个 bug 可以卡。这样的话可以，那今天就。黑格2个字还没说出口，石离就被白青野的眼神给震慑到了。这人好像非常不希望他选黑格，可是石离感觉他现在除了跟黑格在一块能睡着觉，跟其他2人在一块可能睡觉都得睁只眼睛。跟我睡吧，就算是要孩子，按照资历来说也该先是我的。白青野话音刚落，别说石离了，黑格和延森都惊了。这2天的相处，他们还以为白青野就是个很好相处、稳重可靠的大哥，没想到还有占有欲这样强的一面。我不要，我宁可自己睡白青野白天都可以莫名其妙的把他迷晕。在卧室没有其他人在场，白青野不得把他生吞活剥了。这种男人太可怕了。还有以他对原主的了解程度，自己很容易就能被抓住把柄，总不能真的说自己是穿越来的吧？那估计会先被白青野抓去研究。反正他爱的是原主，不是他石离，他怕你，你难道看不出来吗？你应该先培养一下感情。再说这种事情不要逼他。黑格看不下去了，因为他觉得现在的石离挺好的，即便曾经有过节，那也不算什么大事，毕竟没有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黑格可以看在石离年纪还小的份上，原谅一个正在成长期的孩子。培养感情笑话，他从小都算是我带着玩的，我们俩之间需要培养感情。你倒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心疼他，然后来指责我。他的家族势力要是把你的家族全给杀了，你能对他这么和颜悦色？现在是他想跟我重修就好，难道不应该让我看到付出吗？我这种要求对于正常夫妻来说不是很平常吗？白青野的话虽然是对黑格说的，但是目的都是让石离心里难受。白青野自己其实也很矛盾，他想报仇却对石离下不了手，他想原谅却又放不下一直在对石离温柔和强迫石离
来回横跳行。但是我要是真出事了，你也没有好果子吃。石离最终还是过不去心里那关，点了头，心想着白青野、白天河晚上简直像是两个人。他甚至有些怀疑这家伙是不是人格分裂了，无非就是我这条命，毕竟我什么都没有了。白青野满不在意你有事，就点这个地方，这里是警报器，会响得很大声，我会第一时间到。黑格正要收拾碗筷，可是又放心不下，他总觉得白青野真的很会压制石离。石离胆子又小，力气也小，生怕他真的遇到什么危险。见黑格给自己展示这个终端的其他用法，石离这才像打开了新世界大门一般，吃惊的张大了嘴。这个报警器不光他不知道，原主的记忆力也没有，难道是隐藏用法？看样子这个终端他还得好好研究一下才行。好，他不会真要我命的。石离说这话也很心虚，但是总不能真的让黑格担心到一直守着他。他还想见证这位年轻的上将走得更远。磨蹭了老半天，石离才套上了薄绒的奶黄色睡衣，从浴室里蹭了出来。平时他都是穿睡裙的，今天特地掏出来了睡裤，就是为了防着白青野。好了，关灯睡觉。石离伸手指了指开关，示意更靠近开关的白青野去关灯，却被利落的压住了。你真的不想和我生孩子？白青野问得认真，石离却巴不得这是玩笑话。可能我比较冷淡吧，我其实对男人没有兴趣的。我有的时候也在想说，不定我也喜欢雌性呢。石离慌得满嘴说胡话。哦，你不是不喜欢男人，你是喜欢的男人这辈子也得不到了吧？费尔德曼已经嫁人了，你也跟着心死了？你说什么呢？石离慌了神，这都是古早的事情了。原主的确还念着费尔德曼，但是他来得很是时候，在原主即将重新和费尔德曼勾搭在一起前穿越来了，现在可以说是压根没有的事。费尔德曼也不敢太过分，因为何白白要是知道了，也不会放过费尔德曼的，毕竟费尔德曼可是他好不容易才抢到手的。你慌了，所以你是压根不喜欢我的，那些所谓的都是借口。这是何白白亲口跟我说的，在石离这里得到了首肯。白青野的眸子又暗了几分，那都是成年老事了，有个初恋不是很正常吗？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了，才没有这种事情，我就是真的没有感觉而已。翻旧账简直就是无解，石离只能强行让白青野把自己和原主的曾经割裂开来，不然这家伙会一直要他证明。可是怎么证明？没事，我可以让你有感觉，然后你证明给我看，证明你对他已经没有心思了。白青野死死地盯着石离，伸手摘下来了鼻梁上的眼镜，墨绿色的眸子像是会释放毒液一般，盯得石离忍不住发怵，撑着身体就要往后撤，却被白青野抓住了脚腕，一把扯了回去。躲什么？要给我做安抚的时候不是还一副非常心疼我的样子吗？什么要补偿我的话，不都是你说的吗？现在后悔了，我甚至都没有让你现在给我安抚。石离的拒绝让白青野十分难受，他还以为石离愿意给他做安抚了，就是打算跟他好好过日子了呢，原来还不是那和白白会随便给外面的雄性做安抚。石离岂不是也有这种可能？这种事情绝对不可以。见白青野的头顺着自己的身躯往下走，石离浑身发麻。你要干什么？给你找感觉啊，亲爱的。白青野语气温柔，但是看那眼神，石离只觉对这句亲爱的不是在喊他，是在喊他的内脏睡裤在他眼前如同虚设，一下子就全部被扯烂了。蛇冰冷的触感抵到了温暖的圆，激得石离猛地一颤。你起开，别！石离应激的想要用脚踹开白青野，却被他死死扣住了大腿。石离受不住这样从未有过的刺激，洁白的大腿中是白青野乌黑的发丝，视觉触觉的冲击激得他掉了泪珠，只好咬咬牙，狠心的一把扯住了白青野的头发。他踹不开扯头发，总应该知道疼吧？结果不扯，还好这一扯，白青野不知道从哪掏出来了对手铐，直接把石离的两只手锁在了床头的雕杆上。不老实面对白青野时，离只有掉眼泪摇头的份。这该死的终端，难道不认为现在这个行为是一种对雌性的攻击吗？为什么没有警告慢点？我不行了，这还只是舌头。石离就感觉自己已经要力竭了，更不敢想如果后面来真的，他得成什么惨样。结果白青也此刻还真的听话的停住了，抬头玩味的看着石离，身下巨大的空虚感直逼大脑，让石离忍不住弓起身体。你的身体可不是拒绝我的意思，难受了吗？小可怜白青野的鼻尖上甚至还可以看到沾到的隐隐水光，他温柔的伸手擦掉了石离眼角的泪痕，就这么静静的看着石离不适的难受着。他计划这一夜已经很久了，终于让他有了机会，哪怕是不能让石离点头答应，他也要让石离永远记住这种感觉。欲罢不能，难受。石离感觉自己的声音都有些呜咽。哦，怎么个难受法？意料之内的反应。白青野倒也不急了，你不说我怎么帮你坏？心思的还想再逗逗他，可是紧接着就是石离决堤的眼泪。欺负人早知道就选黑哥了，最起码他不会这样欺负我。小雌性委屈坏了，抽抽搭搭的吊着小珍珠，明明是舒服的脸颊泛着不正常的红霞，嘴里却喊着别的男人的名字，索性又继续埋头苦干。听到小雌性抽噎的声音，莫名的恶念被强烈的满足到了，喊什么别的男人的名字，真想把他关起来锁住，眼里永远只能有他一个。可是之前石离不也是这样对他？难道曾经的石离也是用这种方式在表达爱意？疯了，简直一大股蜜液奔涌而出。白青野没有躲尽数笑呢，石离整个人瘫软了下去，任由白青野带着他去浴室清理，过程中自然是各种不老实，又是搞得精疲力尽，甚至石离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兴许是昏了吧。
也不一定是正常睡着的。石离只知道醒来的时候，白青野已经不在身边了。身旁的床单上没有体温，他应该是早就起来了。哆嗦着套上了高领衣，石离才磨磨蹭蹭地走出了卧室。估计白青野昨天以为肩膀上那个口子是他不小心咬上的，不然又要一番追问这是谁干的了。结果刚出门就看到黑格正打算去上班，石离那叫一个热泪盈眶。你要走了吗？什么时候回来？他不想让这个唯一的正常人走啊。他一个人这么同时面对白青野和严森两个，这根本不可能。你醒了啊？估计这次要1周吧。你要是有什么事可以随时联系我，我会尽快回来的。黑格自然也没有想那么多，只是以为石离有点舍不得他，心里还美滋滋的呢，压根没想到石离这般不舍。有一大部分原因是昨天晚上过分恐怖的白青野。是哪里有战争了吗？一般上将级别都是可以正常上下班的，不需要去驻点，可是这次却说1周之久，石离也不免有些担心。也是尝试了，最近星际不太平，你在家也要小心少出门，出门一定喊他俩陪着你。再怎么说，兽夫还是有很多限制的，他们会保护你的。黑格也是不舍，但是没有办法，他也不想丢下他的工作。请你注意安全，有事也联系我，一定要跟我说啊。黑格几人这么说了，只是处理自己跟兽夫的小事，石离是肯定不可能随便联系他了。目送黑格上了车，石离只觉得无助，他有他的使命，自己总不能说因为害怕家里这2个兽夫，就把黑格留在家里吧。即便是黑格大概率会同意，石离也无法同意自己做出这样的事情。不行，他必须要找点事情做，天天待在家里和这2个男人大眼瞪小眼吗？早晚得出事，说干就干时。离立刻打开终端研究起来，果然找到了招聘大厅。所以说终端其实就是个跟手机差不多的玩意，只是携带更加方便而已。只是石离发现这里的工作似乎压根没有对雌性的需求，他不死心使劲的搜索各种换关键词，最后竟然还真的让他找到了个招雌性的工作。但是工作内容写得很隐晦，似乎是为雄性提供精神安抚的工作，但是没有写具体的工作要求和安抚的对象，但是薪资实在是高的夸张。石离忍不住点开了聊天框。石离您好，请问具体是什么工作内容？ X， 我们这支招雌性，如果您不是，就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了。石离连了解一下的机会都没有吗？ X， 是的，我们有保密协议。什么工作还要有保密协议这种东西？石离更加好奇了。石离，我是雌性，现在可以聊聊了吗？ X， 那很奇怪啊，您没有兽夫可以饲养您吗？怎么会想出来找工作？这可是一份很危险的工作。石离，我想给自己找点事情做。X， 那可能不太适合你，我们属于军方直属特殊组织。X， 如果您真的想了解，那我们见面聊。这可把石离问住了，搞得这么神秘，万一见了面把他卖了咋办？石离，我能带我的兽夫一起去吗？ X， 当然可以，地址发您想来的话，随时约时间，约定见面的地点也很偏僻，在郊区的一处小酒馆内。石离更加不敢自己去了，怎么这才刚走就开始想你的小老公了？一转头就是严森那阴阳怪气的脸。不过今天的严森好像精神状态好了一点，竟然换了一身新衣服，甚至头发好像也打理了一下，张扬艳丽。虽然只是简单的衬衫加西装裤，却是酒红色的绸缎面料衬衫，胸口处的胸针还带着金色的细链条，另一端固定在肩膀处。黑色的西装裤裹着结实修长的双腿，显得人挺拔有力。金色的半长发更是像太阳洒落下的阳光一般。不怪皇后偏疼他这样一个人，光是站在那就足够让人心动。只是之前的严森穿的有点糊涂，外加整个人跟腿米，一点也看不出这份精气神，直接让石离被惊艳住了，好想把世界上所有的艳色绸缎和宝石全都堆砌到他身上。不想，一点都不想，你今天好不一样。石离偷摸的咽下去了快流出来的口水，有些心虚刚才的念头，且有什么不一样的严森满不在意，但是全身上下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拼命表现。他也是今天早上爬起来才发现，整个脑袋都清醒了许多，这才有精力想起来打理一下自己。就是好帅啊你！以后每天都打扮得这么帅好不好？石离闪着星星眼，毫不吝啬夸奖。毕竟严森难得这么打扮一次，真是让他大饱眼福。夸一句又不会少块肉，结果严森反而不好意思起来了，轻哼一声就打算走。我有事找你，哪天有空陪我去个地方呗？我自己不敢去。石离一个箭步拉住了严森的袖子。这人好像还喷了香水，好香好好吸，我每天都很有空，如果你不介意，我顶个脚跟你出门的话。严森指了指头上的龙角，尾巴也不知道啥时候已经自动收回去了，只剩个角来显示他龙人的身份，那有什么介意的？简直超酷。石离并不知道这个兽世大家对兽族特征的排斥，所有的兽人都不太想露出自己这样的特征。好吧，去什么地方？正当严森兴冲冲的在看清楚目的地后，突然有些不解。你去这里干什么？在严森的认知中，郊区小酒馆里都是些粗俗分子，那里充斥着暴力和灰色交易，他也没去过那种地方。我跟你讲，你耳朵凑过来点。不知道白青也在不在家，要是让这家伙知道自己又想搞幺蛾子，不知道又会想干啥。我找了个工作，石离神秘兮的贴在了严森的耳朵边。严森只觉得耳边一阵阵似有若无的热气，吹得很痒。什么地方不能工作，非得去这？大不了让黑格带你去军队，你天天跟着玩也比去这安全。军队里也会有雌主会跟着兽夫去，
不过那真的非常少，谁家词主去探个班都能。当奇闻被传上个1年半载，我才不要，我又不是什么附属品。石离撅了下小嘴，要说附属品，那也是，我们是你的附属品，不要瞎说。严森有些不懂，石离什么时候想出来的这种颠倒黑白的理念，甚至从小的理念都是这样的。石离怎么会这样不同？我就是想去，你不陪我，那我自己去。本意上石离只是觉得跟个男人更有安全感而已，有个这样身强力壮的打手站在身后，总是底气更足一点。去，当然陪你，什么时候走？他最受不了石离撒娇了，真想不明白。这么个小萌物怎么之前会是那样一副可憎的嘴脸？我去换身衣服，换好就走。石离撒欢一般的跑回了卧室，打开了自己那几乎跟一间屋一样大的衣帽间，挑的眼缭乱。原主是极繁奢侈主义者，可见他喜欢去的都是高端场合。衣帽间里不是大版裙，就是碎钻鱼尾，全都是高奢定制，穿起来更是麻烦的不行。但是石离也不会傻到去这种地方还穿得那么招摇，最终还是从里面找到了一身衬衫裙，几乎是被丢进了衣服堆的最下面。石离费了好大劲才把拉出来这件。走吧。石离刚开门，严森就挪不开眼了。简单的藏蓝色衬衫裙衬的小磁性的皮肤更加白皙，栗色的微卷长发服帖的披下，头上还戴了一只碎钻小发夹，俏皮又可爱。怎么发呆了？走呀，还穿裙子会不会不太好？虽然也是条半长裙，但是那小腿忽闪忽闪的，严森还是忍不住红了耳朵。除了睡衣，我好想没有长裤，有空去买几条吧。石离也没有办法，原主不喜欢他也没有办法，但是他倒是蛮喜欢裤装的，感觉干活会比较方便。直到严森驱车开出家门时，石离才想起来个事情，白青也是不在家嘛，不然这家伙怎么到现在都不露面？只能是因为不在家了。昂一大早就走了，精神很不错的样子，看样子昨天睡得不错啊。严森又开始阴阳怪气了，一想到石离这个时间才醒，大早上那个家伙又是那样的精神焕发，严森都不用多想都知道咋回事。不过你也厉害，看白青眼那体格，我还以为你今天爬不起来了呢。严森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前面的路，没有我俩是清白的石离爆红了脸，昨天晚上的种种阶叠钻入脑袋，强制自己重复回忆，但是两人的确也没有到那一步。白青也最后还是点了头，愿意等到他愿意的那天。施娜难道说是他不行？哈哈哈哈！我说呢，原来他是这样的。严森好像听到了什么很好笑的笑话，笑个不停，不许笑压根，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不许瞎说，不然我就跟他们离婚。天天跟你这样大眼瞪小眼。石离被他笑毛了，忍不住用力地打了一下他的胳膊。哎呦，我的祖宗，这要是把方向盘拍歪了，咱们可就要出车祸了。严森装作被拍得很疼的样子，嗷嗷叫。石离怎么之前没发现这家伙是这种贱兮兮的性格，还真是让人没有办法。看着车窗外热闹的街市逐渐变得冷清，人烟越来越稀少，树木变得多了起来。虽然不至于是杂草丛生，但是离了轨道都是没有人打理的。不过不远处倒是有很多空置了的大房子，只是材质似乎有些奇怪，不像他们住的那种房子。那些房子我看也都是建好的，为什么都是空着的？石离忍不住好奇了起来。那些啊，不是人住的房子，基本上是放一些实验室买来放实验体的，或者当军火仓库的。你看着空档，说不定东西都是被藏起来的呢。严森瞥了一眼那房子，便给出了答案。以现在的形势，普通人要想出人头地，想要有被雌性挑选的机会，除了拿军工，就是搞研发了。在物资稀少的现在，要是能研发出来什么新能源或者是新药品，直接就光宗耀祖了。比起在战场上卖命，很多有点积蓄的雄性都会选择投资研发。这样啊。石离盯着那一幢幢房子，突然就想到了白青野那被原主扰乱了的视野，或许他也可以给白青野置办个实验室。兴许这家伙有自己的事情要干了，就不会把眼睛一直粘在他身上了。而且转移一下注意力，可能也会有利于精神安抚。那你知道联系什么人才能买这种房子吗？石离的话刚说完，严森就狐疑地看了他一眼。你要这房子干什么？严森不免有些多想，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觉得好看，难道还不能买吗？现在石离还是打算先保守这个秘密，要是严森知道了，以他咋咋呼呼的性格，都不用得到，晚上白青也就得知道。你在终端上找个中介就行，毕竟给你们这些雌性服务，他们可都上赶着呢。见石离不愿意多说，严森也只好闭上嘴不问，只能希望石离不是想搞事情。如果只是想买个房子玩玩的话，那还是没有问题的。毕竟家里现在除了钱，就只剩石离频繁采购的肉和菜了。车子从半空中缓缓落下，停在了一个小酒馆前。才刚下车门，就闻到了浓烈的酒精味，里面人声鼎沸。明明还是白天，站在外面就能听到里面的音乐声了。看样子里面的人玩得还挺疯啊。石离打开了终端，看了一眼时间，不早不晚，和他跟那个 X 约好的时间就早了5分钟。石离，我们到了，直接从正门进去吗？ X， 我让侍从去接你们。信息才刚弹出来，就有个穿着执事服的侍从恭敬地走了出来。美丽的小姐，请跟我走吧。石离没有说什么，只是在后面跟着。严森也快步跟上，这种地方他也是第一次来，充斥着各种杂乱的味道，让他有些想呕的冲动，但是还是压制住了，毕竟看起来更加娇弱的石离都没有什么不适。他当然不想丢人，侍从引他们进入大门后，并没有往前走，
反而直接带他们上了电梯。电梯直直的往地下沉去，失重感让石离有些不安的揪住了严森的袖子，被严森发觉后，反手握住了他的小手。再次看到外面的景象时，已经是大变了。哪里什么熙熙攘攘的酒吧，眼前是一个很有格调的长廊，地上铺着精美的红色地毯，上面的吊灯都是全宝石做的，晶莹透亮，环境非常的安静。走廊的两侧都是房门，似乎是一个小的隐形酒店。这边就是了，你们要见的人就在这里。侍从说完话头也没回的就离开了，完全没有其他雄性对石离那般殷勤，好像石离在他眼里跟严森没有什么区别。这样的态度让石离更加好奇，这个工作究竟是要干什么的了？真的要进？我总觉得这里怪怪，从来没有来过这么故弄玄虚的地方。严森总觉得这里像个诈骗团伙住的地方。当然要进，难道你保护不了我？严森的攻击力他可是见识过的，石离带着他还是有些安心的。想到这，石离直接伸出手推开了房门，里面如他们想象中的一样，类似于酒店，就是住的房间。只是别看着们小，里面的空间可不小。一个男人正坐在不远处的椅子上，背对着他们。石离看不清他的脸，但是一头银发格外扎眼。看着这个头发，石离总觉得有点眼熟，好像原主的记忆里也有这样的银发门被一股无名的力量啪的一下关上了。严森伸手一把将石离搂进了怀里，一脸戒备地看着眼前这个银发男，缓缓站起，看看这是谁从哪钻出来的小离。熟悉的声音让石离挣扎着抬起了头，这不是哥石离这一声，直接给一身煞气时刻准被揍人的严森给喊萎了。什么眼前这位就是传说中的大舅哥？可是严森反复看去，他怎么觉得这个白毛和石离没有一定点像呢？白毛男一副狐系长相，尤其双眼微眯的时候，尽显媚态，银发中间掺着的几缕火红的颜色，更是让他多添了几分妖质。什么时候开始喊这么亲了？这就是你说的受夫？这是第几个了？石智妍却没有石离那般惊喜的表情，石离这才后知后觉，这乃是自己的亲人啊！原主是简的儿石智妍，当初因为家里不同意他跟石离结婚，直接发疯屠了全家，以至于石离到现在都不能理解，他怎么能这么疯？不是逃亡去了吗？怎么在这当初？这可是大事！石智妍不得已只能开始亡命天涯。可是就算是要去亡命天涯了，也不忘在临走前拉上原主，在缉捕令发布前强迫原主把结婚证给领了。所以很离谱的是，石智妍其实是原主的第二个受夫。你都不关心我过得怎么样，却来质问我为什么在这，可真是伤我的心。石智妍故作幼儿言他也没有想到来的会是石离。直到石离凑近房门，他才嗅到熟悉的气息。我也没有不关心，只是你吓到我了。回忆着脑海中的那些画面，石智妍的凶残程度可不比其他几个差。石离不禁打了个寒战，声音越来越小，娇嗔着说吓着他了，直接把石智妍的心都给寒软了。原本还想着教训一下这个移情别恋的妹妹，现在也没有这个意思了。是哥哥不好，这1年没见又漂亮了。石智妍一步步走近，完全无视了抱着石离的严森，直接强硬的把石离给夺了过来，滚热的大手捧住了石离那张小脸。那你现在还是逃犯吗？但是石智妍不知道的是，石离此时慌的一批，白青也都能看出来他的不对劲。那石智妍可真的是把他从小带到大的人，岂不是更容易看出来他被换了心？当然不是了，我立了公联，帮已经给我免除了刑罚，只是功劳是保密的，所以一直没有公开宣布。但是你没有看到我的缉捕令已经消失好久了吗？石智妍冷冷地笑了一声，他还以为石离会一直关注这件事情呢，没想到缉捕令都消失半年多了，这孩子还不知道这个事，看来还真是男色务实。石离的心思现在压根不在他的身上。所以你现在是做什么？拉皮条吗？感觉石智妍现在就像个 HR 一样，在招聘软件上招人。这么一想，石离竟然忍不住有些想笑。在给联邦做事，一个是招聘雌性给一些兽化的雄性做精神安抚。石智妍瞥了一眼严森头上的龙角，这个你就不要考虑了，他都还是兽化状态。还有一个是配合我们军队的雄性去开拓新的能源星球。石智妍话音刚落，就看到石离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但是你都不能做，不管是哪个，对雌性的精神安抚能力都非常高，还是抓紧回去吧，这里势力很大，不太平等。这次的任务告一段落，我就回家了。石智妍虽然狠，想现在就跟石离一起回家，但是还不是时候玩忽职守这种事情，他还是不会干的。原来联邦还真的有这种秘密任务，真的让他们这几个人给分析到了。不过如果你真的很想我的话，也可以先让这个碍事的家伙在外面等我们先温存一下。石智妍眯起眼睛，笑得很是阴森。为什么叫碍事的家伙？我怎么碍事了？还有她是你妹妹，你这个当哥哥的要干什么吗？我可要报星际警察了。严森那叫一个跳脚，这都什么跟什么。自从嫁给了石离之后才知道，事情没有最离谱，只有更离谱。离离原上普宝贝儿，你自己跟他说清楚，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石智妍把怀里的石离给转了过来，让他面对着严森，他是我第二个受夫，你别误会，我们不是亲兄妹，我是他家捡的。在严森不敢置信的目光下，石离很简单的概括了一下两人的关系，严森却像大脑过载了似的，这年头哪里会有人遗弃雌性啊？不对，这人不是大舅哥是前辈啊，这好乱，这小雌性的生活还真是多姿多彩到他有些猝不及防。对，并且我们的感情很好不是吗？宝贝儿。说完石智妍甚
智还扣住了石离的脸颊，亲了一下他的耳垂。魅魔就是魅魔，他不亲脸也不亲嘴，偏偏要去碰最怕痒的脖梗和耳垂，直接把石离红得低下了头。可是又感觉鼻尖突然一种液体的触感。WOC 写你特么流鼻血了石离。延森最先看到了石离鼻尖下面挂着的血渍，大步向前按着石离的额头，让他看着天板出血，有点出息好不好？他亲你一下，你能流鼻血？那昨晚你跟白青也在屋里，我怎么没见你？直接在卧室里血流成河。延森简直是恨铁不成钢，但是又极度石智妍，怎么这石离就缠他败对？他们其他几个都没感觉，而石智妍则是笑得灿烂，不急不慢地拿纸巾给石离擦鼻血。之前的妹妹对他可是爱答不理，估计同意结婚也只是怕他一怒之下把他也给杀掉。现在看来到底还是长大了点，也比之前更好玩了。而石离则是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永远不出来。他怎么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流鼻血？实在是太丢人了。可是石智妍好像又捕捉到了什么更关键的东西。你跟白青野昨天晚上干什么了？你跟白青野昨天晚上干什么了？石智妍一直跟白青野不对付，从小他就觉得这个邻居家的小男孩对自己好不容易捡来的妹妹图谋不轨，结果还真是不只是白青野，甚至连白青野家里都觉得两人是天赐良缘。不要脸的来提亲，没干什么。本来想给他做精神安抚的，结果他觉得我最近做的太频繁，就拒绝了半真半假的话。石离也算是说顺嘴了，感觉再在这几个男人跟前周旋下去，早晚说谎话都不会脸红。只是这样，石智妍有些不信，狐疑的看了一眼一旁看戏的延森。刚才这家伙说话，那可叫一个义正言辞，看着促进也挺大的，应该不能是假话吧？那我可得验证一下，说谎的小孩是要被惩罚的。还没等石离反应过来，胸前的扣子就开了2颗，原本立起来的领子也向两侧塌了下去。无数暧昧的痕迹泛着淡淡的红色印子，就这么暴露在了两人的视线之中。只是2颗纽扣而已，完全不足以露出什么春光。但是石离就是觉得好像身上的衣服已经一件不剩了一般。芜湖这下是彻底完了呢。小妞玩的还挺啊！石智妍直接气到吹口哨，早知道当初杀人的时候就该连带着白青也一起杀，没有真的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他最后是尊重我的，我觉得需要多一点时间再相处。石离的辩解有些苍白，没事，不管他尊不尊重你，我都可以先杀了他，然后我们再算账时。智妍这人虽然也很偏执，但是他有一个好处让石离很安心，那就是吃醋先杀情妇，而不是直接攻击石离本人。在石离眼里，他的危险程度能排倒数第2，不要没事就打打杀杀的，小心自己受话。难道你在你们组织里还有其他雌性给你安抚？见形势不可控了，石离立马倒打一耙。苍天可见我可一直是靠着坚韧的毅力，哪有雌性敢给我做安抚？石智妍果然慌了神，急于辩解自己的清白。这也都是你说的人都是会说谎啊！我不管，你得给我展示一下你们所谓的新能源探索，不然谁知道你是不是个搞绿色产业的皮条客？这可是个隐蔽的小酒店，做个皮肉生意那也是有可能的。石离越说越觉得顺口，甚至觉得这就是事实，而自己则是被那个渣男抛弃的弃妇。你如此伶牙俐齿，让石智妍有点猝不及防。印象中的妹妹总是一副自己什么都知道的骄傲样子，但是实际上呆得可爱。现在这样能说，倒是让她有些陌生，但是好像也更吸引她了。似乎她需要用一些时间重新探索一下石离，好像更有意思了。她更想赶紧回家和石离天天待在一起了。可以，但是你要保密时，智妍点了点头，又搂紧了石离几分，还是那样香香的软软的。只是可惜妹妹身边跟着的臭男人现在是越来越多了，早晚全给他杀。哥延森全程被无视，非常不爽。但是看石智妍真的要展示新能源，还是决定耐着性子安静看。他也很好奇所谓的新能源到底是什么。只见石智妍伸出手，上面缓缓地浮现出了淡淡的亮光，随后逐渐变成了火苗。火好神奇！石离吃惊的想要凑近些看，石智妍却很快地收了起来。这可是真火，会烧到你的。见石离惊讶的样子，石智妍很是受用，他总是有法子吸引到石离的注意，这就是他的优势。怎么做到的？真火怎么能从你身体里出来？石离一把握住了石智妍刚才放出火的右手，却发现温度没有什么异常，更加的疑惑了。延森也在一旁看得奇怪，但是不敢说话，生怕这种命运。他一开口问石智妍，发觉这还多了个人，会立马把他赶出去。你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异能，一种不需要兽化，只要人形状态就可以使用的能力。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寻找这种可以激发体内异能的星核，星核吸收的越多，异能就越强。石智妍耐心地解释着，他不介意石离知道他的厉害，只有足够强的雄性才配得到雌性的青睐，他需要多多展现自己的强大，才能死死地吸引住石离。哇，那我能参加他之前暴走，就是我给安抚的。别看现在还有龙角，我才给他做过2次安抚而已。而且家里还没等石离说完，延森就捂住了他的嘴，眼神示意他不要说那么多。比起白青野那种降了1级的精神安抚强度，他这种缓解型安抚的能力，联邦还是有个别雌性登记在册的，属于安抚能力非常强，可以安抚半兽人，但是还不至于是逆天的程度。延森有点担心，石离要是全盘托出，这个所谓的大舅哥会不会有别的私心，说不定会直接把石离献给联邦，给自己争取晋升机会。人心叵测，延森不敢拿石离赌，也就石离这个心大的单纯孩子，会见到个熟人
就想全盘托出了。只做了2次安抚时，智妍没有在意到这2人的小动作，只是被这句话给惊到了。只是2次安抚的话，可以做到这个程度，那时李也是很厉害了。你要是想要，我可以拿了星河之后给你。这种事情太危险了，你不能做石智妍承诺，有星河一定会给石离留，争取也让他能觉醒异能。但是让石离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情，他做不到，而且这种任务都是雌雄搭配的。一想到过程中石离还要不断的给其他雄性安抚，石智妍就有点受不了。可是那是你应得的奖励，不用省下来给我，我可以自己去获得，我有这个能力。石离不悦的撅起嘴，他可不想做被人饲养的娇犬，既然有能力，他还是想自力更生。不行，这不光是对你的考验，对合作的雄性也是个大考验。基本上我们组织的雌性都是人海战术，你难不成又想娶新的受夫了？不行，这不光是对你的考验，对合作的雄性也是个大考验。基本上我们组织的雌性都是人海战术，你难不成又想娶新的受夫了？石智妍又有些按捺不住手里的刀了。可据我所知，黑格已经是他的第5个受夫了。严森看热闹不嫌事大，直接刺到了石智妍最大的痛点。什么？石智妍当场脸色就阴沉了下去。他还以为就只多了眼前这个严森一个呢，没想到竟然有5个了。果然还是他妹妹的魅力太大了吗？这才过了多久，就又找了3个受夫。要说不是那几个受夫主动倒贴，石智妍根本不相信石离能一口气找那么多个。印象中他的妹妹是那样的腼腆怕事，现在更是看到他就忍不住流鼻血，依旧是纯情的不行，怎么可能主动去找那么多雄性？一定是那些不检点的雄性勾引在先。他的好妹妹的真是被这些世界给污染了，想要跟着石离回家，好好替他收拾后院的心思在此刻到达了顶点。兢兢业业这么久，稍微松懈一下工作应该也没有什么关系吧。虽然在其他雌性身边5个受夫而已，不算什么巨大的数额，但是在石智妍的眼里，这就是天塌了。说是不是那帮雄性勾引的你？一句话直接给石离问懵了，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定义这个勾引了。但是好像应该不算吧，毕竟原主玩的也挺，替身这套都搞上了，难道还能是什么纯情少女吗？眼前的这个石智妍似乎对自己的妹妹有很大的错误滤镜啊。你冷静，我们先不聊这个话题，我们先聊聊工作的事情。我想参加这份工作，我也有这个能力，你相信我。石离胡乱的摆了摆手，打断了石智妍说话。石智妍虽然很是恼怒，但是面对石离的阻止，还是乖乖收起了力气，压抑住自己的情绪，不然会吓到石离的。不信我证明给你看，说再多都不如做一次给人家看直观。说干就干，石离直接抱住了石智妍的头，看得一旁的严森都忍不住笑了一下。不过他也很好奇石离到底是怎么给他做安抚的，每次好像都是被抱住后就失去了意识，等再次睁眼的时候，精神识海就已经稳定了很多。现在如此直观的看到了第一步，还是有些惊掉下巴的。这样搞得好像是石智妍在埋凶泽，怎么这么不爽呢？严森默默的守在旁边，看着2人就像只会呼吸的尸体一般突然倒在了地上，看着2人这样非常的不爽，严森最后还是决定给石离放到了床上，又生怕离得太远达不到安抚的效果。严森生怕影响石离得到这份工作，只要咬了咬牙，一脸嫌弃的把大舅哥也给扔到了床上。说起来也奇怪，石离的这种安抚办法怎么跟他听说的不太一样？听父亲说皇后给他做精神安抚的时候，好像都是用身体，反正很舒服就对了。石离给做完精神安抚后也让人很舒服，但是严森就是觉得好像不太一样，最起码这样安抚完是绝对不会怀孕生孩子的。难道每个雌性的安抚方法也不一样？严森满肚子疑惑，决定下次见到父亲的时候再问问。现在还是先守着石离吧。来到了石智妍的精神识海中，他的识海不算太暴动，比较安稳，但是也有不少精神丝纠葛在一起。石离耐着性子坐了下来，一根一根的捋着，却在线团中隐隐绰绰的，好像看到了个什么东西。蓬松的尾巴真是好大一个，而且看上去好像还不止一条。想到石智妍的兽体是狐狸，那这里面困着的该不会是一只九尾狐吧？这样想着，石离加快了手中的速度，却碍于体力的急剧下滑，一会还需要清醒的跟石智妍讨价还价。石离只能选择收手，反正这也是自己的受夫，以后不愁没有机会继续安抚。再次睁眼就对上了严森紧盯着他的眼神，吓得石离一个机灵，刚才光顾着表现自己了，他怎么忘了屋里还有个虎视眈眈的严森？要是严森趁着他沉睡的时候给他致命一击，那岂不是直接重开了？还好严森没有那么做，但这样直勾勾的眼神还是让石离忍不住吓出一身冷汗。只是晚了几秒，一旁的石智妍也跟着睁眼了。你是怎么做到的？石智妍很明显的感觉到了自己的舒适，甚至操纵火焰都感觉比之前要强了。似乎石离的安抚不光能让石海更加清澈，还可以加强异能，这样的宝贝竟然是他的词主赚大了。看着如同宝藏一般的石离，石智妍想独占他的心思更强了。瞧着一旁盯着他们的严森，石智妍只觉得像是在看一具尸体，早晚把他们全杀了。兴许是天生的吧，不过我的体力太差了，一次不能做到太多，需要时间休息。石离那漂亮的小脸蛋上的确布满了疲惫之色，和刚才那兴冲冲的模样大相径庭，甚至原本如胶一般水润的小唇，此刻也变得有些苍白干涸，看得石智妍一阵心疼。果然做安抚对雌性的损耗太大了。行，那你可以加入我们，不过我就一个要求，你要按照我给你规划的工作来进行。
不能逞强或者勉强自己。每一次组队里面都会有我。石智妍心疼地摸了摸石离的嘴唇，眼底全然遮掩不住欲望。小别胜新婚，他们可不止小别了。想到这时，智妍忍不住了。兽人本就重欲，让他忍这么久，可真是一种折磨。石智妍捏住了石离的下巴，直接吻了下去。石离看着眼前飞快放大的俊脸，整个人都呆住了。直到嘴唇上一个柔软的触感，才反应过来想要推开他，却被抱得更紧了，甚至钳着他下巴的手都要把他的下巴给卸掉了一般大力，柔软冲破了嘴唇的阻挠，长驱而入。这里涵盖的不光是石智妍的占有欲，还有他对石离的思念。卧槽！严森感觉自己的眼睛要瞎了，不是这家伙什么人啊，上来就抢人，他还没亲过呢，这大舅哥上来就亲，这能忍谁忍谁不是男人？还没等石离从这份炙热中反应过来，就感觉到肩膀从身后一沉，一个人用力的把他从石智妍的手中夺了过来，转而又是一个炙热的身体，嘴唇顺着他的耳垂、脖梗一直继续，不是你们。石离整个人被亲得昏昏沉沉的，本来刚做完安抚就很虚弱，现在还被两个人抢来抢去的玩这种极限运动，刚刚又流了鼻血，石离真的遭不住啊！石离感觉自己的呼吸开始变得沉重起来，脑海中甚至还是播放做完白青野做的事情，身体不禁一紧，他有些害怕了，害怕那种不能由自己掌控的感觉。甚至昨天晚上白青野都没有来，真的就已经可以弄得他如此狼狈，现在眼前有两个他，更是紧张到没边了。都停下，石离终于是忍不住了，在事情变得更糟糕之前喊了停。两人虽然意犹未尽，但还都算听话，堪堪停住后撤了几分，给石离留下了呼吸的空间。宝贝儿拐偏心的，有了别的受夫就把哥哥忘了，你比哥哥还混蛋。禁忌的兴奋让石智妍真的难熬，他还想再争取一下。白青野都可以，我也是你的受夫，我们公平竞争。我觉得他活不行。严森说话更是直白，直白到石离都怀疑能不能过审。装满绿色废料的脑子直接转不动了，原来被猛兽盯上是这种感觉。那我们个退一步好吗？实在是太想你了，宝贝儿。石智妍摸了摸下巴，看向了石离修长白嫩的双腿，突然伸手扣住了他的膝盖。不是你！这石离用力地挣扎了起来，你这样让我很没有安全感。谁知道你会不会骗我？会不会不管不顾？东西在石智妍身上，不归他控制，话糙理不糙。石智妍是陪原主长大的，又不是陪他长大的，这个姿势实在是让石离没有什么安全感。见石离这样说，石智妍抿了抿唇，他没有想到石离会怀疑他们之间的信任终究是因为时间消散了吗？但是转念一想，石离对他都这么有防备心，那么其他兽夫估计更多。石离说的应该都是真的，白青野那臭小子应该是没有得手的。想到这时，智妍又把自己哄好了，伸手捞起来了被扔下床的底裤，不由分说的给石离套上，这一下总该放心了吧？这也是石智妍唯一能想到的法子了。石智妍一手拎着石离的两个脚腕，一手拿开了石离捂住眼睛的手，这个视角问他放没放心，还真是无敌的，让人不放心。但是石智妍没有等，用行动证明了他真的不打算更过分了。石离才感觉到头晕害怕是那么真实，完了要完蛋了，又要晕了。还有我呢，小雌性厚此薄彼这种事你不会干的吧？趁着他俩都不在家，你对待我们三个应该很好端水的。见石离被吓到的那个怂样，严森也没舍得更过分一点，只是拉住了石离的手放了上去。空气似乎都被渲染的燥热了起来，分明什么都没有做呢。石离就感觉自己的脸颊一阵燥热，忍不住拿了一旁的枕头盖住了自己的脸，听着耳边这两个男人的呼吸声，石离感觉自己的呼吸也跟着急促了起来，仿佛就是全意念似的被带了上去。衣服已经皱得没法看了，再次坐到浴缸内的时候，石离只觉得荒唐，看着瓷砖上自己的倒影，石离只能无力的靠在浴缸边，努力不去回想刚才的场景，太极限了，换一件衣服给你穿吧，你那件已经可以用报废来形容了。浴室门突然被推开，石离连忙捂住胸口，往浴缸里又沉了一点，只露出了鼻子和眼睛，警惕地看着进来的石智妍。石智妍被他这副表现给可爱到了，忍不住揉了揉他湿漉漉的头发，这有什么好害羞的？你小时候纸尿裤都是我给换的呢。石智妍一点都不避讳，放下衣服后甚至还蹲下来，又凑近看了看石离。别说了，那小时候能和现在一样吗？石离羞的甚至连身上的皮肤都跟着开始变红，刚才被弄到的皮肤更是格外的烫。哈哈哈，好了，不逗你了，我还有事，不能和你一块回去了，我尽快处理完，争取早点回家。石智妍收起了玩味的模样，一本正经了起来。那我工作的事情，他付出的可太多了，就为了这么个破工作。有任务的话，我终端联系你，到时候带上你的受夫，不然只有我们两个人，你可能会被比较危险。虽然很讨厌和这些人共处，但是为了石离石智妍也不是不能忍，总好过让石离去娶新的受夫吧。4个对手已经很让他头大了。真的吗？太爱你了！石离激动了，猛地亲了石智妍的脸颊一口，直接把石智妍给亲红温了。刚才还不是这副嘴脸，果然女人变化都很快。这么主动的石离，他还是第一次见呢，越来越留恋了，可真是太让人痴迷了。石智妍深吸了一口气，才压住了想要再把石离啃一遍的想法，正义凛然地离开了浴室。等到石离换好衣服出来的时候，屋子里只有严森一个人了。至于石智妍，应该是已经去忙了，但是让石离奇怪的是，她那条衬衫裙却怎么都找不到。算了，直接去商场吧，我不太能习惯穿那些复杂的裙子，这条衬衫裙可是他找
了好久才找到的孤品，整个衣柜也找不到这么简单的了。好走吧，严森也没有拒绝，只是对于盯着这个龙角去商场这件事情，还是有些心虚的，希望到时后不要遇到什么麻烦才好。要不是石离要去他打死，都不会以这副样子出现在公共场合的。繁华的商都让石离恍惚间回到了原本的世界，似乎连时尚的审美都差不多，区别可能就是原本这些石离逛不起的地方，如今都可以轻松进入，甚至是全场随他挑的感觉啊！怎么会有兽化的兽人在公共场合？保安没有保安管吗？不远处突然传来了一阵尖叫声，刺耳到让石离皱眉。结果还真的突然来了一大群保安，黑压压的围了过来，快把他赶出去！万一他突然攻击人，那多危险啊！似乎他们是一帮姐妹团出来购物的，身后还跟着几个兽夫帮忙拿东西。一向易燃易爆炸的严森在此刻竟然罕见的闷声不说话，只是垂着头，但是也不肯被那些保安带走。你们放开他！石离往严森跟前一站，那些保安就立马收了手。他是我的兽夫，又不是流浪汉，怎么可能会随便伤人？分明严森还什么都没有干呢。姐妹，你可真是饿了他都兽化了，你还留着他干什么？你看那对角愁死了那帮姐妹团，看到石离也不甘示弱的走了过来。再走近后，其中一个雌性看到了石离头上戴着的那个碎钻发夹，突然有些吃惊。你们看那个发夹，当时发售的时候我都没抢到，怎么会在他这种带着兽化兽人出门的雌性头上？简直是浪费和估计是盗版吧。要是家里真有钱，肯定不会。只有这样一个兽夫能带出门，就是阿兽化的雄性压根不会有工作的，肯定是盗版。几个雌性丝毫没有避着石离，叽叽喳喳的声音很是吵闹，都没钱带正版，哪里能在这里消费？还在这杵着丢人现眼。为首的那个人突然瞪大了眼睛，刚才看石离的那张脸就很是不爽，明明穿得很朴素，却依旧掩盖不了浑身那股气质。我凭什么走？你又是什么身份来命令我？商场有规定不能半兽化雄性进入吗？好像没有吧。倒是你们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石离才没有被眼前这几人的大声给吓到，反而伸手护住了身后的严森。在这他不可能让严森被赶出去。这个时候石离才意识到在家里严森说的那句话的意思，可是他真的不介意带这样的严森出来逛街，但是好像这个社会并不这样认为。你带着半兽化兽人，如何能保障大家的安全？难不成指望你这个连安府都不会给兽夫做雌性？怕不是你会被他一巴掌拍扁？我们不能接受和这种兽人待在一个空间内。对方还是不依不饶，一副要把石离连着一起赶出去的架势。还有你那个破发夹，以为买个高仿就不会有人能看出来了？没钱来这里逛什么？其中一个个子高的雌性甚至走上前来想要推搡他，结果被石离给躲开了，甚至还被石离狠狠地推了一把。即便是石离身量矮一些，气势也丝毫不输。严森紧了紧拳头，克制住了想要动手的想法。要是真的在这里动手了不说，还会给石离招惹麻烦。有没有钱也不是你们说了算的，这怎么就是假的了？怎么真的在你手里？石离丝毫不慌，他不相信那么喜欢宝贝的原主会买假货，而且家里2个皇子，原主就更不可能买假货了。别的能不信他，还能不信原主的高傲吗？买假货面子不要了，还怎么跟和白白竞争？别的争不过，最起码还比和白白有钱。对方还没说完的话，突然被噎住了，因为真货他真的没有。眼前这个雌性那么自信，他也有些心虚，该不会真的惹到了什么贵族小姐吧？即便雌性的社会地位都是远高于雄性的，但是他们雌性之中也会根据家世、财产来分个高低，几人互相对视一眼，不免有人开始打退堂鼓了。而不远处被人群簇拥着的一个穿着华丽的少女，正好看到了这一幕。殿下需要清场吗？一旁的兽夫附耳询问，少女则是饶有兴致制止了兽夫，不急再看看。我看那个长角的好像有点眼熟。少女的目光再次看向了人群处，不在我手里又怎样？你看你穿的什么，根本不像能买得起这个牌子的人。快点带着你身边的那个畜生滚出商场！为首的那个雌性直接不装了，大声呵斥着石离，指着商场的大门，让保安前去拉人。保安不敢动石离，只好去拉严森。严森也无奈地扯了扯石离的袖子，我没事，我去车里等你，商场是很安全的，你自己逛吧。严森做出了让步，明明石离也很想严森可以一收那种随时要杀人的戾气，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石离此刻真的想让严森发飙一次，让这帮人都见识一下他的厉害。谁敢动石离忍不住怒喝一声，白皙的脸蛋被气得泛起了红晕，攥紧了拳头，冲上去就给为首的那个雌性一巴掌，响亮的一声直接惊呆了众人，保安更是手足无措了。2个雌性打起来了，帮谁都不是，不帮也都不是。严森也愣在了原地，小雌性为了维护他打人了，甚至严森能明显的看到石离的手掌快速的红了起来，这得用多大的力气，手得多疼啊！你敢打我？被打的雌性直接炸毛了，挣扎着起来就要扯石离的头发。好一出大戏啊！看不出来弟妹这么辣。我喜欢伴随着鼓掌声刚才还在远处观望的少女，不知道什么时候走近了。周遭的人仿佛见了鬼一般安静了下来，随后纷纷下跪行礼。参加皇女石离也才后知后觉的要行礼，却被严晶伸手给拦住了。他们就算了，弟妹你不必。上次见还是你跟严森成婚那天，感觉你变了很多啊。严晶一身华丽的礼服裙，上面缀满了亮晶晶的宝石。都说龙最喜欢各种亮晶晶的东西，在严晶身上可算是发挥到了极致。石离都觉得眼前这个女人亮得像电灯泡一般，哪有什么变化？倒是皇女
您又漂亮。这条裙子真漂亮，哪有什么变化？倒是皇女您又漂亮，这条裙子真漂亮不过眉。想到您竟然亲自逛商场，十里也没想到这个事。借的皇族都那么亲民，竟然还能亲自来逛商场。他还以为这种皇族都是品牌主动往皇宫送东西呢。这个啊，我本人喜欢热闹，皇宫里多无聊，这不看到了个大热闹。严晶看向那几个雌性，危险的眯了眯眼眸，那个生气的表情跟严森简直是一模一样，看得十里浑身发毛。严森一般露出这个表情，是想刀他，我竟然不知道。我当时给我弟弟准备的陪嫁里的一个小发夹，竟然还是假货，现场非常的安静，严晶的声音可以很清晰地传到每个人的耳朵里。而且商场什么时候归，定半兽人不得入内耳。半兽人如果真的到了忍不住伤人的程度，肯定会被雌性保护组织给抓走的。难道你们几个是不信任我们星球的保护组织吗？严晶的每一句话都像是锤在了那几个雌性的心上，敲响来自绝望的钟声。以后我不希望在任何商场里见到这几个人，还有他们的兽夫不能规劝雌主，有工作的全都辞退。星球的运作不能交给这样的雄性，都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拖走！严晶冷哼一声，几人就在哀求之中被保安强行拖走了。余下看热闹的人也生怕被波及到，也都默默地离开了商场。都怪今天出门没看黄历。等到清场后，严晶才想起来严森这个弟弟，伸手直接揪住了他的耳朵。你不是一向很厉害的吗？让你家雌主给你冲锋陷阵了，怎么真遇到事的时候这么怂？严晶真是恨铁不成钢。他原本还以为石离是个爱情骗子，在自己的两个弟弟之间来回周旋，脚踏两条船。当初结婚的时候就非常不看好他们，结果现在严晶对于刚才石离那股泼辣劲很是喜欢，也能看出来石离的维护之意。严晶这才打消了之前的疑虑，果然还是眼见为实，耳朵听到的都是谣传。哪个雌性年轻的时候还没犯过错了？石离也只是犯了每一个雌性都可能犯的错误而已。现在不还是好好跟兽夫过日子了吗？那就不要再计较之前了，我那是怕伤到人，真把那帮雌性打伤了，你去牢里捞我啊！严森也不服气了，但是面对姐姐的血脉压制，严森也只能憋着气。就这点出息，还有你这个脚是这么回事？我看你挺稳定的，怎么脚收不回去？教训完，严森眼睛又开，史关心兽化这个事了。看起来石离对严森应该很上心才对，怎么会让他兽化呢？一说起这个石离就心虚，但是眼前面对的这个可是严森同父同母的亲姐姐，他也开不了口撒谎。是我之前石离开口想要承认原主的罪行，却被严森给打断了。是他之前娶的那些兽夫，我争宠争不过吃醋气出来的，不严重，多安抚2次就好了。严森直接把理由揽到了他自己的身上，在石离眼里，这算哪门子的原因啊？简直就是胡扯！谁家好雄性吃醋能给自己吃到兽化？我就说你这小子脾气差，吃醋都吃得比别人猛。不过看样子也算因祸得福，石离现在来逛商场都带着你。没想到严晶还真的接受了这个理由，把石离都惊呆了。难道还真是有人因为吃醋吃到兽化？醋劲这么大，严森没有说话，但是也没有反驳，算是默认了。行，看到你们这样做姐姐的就放心了，想买什么今天全场消费姐姐买单。还有你说这裙子啊，我有好多，正好快举办公宴了，送你一条，到时候穿来啊。严晶这人大大咧咧的，最看不惯弯弯绕绕，不管是从前的原主还是如今的石离，在他眼里都是不藏事的小丫头。严晶还是挺喜欢她的。不用，谢谢姐姐，这裙子太贵重了，石离要惶恐死了。皇女穿的礼服，这重工规格，她穿能合适吗？即便衣柜里的再华丽，也比不上这条啊！则别扭捏，最讨厌这样的了，给你就要着。严晶要送的东西就还没送不出去的。好了，你俩继续逛，我也该回宫了。目送完严晶离开时，李忍不住擦了一下额头的冷汗，右手却被严森给拉住了。还疼吗？手掌心还是红的。严森看着只觉得刺眼。哟，现在还知道心疼我了。石离笑得有些戏谑，之前不是还要杀他，甚至现在掌心的红印子还不如身上被严森咬的那一口重呢。之前咬我的时候就不心疼了。石离也是不打算放过他，不一样，这不是我弄出来的伤。严森的目光里蕴含着一些奇怪的情愫，石离有点看不懂，有点心疼，但是好像也不全是心疼。这如果是我弄出来的，我不心疼，但是我很讨厌别人在你身上留下痕迹。感受到了危险的气氛，石离连忙抽回了手。我去，你可别想用打我的手心的方法来欲盖弥彰的盖住这个红印，已经够疼的了。石离一脸看变态的表情盯着严森，他真的要怀疑这个严森是不是有什么属性在身上了。则你这满脸通黄表情，你的脑壳里在想什么废料？严森只觉得石离这小小的脑壳装着大大的奇怪想法，这表情一看就不是在想什么正经事。瞎说什么呢？走，买衣服去。石离捏着刚才严晶留下来的黑卡，义愤填膺的走在前面去逛衣服，吓得服务员都不敢上前服务，生怕石离一个激动，直接让身后那个半兽化的兽夫吃人。